虾仁穿越大唐，觉醒诸天美食系统，一盘金镶玉竟让程咬金和他结拜，一份金丝肉让李世民要把女儿嫁给他，他的每一道菜都能席卷大唐。我呸！穷鬼，全部身家竟然只有3个童子。丁，系统绑定成功，舌尖上的大唐系统已解锁，获得新手援助，集成道1台，基础厨具1份，基础调料礼包1份，厨艺礼包1份，顶级菜刀1把，高级身体强化药剂1份。都是好东西啊，尤其是集成灶这个东西，炒菜可以说是食物界的工业革命。丁，贴心小提示，目前煤气、纯净水、电能储备为0，煤气的价格是1文钱1立方，纯净水是2文钱1立方，电能是15文钱1度。尼玛，3个童子就只够买水和买煤气。此去东阿，道遥路险，算是委屈你了。远去东阿不算什么，就是不知清河公主秉性如何，只求无量天尊保佑了。大兄，你看这家14好大的口气。天下第一楼，有胆子说这样的话，走去看看这家铺子有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店家，你这14自诩是天下第一楼，正是。都有哪些好菜？小店暂且只有1道菜。只有1道菜，你也敢称是天下第一楼？1道菜足矣，若是你们吃了觉得这道菜不能称作天下第一，你们把我店铺砸了都没意见。要真是不能让我2人满意，我等可真的是能下手砸了你这铺子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当我是在说假话吗？那就劳烦店家来一道天下第一的菜式吧。20文钱。店家，你这是何意？本店小本生意，先交钱。要是不能让我2人满意，你就做好店铺被砸的准备吧。不多时，虾仁就端着一盘番茄炒蛋从厨房里出来，把菜放在他们2个人的面前。这就是你说的天下第一的菜？没错。这菜名叫什么？金镶玉，不带点肉腥的菜，你卖20文，吃一口你们就知道了。哇，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酸甜的汁水从鸡蛋里撵出，滚动着将口腔包裹起来，就如同灞河岸边的春风，浮动起的杨柳枝划过我的耳畔。随后2个人飞快地动着筷子，这一盘番茄炒蛋几乎是瞬间就被他们消灭干净。2位客人怎么样？这道菜值不值得天下第一的名号？我跟随父亲吃遍了大江南北，就是一些寻常人都吃不到的我也吃过，但论滋味、口感以及那种给人的幸福感，竟是找不到一个能与店家相媲美的。我活了10多年，也就是吃了这道菜，方才知道为什么孔圣人会如此强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离开长安前还能遇见这种美食，是我之大幸。店家，再来1份金镶玉，另外再来4张蒸饼。不好意思，我们这暂时不提供主食，现在只有这么1道菜。那我从外面买饼过来，不知店家可允？你吃你的，与我何干？那就劳烦店家再做1份金镶玉，我出去买些糊饼。现在自家弹尽粮绝，提供不了主食，又何必拦着别人填饱肚子呢？不让人吃饱饭，是天底下最可恶的事了。不多一会，虾仁就端着菜出来，放在了桌子上。程家2兄弟大口吃完就离开了。丁，恭喜宿主为2名顾客提供服务，营收40文钱，净利润32文钱，获得经验值8点。掌柜的，你这是天下第一楼？没错，不过本店暂且只有1道菜，不过就这1道菜足以当得起这个名号。方才也有2位贵人过来，和你一样，他们也不信。我同他们说，要是吃过之后觉得我这菜当不起天下第一，就把我这14砸了。可你瞧瞧，我这14还是完好无损着。真有这么好吃？大丈夫还能骗人不成？你若是不愿相信，那请离开便是。那劳烦店家介绍一下你这天下第一的菜。菜名金镶玉，20文钱，先付菜钱。你说的这么简单，我又怎知你这菜具体如何？呵呵，瞧您这话说的，我就是请当世大儒过来，说的天花乱坠，写一篇文章出来。你说你能想出来当世第一美女长什么样吗？想不出来。那不就得了？便是我说的天花乱坠，不知道嘴巴里你又怎么能想出来天下第一的美味是什么样的？店家真是有趣。好，那就给我来1份金镶玉。虾仁接过银子走进厨房，不多一会就端着一盘菜出来。哇哦！真他娘的好吃！店家再来1份。等虾仁再次上菜以后，他依旧是狼吞虎咽的吃完。店家，你这菜真不愧是天下第一，不知日后会不会出一些肉菜？我不过今日接手，肉菜日后当然会有的。店家，某是新任不良人，姓周，周小三，你唤某一声小三就可。您这手艺太值得我去交您这个朋友了，日后若是碰着什么麻烦，有什么不开眼的地痞莽匪，尽管同某开口。一个男人竟有这么个名字，也多亏是小三这个词，在大唐还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只是单纯的一个数字。好，那就多谢小三了。店家，那某就先告辞了。
丁，恭喜宿主为1名顾客提供服务，营收40文钱，净利润32文钱，获得经验值8点，系统权限升到2级，新的食材已经解锁。哟，你俩是怎么回事？怎么吃饭都不积极？储量也就算了，怎么储墨你也跟着如此？父亲是孩儿今天和弟弟外出，在一家14里吃了道天下第一的美食。这一桌菜在孩儿眼中就显得有些寡淡无奇，除了鸡汤能下嘴外，其他的都有些下不了嘴。天下第一的美食？是的，天下第一，只是吃了一次，孩儿的舌头就已经快变成那家14的形状了。真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吃？明日老子跟你们一起去见识见识。此人胸无大志，难成大器。哼，流氓！掌柜的，又是这2个冤大头。要欢光临。今天劳烦店家再来3盘金香芋。我们家出了一道新菜，金丝肉，你们要不要尝一下？是同金香芋一样的好吃吗？这是自然，我的厨艺烧出来的，能有不好吃的东西吗？那不知道这道金丝肉价钱几多？30文钱一份。那劳烦店家给我们做2份出来。3份番茄炒蛋很快做好，3人开始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紧接着，第2份土豆肉丝也做好，番茄炒蛋给他们开了胃，现在正是馋虫上头的时候。哇，爽脆劲道，嫩滑的肉丝成了中和剂，除了这劲爽的感觉外，还有一层柔和作为缓冲，筋丝爽脆，肉丝柔嫩。店家，你这菜里的是什么肉？是猪肉。猪肉不是骚得很吗？怎么能做的这么滑嫩，好吃又不骚的？是有什么诀窍吗？如何把猪肉处理的如此滑嫩的法子，我是不会教给你们的，但怎么让猪肉没有骚味的法子，还是能说的。那店家是如何让猪肉没有骚味的？如何让猪肉没有骚味，关键就是在如何养猪上。如何养？店家你倒是说啊，在这里卖什么关子？这个嘛，你觉得我会平白无故的说出去吗？用这个法子养猪，不比养羊、养牛什么的便宜的多。你什么都不给我，就想空手套白狼的拿走这个法子，是不是有些想多了？是我唐突了。那店家你想要什么？我倒是认识一些官吏，如果这个法子真能像你说的那样，养出来的猪没有骚味，说不定还能给你博一个能官做官什么的就算了，你要是真想要这个法子，要么拿地来换，要么拿钱来换。你不愿意做官，有什么问题吗？那你打算换多少地，或者是说要多少钱？这人一看就是冤大头，抱头还眼的样貌，有可能就是程咬金。2亩良田，或者是100贯钱。你真要做价2亩良田？我是开14的，又不是养猪的，这个法子对我没什么用处，就当交个朋友。好，那咱就交一个朋友，就劳烦店家写出法子，我就让犬子回家娶地契去。他奶奶的！还不知道跟老子留一点吗？快去家里找2亩良田的地契出来。既然如此，那就先把这个签了吧。程咬金看了看没什么对自己不利的地方，于是就写下自己的名字。果然就是大名鼎鼎的混世魔王。其实很简单，就是把猪阉了。就这么简单？没错，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简单，怎么就一直没人想到？呵呵，你养鸡会把公鸡给阉了吗？大部分人养猪都是要留着配种，生出小猪来的。可只要生过一次，这肉的味道就会变骚。随后虾仁又给程咬金说了一些养猪的方法。等程处莫把地契送过来，他们一家就匆匆离开。陛下，程将军求见。快让他进来。是。你这厮找朕是有什么事？陛下，犬子程处长寻到了一个利民利国的法子，臣特代替犬子向朝廷献策。你也有策，说来朕听听。犬子寻来的是如何养猪还能让猪肉不骚的法子，只需在公猪发情之前将它阉了，那自然就不会生出骚味。只这么简单就可以了。程咬金点点头，又一股脑的把自己从虾仁那里听来的养猪法门导了出来，像是如何搭建猪圈，怎么通风，怎么喂食。这是你儿子寻来的法子？没错，这个法子可不是一般农家能够研究出来的，你儿子莫不是强取豪夺过来的？我老程家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真是犬子程处亮寻来的，花了2亩地，从一位不愿入朝为官的世外高人手中求来的。不愿入朝为官？是的，怀真坊有一家同福14，店家的手艺天下第一，犬子程处亮正是从他手中求来的养猪秘方。长安城里竟然还有如此奇人，明日带朕去见识下那天下第一的手艺究竟如何。微臣遵命。关于你儿子的赏赐，会在朝廷验证养猪的法子之后如实商议下放的。臣替犬子谢过陛下。丁，恭喜宿主解锁3级权限，解锁清香型白酒购买资格。请问宿主是否花费100文钱购买清香型白酒1斤，限量1瓶？
我尼玛，这种东西竟然限量1瓶，100文钱，对现在的自己来说可不是什么小数目。买这么1瓶酒，要是卖不出去，多少有些亏。还是等有冤大头上门，自己再喊一个高价出来，把钱拿到手，再买下来也不迟。我是大唐第一神厨，一盘番茄炒蛋竟让程咬金和我结拜，1份土豆肉丝让李世民要把女儿嫁给我。我的每一道菜都能席卷大唐。你确定就是这里？没错，就是这里。既然是天下第一美食，不说门庭若市，也不至于像这样门可罗雀吧？陛下，您别看这里平平无奇，或者说有些落魄，但里面的手艺，俺老程用脑袋担保，绝对是天下一绝。哼，你要是担保有用，脑袋早不知道要掉多少回了。行了，那就去看看。店家来1份金香月，1份金丝肉。不知店家今日可出了什么新的菜品？又是程咬金这个冤大头。新菜品还真的没有，不过我这倒是酿出了天下第一的酒水，唤作琼浆玉液。那给我们拿上2壶。我这酒水不按壶卖，而是按两卖，1两1罐钱。1两1罐，你这不是14，怎么又经营起卖酒的生意来了？要知道朝廷可是不准私自酿酒的。武将是没那么高的政治敏感度的，这个人是同程咬金一同来的，多半是兼有武职的文官。大唐这样的人可不多，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甚至说可能就是李世民。我家自然也是孤撒户，只不过没挂酒旗罢了。14先前都是家母操持，他能经营得起14已经颇不容易，更遑论酿酒的事。我这1壶酒不过妙手偶得，自个还在琢磨怎么能稳定出产，就先不挂酒旗了，等日后能稳定出产再说。可是我听说，若是缴不足酒税，这孤撒户可是会被夺了的。我父为大唐牺牲，只留我一家孤儿寡母的操持生计，念我母可怜，就一直替我家留着。那就先给我2人，1人来上半斤，1天1人只限1两。这是溜鱼呢，1两能尝出来什么滋味？我这酒可不是你们寻常喝的那种酒，你们没喝过，1两让你们适应适应就差不多了。要是喝多了，酒后失言，那可不是什么好事。1两就1两吧，那劳烦店家给我2人1人1两。能先欠着吗？小本生意概不赊账。那能用金子代替吗？金子能花出去吗？你给我花一个看看。尼玛，在青楼的时候，这种金叶子可受欢迎了。那劳烦店家先给我们上菜，我去让人取铜钱回来。哈哈哈，这家14还真是有趣，竟然还有这么个规矩，你吃别可不多见。二郎，我以为多准备些铜子就好，没曾想竟然还不够。你先等着，我出去差人取钱过来。不多一会，虾仁就端着2道菜从厨房里走了出来。二郎，左边这道菜是金香玉，酸甜咸鲜的口味。右边这道菜是金丝肉，口感口味都是绝佳的一道菜。是吗？让我来尝尝。哇，汁水丰富，入口之后，一泓清泉喷涌而出，将口腔里升起的风暴压住，回味无穷啊！李世民和程咬金这种5大3粗的汉子对土豆肉丝极其偏爱，李立志就对番茄炒蛋爱不释口。不一会儿，就有人送钱来了。店家，把你那什么琼浆玉液端上来吧。虾仁收起钱，然后从系统买下酒，分出2杯1两的酒，就这么给他们端了上去。店家，你这酒具有些落了雅兴啊。这可是我家最好的酒具了。对了，给你们提个醒，这酒入口虽柔，但内里却烈得很，喝的时候别太急躁。哟呵，不辣。好酒，他奶奶的，是真的烈，老子都差点没驯服住他。是吗？让我也尝尝这个酒。哇，入口柔，一线好，好酒，这才是男人应该喝的酒。店家，再来1份金丝肉。店家，再来1份金香月。姐姐，你长得好漂亮。眼前这个小女孩正是虾仁的妹妹虾露露。你也很好看呀。姐姐长这么漂亮，是因为天天洗澡吗？自然是要天天沐浴的。哥哥没有骗我，要长得漂漂亮亮的，果然是要天天洗澡。姐姐也不容易呀。不多时，虾仁又端着2盘菜上来。店家，你这酒好，1罐值。就是卖的太少了，要是能多一些就好了。店家，令尊是为大唐捐躯了。是啊。那我又听鲁。听师姐说，你不愿意入朝为官，难道是因为你父亲的原因？倒不是因为父亲的原因，只是单纯不想入朝为官罢了。我素来有相人之能，看你也不似寻常人物，卖给知节的那养猪法门也非常人能钻研出来的。你有本事，为何不当官为民，上报国家呀？程咬金称他为二郎，他称程咬金为知节，这人不就是李二吗？你礼貌吗？我们很熟吗？
客人，你想入朝为官，那是你的志向，我不愿意当官，那也是有我的考量。每个人的追求不同，没必要把你的追求强加在别人的身上。我这里经营的是14酒馆，客人来这里吃好喝好，那不就好了？如果你有什么苦恼，我也可以倾听，可以提出一些意见，大家萍水相逢，陌路人同福就好了，不是吗？对，店家说的是我唐突了。长得好看，做菜好吃，现在还能把自己父亲对得一点脾气都没有，这个男人真有趣。吃饱喝足，三人便乘坐马车离开了。陛下，您不是出去吃天下第一的美食了吗？怎么一身酒气就回来了？您这是喝了多少？是去吃天下第一的美食了，不过也尝到了天下第一的美酒，喝的倒不多，只不过1两而已。现在酒劲是上来了，1两酒能到这种程度？那不是寻常的酒，酒如其名，就是琼浆玉液。朕这么多年是头一次喝到那么好的酒。那家14真有卢国公说的那么好？哼，观音陛呀，你是不知道，那瓜怂没说清楚，朕还以为那世外高人是前隋移民，可谁能想到那14的店家竟是个比程前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不过可惜，朕没问出来他为什么不愿意入朝为官。还有陛下您问不出来的事，他就这么枉视你吗？在他面前我可没暴露自己皇帝的身份，朕是做了这个位置才知道得兢兢业业胆颤心惊的，不能做出哪怕一点不该皇帝做的事。他那倒是个好去处，店家做的菜好吃，说话也有趣，就当是和他交个朋友。朕也是需要一处散心的地方啊。陛下且先休息着，臣妾去给您煮一碗醒酒的粥。同府那家的人该死了吧？他们家现在情况怎么样？掌柜，那家14好像生意做起来了。做起来了？如何做起来的？他家还能从别处买着菜，谁卖给他们呢？我也不知是怎么起来的，眼瞧着像是下家大郎接手了14的生意，在外挂了一个什么天下第一楼的牌子，然后就有了些客人。今天下午甚至还有一辆马车停在他们14外里。你可曾注意到是多少层，就是有多少匹马拉着的？我没注意这个，马车旁有几个很凶的汉子看守着，我不敢多看。找几个生脸装作客人去同府14打听打听消息，让他们多看多听多留意。是。第二天，虾仁刚开门营业，3个人就凑了过来。店家，您这是开门营业了？对，是营业了。客人是想吃点什么吗？没错，店家，我们就是过来吃饭的。不知店家，您这里是有什么菜？小店暂且只有2道菜，一道是金镶玉20文，另外一道是金丝肉30文。你这菜是金子做的吗？怎的就那么贵？我这是天下第一楼，菜肴也是天下第一的菜式，卖20-30文，又哪里贵了？这生意嘛，你情我愿的。3位客人若是觉得贵，自可以不用在我这用时。那我3人商议一下。掌柜，你莫不是在消遣我们？哪里的事儿，我咋就消遣你们了？你让俺几人去的14，里面的菜金贵得很，一道最便宜的都要20文，你给的这5文能有什么用？什么20文？那家14这几天有些变动，详细情况我还尚不知道。你们方才在那家14听到了什么话？还请详细和我说一说。我们才进那家14，店家就说他们只有2道菜，叫什么金什么玉的，一道是20文，一道是30文，还说他们是天下第一的菜，所以卖那么贵的价格。劳烦您3位把他们的那2道菜都尝试一下，再打探一下他们做菜的厨子是谁，其他要打探的东西照旧。掌柜，瞧您这说的，放心好了，我们一定把这件事给你办得妥妥的。店家，把你们那2道菜都给端上来。您3位考虑好了？我们兄弟3人商议了一下，对您这天下第一的菜有些好奇，就想来尝一下，就劳烦店家动手吧。我这规矩是先付钱后吃饭。就是程家的冤大头过来的时候，对自己这个规矩都有质疑，要是没自己那句不好吃就砸了自家店的说辞，那2兄弟也不乐意做这个冤大头。可这3人竟然一点质疑都没有，这么乖巧的把童子交了出来，难道这3人是商业间谍？那客人，你们稍等一会，我这就去给你们做菜。不多一会，虾仁把菜端上了他们的桌，随后3个人立刻抢起了食，满心都被美味的食物占据，把快活林掌柜的话给抛到了脑后。别光顾着吃东西，你们倒是来问我些什么啊？这间谍不合格啊！白瞎了花这钱的人，为了3头猪出来。你们可打听出什么消息来了？那家14的掌柜并不是您说的妇人，而是换了一个人。换成谁了？长什么模样？是一个生得很好看的男子，很年轻，长得比城隍庙里的城隍还要标致。虽然俺们是站在您这边的，但有一说一，那家的吃食是真的好吃，说是天下第一，一点都不为过。你们可瞧见那厨子长什么模样？那14的厨子就是那个年轻人本人。真假？
你莫不是在寻我开心？他咋可能会做菜的？真的是他，我还去看了一眼，没有别人了，菜真是他做的，那菜是真他娘的好吃。行了行了，真是三头猪，我亲自去看看。等到傍晚，太阳渐渐落下，虾人正准备关门的时候，一个人缓缓走了过来。个人是要吃食吗？正阳仙子，你莫不是不认识我了？是你个坏人，哥哥就是他，之前一直欺负娘亲，欺负我们家。原来是你，这么晚来我店铺是有何贵干？贤侄真是好手段，本以为你家维持不了几亿，没想到你竟然能力挽狂澜。我来这是想和贤侄做一个生意。一盘土豆肉丝竟成了长安第一美食，而快活林掌柜得知此消息后，竟然想强行收购我的酒楼。我大唐人向来是讲仁义礼智的，所以我琢磨了一下，2贯钱买你这家食肆，你看怎么样？呵呵，你倒是一名合格的商贾，脸皮够厚，心够黑的，说出这种话也不怕笑掉自己大牙。厚脸皮，黑心肠，2吊钱就想买我家食肆，哼！我哥哥酿的酒1两就卖出去1吊钱啦。贤侄，我还没规矩，你叫我什么？贤侄，贤侄是你能叫的吗？叫我阿爷，明白了吗？算了，你便叫我名字吧，有你这么个孙子，我也是够丢人的了。哼，不愧是读书人，倒是牙尖嘴利。现在给你个机会，2吊钱把你这铺子卖酒的资质、那2道菜的做法，还有酿酒的法子都卖给我，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呵呵，你这屁放的真响，真够臭的。不识抬举的东西，你给我等着。我儿啊，是发生了什么事？刚才一条老狗过来，朝着我吠了几声，但你儿子我有浩然正气，他就夹着尾巴逃了，还放了一个很臭的屁。女儿佳佳怎么能说这么粗鄙的词？一天天净学一些不好的东西。今晚我考教你，看看这段时间你进步如何。你哥哥抽出时间教你识字，可千万别浪费了。没必要这样，还是哥哥好。晚上点灯读书容易熬坏眼睛，明天再考教也不迟，早上脑子还清醒一点。对了，娘，你说咱们搬到2进2出的大院子里，你觉得怎么样？别赚了些钱就想着挥霍，你以后娶媳妇什么的都是花销，那些好人家的姑娘养起来可是要花不少钱的。再说了，2贯钱只能买一间比咱家好一些的门面，2进2出的大院子，那少说也要40-50贯。放心好了，是有人会免费把一座2进2出的院子送给我们的。怎么可能？2进2出的院子那可是豪宅了，会有人拱手把这么金贵的东西给送过来？一真，你今是怎么了？怎么看起来兴致不高？这就跟水似的，寡淡的很。你这浑人，这可是都久时前的郎官清，怎么就寡淡了？怎不寡淡？前些日子我同陛下一起去喝了份琼浆玉液，那才是真正的酒水。1杯酒而已，至于让你这么魂不守舍吗？瞧瞧你这话说的，什么叫1杯酒？那就是琼浆玉液，说不得天上的仙人都吃不了那种酒水。有这么夸张吗？当然了，那家食肆除了酒水天下第一之外，吃食也是天下第一。你这也太夸大其词了吧？这也是陛下认定的事，你们不信我的话，还能不信陛下的话吗？不信的话，明日你们谁做东，我们一起去试试。你提议的就该你做东，那酒可是1贯1两，为了请陛下吃酒，我可是砸了不少钱进入，俺老程可不会再做冤大头了。好吧，那算我头上，我来做东。明日咱们中午就去，我可是听店家说了，他那酒水都是限量的，若是去晚了，被别人买走，那可就亏大发了。明日午时怕是不行，明日手中事务繁重的很。那就等下午吧。店家，你那琼浆玉液卖出去多少了？已经卖出去2两，还剩14两。已经卖出去2两了，某的俸禄还得等下个月初，还有几天的时间，就不知道剩下来的这些酒能不能等到那个时候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还以为这么贵的价格不会有人心动呢。店家的手艺那是有担保的，不过你说的也对，倒霉事还真是一件连着一件的来。你们是遇着什么难题了？昨个今晚的时候，我2人正准备来店家你这进食，可刚巧撞见一桩案子，趁着天色泛小，一个男人抢了一位老妪的背囊，有另外一个男人见义勇为，跑了半条街，擒住了那抢包的人。可好巧不巧，2人都蓄着胡须，穿着同样青色的袍子，甚至就连口音都是差不多。我2人审理了一晚，他们都互相指认对方是贼。他们跑得太远，老妪有没看清他们的脸，分不清究竟谁是贼人，可头疼死了。我当是什么事？这有何难？我已经知道谁是贼了。真的，你又没见他2人，怎知谁是贼人的？你且让他2人同时开跑，跑得慢的就是贼人。店家，这是何意？
贼人抢了老妪的背囊，见义勇为的人追了半天街，追上了贼人，这就说明贼人跑的要比见义勇为的人慢，否则他是不会被追上的。贼人要是跑得快，那他不就逃之夭夭了？原来如此，店家真是聪慧。那我们就先告辞了，回去把这件事给解决了。小三哥，劳烦你处理完今天公务之后再过来一趟。你是有什么事？县衙那边倒不着急，反正已经拖了一个晚上。并非是什么重要的事，小三哥，你先处理公务吧，待你有空闲了再慢慢同你们说。周小三点点头，应了下来，转身带着何姓男子离开，往县衙去。丁，宿主经验值满足要求，4级全线解锁，获得青椒、蚝油、豆豉、虾筋。有了蚝油、豆豉、辣椒，有一道新菜就可以推出来了，而且正好是用五花肉做的一道好菜。自周小三走了之后，14里就再没客人过来。虾人百无聊赖的等着，一边教着苦着一张脸的妹妹认字，等到傍晚的时候才有客人过来。店家，我们3个人，3两酒，金香月、金丝肉各来2份。本店又出了一道新的菜品，是一道颇为下酒的菜式，您要不要尝个鲜？是什么菜？脆椒肉。那就来金香月、金丝肉先来1份，再来1盘这个脆椒肉。对了，这道菜价钱多少？60文。番茄炒蛋和土豆丝一上来就被3人全部吃光了。等到第2盘菜上来的时候，他们已经馋得流口水了。脆椒肉，那这个东西就是脆椒了。它名字里沾着一个椒字，你吃的时候可得做好心理准备。店家，咱可不像读书人那样交代交过而已，您只管把酒给我们盛上来就行了。一真，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一道菜还把你给吃哭了？太好吃了，我是被这么美味的菜感动的哭了。你试试这脆椒，你就知道了。哎呦啊！小小的14里，顿时就有3个人倒吸着凉气，3个5大3粗的汉子一起被辣得哭了起来。虾人也是把酒端了上来。怎么样，这道菜还算合你们的口味吗？不愧是脆椒，这味道够劲。不辣。好酒，一真，你这瓜怂还真是找到了一家了不得的14。店家，再来1份金香月和金丝肉。你确定现在那家14里是有客人的？别他娘和中午一样，等咱兄弟几个过去了，连条人影都没。他们是长安城里的一伙地痞，快活林掌柜掏了500文将他们这堆人请过来，要求也很简单，那就是见同服14有客人的时候过去闹事。绝对有，大兄您就放心，这次我可是瞧好了才来给您通风报信的。咱虽拿了人家钱，但也没必要把自己折腾进大牢里。进去之后尽量别动手，就是动手也只砸一些做碗盆碟，别动了人。几位客人想吃点什么？爷几个当然是来吃饭的，不过爷几个见不得屋里还有其他人，店家统统都给老子赶出去。我知道你们不是过来用食，而是过来找茬的。在你们闹事之前，我给你们一个忠告，这里用食的人不是你能惹得起的。话我说到这，接下来该怎么办就看你们的了。好你个店家，这是要借我们这把刀杀他们这群人呀？好刀就要用到好地方嘛。店家真是个有趣的人，那某这把刀就放在这，看看店家要怎么用某这个刀了。这群人怎么都这么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难道真是自己得罪不起的人？要试试刀锋不锋利吗？今天某就放过你一马，不过等明日某还会来，你就期待这些贵人天天都在吧。店家，要某替你解决这件事吗？一些小鬼而已，倒不用你们出手。兄弟们撤，明日再来收拾他。我有说过你们能离开吗？哟呵，店家这是什么意思？小店只迎食客，不迎闹事之人。你们既然来了，就这么轻轻松松的走了，岂不是太便宜你们，太委屈我了？不找你麻烦，已经是给你最大的便宜了，难不成你还想从我们身上拿走什么不成？大兄，咱该怎么做？给他点教训，下手别太狠，让他知道该怎么说话就成了。一盘番茄炒蛋竟卖出天价，然而快活林掌柜却派3个小鬼来捣乱，看我如何教训他们。给他点教训，下手别太狠，让他知道该怎么说话就成了。露露，去后院取麻绳过来。店家，你这身手颇为不俗，是曾练过的。勉强有自保之力罢了，不足为道。真不用某帮你解决这件事？不用，我已经联系了魏不良人，这群小鬼就让专门处理小鬼的人来调理吧。随后虾人把这3人关到了后院。
这店家还真是有趣，知我几人身份不一般，却不寻根问底，也不攀岩附势，想卖他个人情都卖不成。我现在可都还欠着他一份人情呢。这个案子你竟然破出来了，说说你是如何让贼人伏法的？两人口径中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见义勇为之人追上了贼人，所以某让他们在县衙里竞跑，慢者自认是贼。你竟然还有如此计谋！大人，此计策并非是小人想出来的。小人午时出去觅食，把这件事说给了店家听，店家只听了一遍，就点出了其中的关键。我长安县还有这种奇人能事，那位能人今岁几何？具体年岁小人不清楚，只是看他模样，应当是乙籍贯。好，那你就帮本官给那能人带句话，且问他愿不愿意入我县衙为例。那我这就去问问。店家，这事可多亏你了，那案子用你的法子，顷刻间就破了。那就太好了。今日县令赐我100钱以资奖赏，店家就给我来2道金丝肉，某要吃个爽。不着急，小三哥你帮我个忙，今晚我请你吃菜。怎的？店家是遇着什么麻烦了？我这家14早就被人盯上，只是自我接手后就起死回生，没随了那人的心意。如此一来，那人自然就不满意，今晚还寻了些地痞莽匪，想要找我的麻烦。店家可记住那些人的相貌，某别的本事不说，地痞莽匪这一块我可是熟得很。找我麻烦的人我已经抓住了，就在后面绑着呢。但解决这些小鬼也只是治本不治根，得解决了想要寻我麻烦的人，才能一劳永逸。店家，你是想要我去解决找你麻烦的人？倒不用这么劳烦小三哥，我只是想让小三哥在我待会和那群地痞流氓说话的时候，站在我身后替我撑场面就好了。站在你身后替你撑场面？没错。不过举手之劳，现在就来吧。你们说那店家会怎么处理我们？他能怎么样？他只要还想在长安经营14，就不可能对我们动手，撑死关我们几天，误我们几日，我们又不是说没握过。等他把我们放出去，再多叫些人手给他好看。你们几个说什么呢？店家，你想怎么处置我们几个？先不说怎么处置你们，给你们介绍一个人，你们看看认不认识？三哥，童娃，是我啊！没想到店家叫来的不良人竟是三哥，真是丢脸丢到您面前了。认识。某在当不良人之前，同他们有过一段情谊。哦，原来如此。既然你们认识小三，也知道他身份，那事情就好办了。某狗眼不识大人，冲撞了您，某愿认打认罚。我是那么粗鲁的人吗？放心好了，你们也不过是被人利用，无心之失，我又怎么可能会打罚你们？但是你们毕竟是做错了事，不仅是冲撞了我那么简单，还冲撞了那3位贵人。你们知道那3位贵人的身份吗？不知道。具体身份我也不方便告诉你，你只需要知道他们3位都是国公一级的人物。真的？我不过白身，你也不想想编排国公是什么罪名，我会这么做吗？你知道在我把你们抓起来之后，他们讨论了你们很久，你可知道他们最后不情不愿，还是我费了很大功夫才把他们劝住的。店家，小人该怎么做？我倒是可以教你们一个法子。店家请讲。谁找你们的，你们就问他要钱，至于要钱的名，我都替你们想好了。工伤。店家请明言。你们拿他钱财替他消灾，被我打伤是因为你们替他做事，既然如此，你们的伤就该由那个人负责，像是什么治疗费、疗养费、心理创伤费等等。店家，何为心理创伤费？你们3个没打过我一个，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这个也是需要补偿的。像是治疗费，1人1罐，疗养费按照1人1天100钱来算，伤筋动骨100天，这1人就是10罐。心理创伤费起码得和治疗费一样，1人1罐吧。更不要说你们被我打伤之后不好找工作，这误工费也得算上去吧。那人给你们开了多少钱？300文。那就是1人100文了。那这么算来，误工费1人1天100文，伤筋动骨的这100天里，你们的工钱也被耽误，这就是10罐。这么算来，1人就是22罐，拢共可以向他要66罐。这么多，他能给吗？你别想着他能不能，你得弄清楚，你要赔付的是那3位贵人，哪怕要不到，你们也要摆出态度来。如果指使你们的那人始终不肯掏这笔钱的话，你就让他来找我，到时候我也可以劝一劝他。店家，大恩大德，某无以为报，日后有用得上某的，尽管吩咐。报不报什么的，日后再说。现在宵禁还没开始，趁着这个时候快些去吧。店家，你就这么放过他们了？呵呵，放过他们？你怎么会觉得我这是在放过他们？算了，我是憨人一个，若是他们不听管教，还想寻店家麻烦的时候，再来找我就是。这是多谢你了，若没你镇场也不会这么顺畅。
你在这里坐会，我去给你炒几个菜。对了，我家大人，也就是现如今的长安县令杨转杨大人，想要请店家您入府衙为官吏。您看，算了，小三哥，你帮忙拒绝了吧，我可没有治事的打算。也对，你这手艺要真做官吏，那可是屈才了。掌柜，抛去成本，今个咱共赚了73文钱。听起来不多，可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得的数据了，一个月就能赚2-3贯，放在整个长安城都算得上是高收入人群。掌柜，您可没跟我们说过那人是这么的不好打发。你们这是限制几位贵人，后面又有不良人，您这哪是让我们去找他麻烦，您这是让我们去送死的。能否详细同我说说？我等过去，按照你的吩咐，准备找那家14客人的麻烦。可谁能想到，竟是冲撞了几位不是我们能够招惹得起的贵人，而且那14掌柜竟意外的能打，我们兄弟3个也不是他的对手。最关键的是，那位店家与一位不良人交好，若不是我等与那不良人相识，怕是连那家14的大门都走不出来。贵人是什么样的贵人？是那种杀了我们跟在一只鸡一样的贵人。这事咱兄弟几个是没办法再帮你继续去做了。不过有些账我们之间还需要算清一下。300文钱不都是已经结过了吗？还有什么账需要去算？治疗费1人1贯，疗养费按照1人1天100钱来算，伤筋动骨100天，这1人就是10贯。心理创伤费起码得和治疗费一样，1人1贯吧。我们现在受伤了，不好找工作，这误工费也得算上去吧。拢共算下，你再给我兄弟几个66贯就可。66贯？你这是要讹我？讹你？兄弟几个替你办事，落得如此下场，你不过本本分分替我们公账出钱罢了，又怎么谈得上是讹？难不成掌柜是想和我们在衙门里见了？这应该的，应该的。工伤是应该我出，只是您要的这钱太多，我拿不出来。这样吧，我出1贯给兄弟们养伤，往后1年来我这吃饭免单。掌柜，这工伤的钱1文都不能少。都是苦命人，又何必苦命人为难苦命人？掌柜，苦命人何必为难苦命人？你把这钱掏了不就好了？你以为这笔钱真能落到个几个手里？我这人嘴笨，有些道理是和你说不清楚的。不过同福14的店家说了，掌柜你要是想知道更多的事，可以找他去了解一下其中的利害关系，他会同你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问我要钱，是瞎人那小子的主意。明天我再去找瞎人小儿，今晚你等就在这里休息一晚吧。哟，这不是快活林的掌柜，怎么今一放早您就来找我，这么有闲情逸致的？是你让童娃他们狮子开口向我要钱的，那是工伤，更何况他们要这些钱能用在自己身上的有几何？不还是要给贵人赔礼道歉？你就这么打着贵人的旗号做事儿，不怕贵人知道了迁怒于你？呵呵，你觉得他们会迁怒我，还是会迁怒你？我知道你的本意不是要那100多贯钱，说吧，这件事你究竟想要咋解决？听说你在永安区那有一座宅子，那宅子挺不错的，想来花了你不少铜子。你真是好大的胃口！一座宅子而已，吃得下来，再不济我煮些山里红也能消食。这事就当我印在房契、地契，我待会就差人给你送来，同你去县衙走一遭手续。别忘了书姑，书姑是大唐的一种税款，贩卖牛马、车、房子，朝堂就要征收一部分的钱款，每万文400钱，按照现在的市价，至少要付1贯多的书姑。我已经同瞎人的小儿说好，这件事已经解决了。那要恭喜掌柜了。你们退去吧，我这还要迎客。掌柜，这工伤的钱我们可都还没拿到手里。你什么意思？就按昨晚说好的来，1贯钱，往后1年我兄弟几个可来你这拜时。好，很好，真的很好，账房支他们1贯钱。好，掌柜，就多谢你这钱了。掌柜就这么把钱给他们了。他们有命拿这个钱，但有没有这个命花，那就不咋好说了。今早是谁在敲门？送房子的。你是说那个2进2出的大宅子，不要钱，免费送？书姑都是他们出。哥哥，那咱家以后就可以住大房子了。对，以后就可以住大房子了。店家，我家掌柜让我把地契、房契来交给您，您若是有时间，现在就可以去办了手续。这事就由娘你去办吧，我且留下来看店，说不定就有客人。他们走后，虾仁等了一上午，还真有客人来。是漂亮姐姐。虾仁穿越大唐，觉醒诸天美食系统，一盘金镶玉竟让程咬金和他结拜，一份金丝肉让李世民要把女儿嫁给他。
他的每一道菜都能席卷大唐。露露几天不见，你长胖了。那是我哥哥的手艺太好了。今天我就是来吃你哥哥做的饭的。店家，来2份金镶玉。我这出了一道新菜，叫做脆椒肉，你要不要来一盘？是和金镶玉一样酸酸的吗？不是，而是一道颇为重口的菜。昨天那个和你一起来的胡子最大的那个客人吃了这道菜之后，都直接吃哭了。那就给我来一道试试。店家，多少钱？60文。不多一会，热气腾腾的3道菜就上齐了。这么好看，闻起来也很香的东西，一定会很好吃吧？吐出来，漂亮姐姐，你快点吐出来。姐姐，不哭不哭。别哭了，喝点牛奶解辣的。不能吃辣的，吃肉就好了，肉上的辣味不是很重。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这样？这叫脆椒，是和花椒、胡椒一类的香辛调料，吃进嘴里的那种感觉叫做辣，并不是人人都能吃辣的。你要是不喜欢吃肉就可以了。店家，劳烦再给我来一些牛乳。还要吃？买水螺，煨水干净清冽的水螺，1桶只要1文钱，烧水做饭，浆稀衣物。哇！天下第一的14。今天回来这么早，买的水这么多。娘今天还是什么东西都没吃。今早煮了些粟米粥，娘一口都没吃下去。我今个看到一家14，在门口就能闻到飘香的菜味，我想带娘去试一试。那快去试试。只是那家14挂着天下第一的牌子，不知里面的菜会多加几何，我们积蓄又不多。有你这么说话的，铜钱以后再积蓄着就是了。难道你就这么想看娘了是？倒是委屈你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委屈又能怎么办？你在看什么？你也是够勇的，吃得多还喝了这么多牛奶，是很容易闹肚子的。回去以后小心一点。真的吗？好东西吃起来也是要有个度，下次可注意，别这么暴饮暴食。哥哥坏人，不提前提醒姐姐。光说有什么用？这事不切身体会一下是记不住的。再说了，吃坏肚子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难受一晚上那不就好了？这位相公和夫人，敢问这家14的店家何在？我就是这家14的掌柜，客人是过来吃饭的吗？不知您这里最好的菜多加几何？这是你娘？对，这是我娘。她这是怎么了？我娘犯了厌食症，打3个月前我婆娘生病，我娘节衣缩食的照顾她之后，就再没肯好好吃过东西，往日都是俺和俺婆娘硬给她灌下去一些米汤，我娘才没饿死。今天俺在街上卖水，闻到您这里的香味，我就寻思带我娘来您这里吃一顿，说不定就能治好我娘的厌食症。我也不确定我做的饭菜有没有用，不过倒可以试试。您就点一道金镶玉吧，20文钱。酸甜口味的番茄炒蛋很快出锅。哇！酸甜的滋味在老于口腔里爆发，刺激着他蒙尘已久的味蕾，撬开了那道紧锁着的名为食欲的大门。这一盘菜很快见底。粟米粥1文1碗，要不要？要，当然要。老于并没有抗拒，一碗粥很快就入肚。店家，能不能让俺见一见做菜的大师傅？俺想当面谢谢他。我就是厨子。多谢恩人救母之恩。不是我救了你娘，我不过是规规矩矩的接待了一位客人罢了。你不必谢我，你要谢你自己，谢你媳妇。是你们这段时间含辛茹苦照顾着你娘，你娘才能活下来。你出了钱，我做了菜，咱们之间只是单纯的金钱关系。你要是想感激我，以后有时间了多光顾一下小店就好。外出之后也不必说是小店救了你娘，我这只是14，能满足人的肠胃，可治不了人的病。你真是有本事，做的菜竟然能治好一个人的病。可你为什么不让汉子说是你救了他娘？说出去你生意不是能更好吗？厌食症这种病诱发的原因很多，那汉子的娘得这种病，可能就是之前照顾他媳妇的时候饿出来的毛病。我做的菜能刺激出他的食欲，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是误打误撞罢了。这不代表我就真的有这个本事。要是这事传出去，有人带着患厌食症的人来我这吃饭，可病没好，该吐还是吐，吃不下还是吃不下，那你说受罪的是谁？哥哥，书上不是说要做好事吗？那个老妪这么可怜，看起来他们也很穷的样子，为什么要收他们的钱啊？做好事也不是说就一点报酬不要。《吕氏春秋》里记载着这样的一件事，说孔子有个学生叫端木赐，也就是子贡。当时鲁国有一条规定，说是鲁国人如果在外遇见同胞沦为奴隶，把人赎回来，恢复他们的自由，那么就可以得到鲁国的奖赏。
子贡熟人，可他没要奖赏。他的老师孔子孔圣人听到了这件事，就骂了子贡一顿，说他错了，他做好事不要补偿，以后就不会再有鲁国人救自己的同胞了。后来子贡汲取了这个教训，在外救了一位溺水的人，收了他1头牛的感谢礼。孔子听了后就很高兴，说以后鲁国人就会更加勇敢的去见义勇为了。你说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告诉我们以后不要落水，落水之后就要损失1头牛。哥哥是这个道理吗？别听他的，他可能没有吃坏肚子，但一定吃坏脑子了。哼，你才吃坏了脑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想要做好事，自己付出的损失一定要得到相应的回报，否则看起来像是在做好事，实际上是在做一件坏事。所谓的道德便是这样的一件事，于己无损，于人有利。好人啊，可不好当，好人是最容易被枪口指着的。既然现在没有客人，你们一个不想读书，一个又觉得无聊，这样吧，我教你们一个游戏。什么游戏？这个是我知道的一种游戏，叫做斗地主。3是这里最小的牌，所有牌都能管得住它。然后就是按照顺序来，4、5、6，等到10之后就是星、月、日，1是比日大的，然后是2比1大，后比2大，黄是最大的。我有问题，为什么1要比星日月大？可能是1生2， 2生3， 3生万物，所以1要比日月星大。那这样的话，不应该是3比2大吗？那这就是一段很长的历史了。如果要说的话，可能要说1天1夜。你是想玩游戏，还是想听这个乏味、沉闷、无趣、说教意味还很浓的历史呢？玩游戏。游戏这种东西，如果没有赌注，那就不好玩了。赌注铜钱吗？赌钱是不好的，你不要带坏小朋友。不如我们就赌小乌龟吧，比如说地主叫了3分，然后他赢了，就可以在其他2个人的脸上各画上3只小乌龟。如果他输了，就要被剩下2个人在自己脸上画上6只小乌龟，怎么样？好，我要给漂亮姐姐画乌龟。你今天怎么在外玩了？你这脸是怎么回事？我和同福14那兄妹俩玩了个叫斗地主的游戏，输的人就要在脸上画乌龟。母后，我被他们欺负得可惨了，输了以后再赢回来就是了。只是母后，只是什么？只是你脸上有一半画的不是乌龟，是王八呀！哼，这些王八都是瞎人画的。丁，宿主经验值满足要求，5级权限解锁，解锁新物品：生抽、大米、盐。哟，这是一种长粒米，晶莹剔透，圆润饱满。除了米的气息之外，甚至还有一股芳草地势的清香。果然系统出品的都没有差的。店家人呢？快点出来！这金玉满堂，我保证你是在大唐第一个吃到的。真的吗？入口之后，米饭脆韧的感觉在他嘴里迸发，随着他的咀嚼，一点一点的渗透出来，油而不腻，甚至还有一点点清爽的滋味。一盘炒饭很快就下肚。虾哥哥，再来一碗。这道美食早上吃1份就好了，再喝杯牛奶，吃2个鸡蛋。是没有食材了吗？不是没食材了，只是油腻的东西早上最好不要多吃，吃多了对身体不是件好事。早上是一个人苏醒的时候，也是肠胃苏醒的时候，油水充足当然是一件好事，可凡事都讲究一个度，油腻过度可不是什么好事。那这些东西多少钱？送你的。这么好的吗？我在你心里的形象就是那么不堪吗？一杯牛奶和几个鸡蛋而已。你不是坏人，但你肯定不是什么好人。我父亲说了，要远离你，不要跟着你学坏了。什么叫跟着我会学坏？你看看露露跟着我学，是不是特别的聪明机灵？没错，我哥哥是最好的，跟我哥哥能学到好多好多东西。行了，快吃早饭吧，等会和露露一起学一下算术。算术是他们2心头永远的痛。上午没有打牌，3个人都在学习，直到中午的时候，周小三以及那位何姓男人过来。店家，那酒还剩着有吗？正好还剩2两。那真是太好了，且给我2人，一人来上1两，再来1盘脆椒肉。好酒啊，可惜了，店家你这只剩下来最后这么2两，日后我2人是没这个口福了。店家，你还打算酿琼浆玉液出来吗？不会了，不过我这边打算酿造另外一种酒，虽然比不上琼浆玉液，但也算是一种不错的酒水了，至少比市面上的那些浊酒要胜过一些。对了，店家，你那宅子的手续已经办好了，这几日你要是想搬进去，那就搬进去吧。终于好了啊，露露，待会等娘回来，把这个消息告诉娘。还有一个消息，童妈他们死了。他们几个也算是好汉子，以前东郊狩猎那也是勇猛过人，可惜沾了毒瘾，被人报官发现尸体，他们都不知死了几天，尸体都在水里泡发了。在哪发现的？大暗房，都快出暗化门了。抓到凶手了吗？死的只是几个地痞而已，又没苦主，
鸡兄又向来是苦差事，这几个人死了也是好事，指不定敦义、大同那几个房事的人现在正欢呼庆祝，没必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倒不这么觉得，小三哥话是这么说不假，可小三哥你们俩真愿意一辈子只当一个不良人吗？店家这是何意？你说这人该如何出头？家里有人，贵人扶持，拿钱买官，我们这种平头百姓就不用想了。小三哥说的也对，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贵人为什么会扶持？无非就是贵人看对眼了。小三哥说的其实没有错误，就是贵人看对眼了。可为什么会看对眼？何兄，尊祖父是前隋工部尚书。没错。那你觉得尊祖父为什么能做前隋的工部尚书，还被前隋帝重用？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前隋帝是个好大喜功、骄奢淫逸的人，而尊祖父是天下少有的良将，故而前隋帝重用尊祖父。原来如此。所以为什么会被贵人看中？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贵人觉得你这个人有本事，用你是对他有好处的。现在不良人里多是那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一个愿意承担责任的，你东厂。别人不愿意接手的事，你们接手；别人不敢去做的事，你们去做。总之一句话，别人能做的你们去做，别人不敢去做的事，你们更要去做。不仅去做了，而且还做好了，这样小三哥你们几步就能脱颖而出，被贵人看中，得到重用了。好像是这个道理。这次的案件就是你们两位的突破口，别人不愿去管，你们管了，凶案查清，一来证明了你们的能力，二来也给你们的那位杨大人多一份功绩。店家，你说的对，一句话惊醒梦中人。案发已过数天，没有头绪，这案子不好查。也不能这么说，头绪我多少是有一些的。店家，劳请你说一说。谋杀案无非是因矛盾而起，所以调查最近同那群人有矛盾的人不就好了？最近同他有矛盾的那可真不少，被他们勒索的平头百姓多得很，要一个个调查起来，不知要费多少时日。为什么要调查那群人？你们想想，他们这群人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最近发生的事，可不就是他们受人委托来你这家店铺里闹事？没错，他们受人所托来我这店铺里闹事，也就是说，他们手里是得了些童子的，至少这段时间在钱没花完之前，是不太可能继续勒索平民百姓的。如果被他们勒索的人想要杀他们，恐怕早就动手，而不是等到现在他们不再勒索的时候。那就是赌方，赌方的人向来心狠手辣，他们还不上钱，杀了也是常事。如果是赌房的话，这事可就麻烦了。城中能开起来的赌房，背后注定是有王公贵族扶持着的。怎么可能是赌方？他们方才赚了些钱，就算在赌方欠款了，也能还上一些。赌方岂会对他们痛下杀手？可既然如此，不是赌房，也不是被他们勒索的，还能是谁？这样还能有人对他们动杀手？当然，不仅有，而且有两个。小三哥，你二位是灯下黑了，其中一个有可能对他们下杀手的人就是我。他们扰我生意，我与他们自然是有仇的。另外一个人呢？至于另外一个，那就是雇佣他们的那个人了。什么？雇佣他们的那个人？我先前同他们说了工伤的事，让他们去问那人要些钱财，同贵人赔礼道歉。说不定雇佣他们的那人就因此事迁怒他们，对他们痛下杀手，也未尝没有这个可能。店家，那你可知那人是谁？快活林。原来是他。先前一直想动店家的，原来是那家14。怕是盯上了店家的手艺，如此不择手段，还真是下作。能为了几道菜就想让一家子人吃不上饭，怕也是真的能做出来害人性命的事。小三哥，你们先好好喝酒就是了。快活林那么大的一家14，总不至于长腿跑路，时间充沛的很。店家说的在理。哥哥，漂亮姐姐的爹爹来了，快去接客啦！不要乱用接客这个词。为什么呀？不要多问，下次用客人来了就好了。店家，小女这段时间在你这是在学这些东西？怎么不乐意她学这个？哈哈哈，只是没想到店家竟然还是算学大家。至少这道今有赤兔同笼，上有35头，下有94足，问赤兔各几何的问题，我琢磨了有一会，连点门道都没琢磨出来。就不问你要束修了，但之前你多少得出一些，教他读书算术，可费了不少纸。不过是纸而已，明日我差人给店家送一些鹿和纸来，若是不够用了，再同场同这儿说就是了。那就多谢了。今日客人准备吃一些什么？来一份脆椒肉，一份金镶玉，1两琼浆玉液，再来一碗这儿说的那个金玉满堂。琼浆玉液已经卖完了。什么？卖完了？真是可惜了。店里可有其他酒水吗？暂无，新的酒水还在酿造中。那就这些了。很快菜便上齐了。店家，还劳烦你来一趟，我等还有个问题想要向你请教。店家，衙门近日遇见一桩稀奇古怪的案子，
长安县延康坊有一个姓袁的妇人被人告发，说她妖言惑众，弄了些歪魔邪道的手段，说当今陛下荒谬无度。可杨大人差我们去袁氏家搜查，并没有发现任何的证据。杨大人就以为这是互相攻讦的案子，惩戒了一番举报之人，就抛之脑后。可谁能想到袁氏散播的谣言越来越大，上达天听，连陛下都听闻到了这件事。陛下当然是怒不可遏，差令杨大人速破此案。所以说，现在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找不到任何证据。对，今日上午我们又去搜查了一遍袁氏的家，依旧是一点东西都没找到。真他娘些们，看上去就像是个正常人家，怎么就能传出那么信誓旦旦的谣言出来？怎么还就有那么多人信了？让人信了谣言的手段，无非就是装神弄鬼。想要达到这一层目的很简单，最关键的就是得知道他是用什么法子。小三哥，你看看能不能打听出袁氏是用的什么法子，忽悠的那群人信了他的话。只要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法子，就能在他家里把证据找出来。这应该不难。等会吃兰酒，是你去调查快活林，还是我去调查快活林？三哥，你本事比我大些，方市里你认识的人也多，还是我去调查快活林吧。应付那种小人，我多少是有一些经验的。周小三应下来，接着他们两个人又商量了一番如何处置这两件事。吃完了酒就离开了。你是说，只要知道了那妇人用的是什么法子，你就能找到证据？那是当然。怎么，你对这件事很关心？你很慌张的样子，难不成这件事是和你有关？还真是，难不成这个谣言就是从你这散播出去的？怎么会？我不过是忧心当今陛下，他如此圣明，光辉伟大，忧国忧民，却被小人如此造谣，我的心在作痛啊！看你神色说的，倒像是真话，真不是你造的谣。废话，朕得是脑子有多大的问题，才会自己造谣自己。你是怎么有这么大的把握，就一定能找到证据的？你知道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我觉得是无知。没错，但如果说的更确切一些，是无知，还失去了敬畏之心，目空一切，把所有东西不放在眼里，这叫失去敬畏。一味的把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当作神灵去膜拜，这也叫失去敬畏。所以任何东西都可以是被人了解继而掌握的，不了解不想去了解，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罢了。李世民也没追问下去，他现在的身份就是一个能坐得骑马车，家里有一些婢仆，有一些家底的普通人罢了。而且他也清楚，自己就算问下去，得到的答案多半也是自己听不懂的，就像是刚才自己看李丽智解的那道鸡兔同笼的题目一样。不过他很期待虾仁究竟会怎么去解决这件事。小三哥，事情是查出来了吗？某已经联系到人，知道那袁氏是用什么手段。仔细说说。我连着追问了好几遍，我都不敢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据他所说，袁氏妇人在他们面前施展了神通术法，第一种是施展了一种烈火，寻常火焰我们都清楚，火势再大，最多也不过把肉烤糊罢了。可他施展出来的火焰，能在瞬间烧透猪肉，露出肉质下面的骨头。第二种神通术法，是把一块石头一样的东西丢进了水里，念了个咒语，那块石头竟然在水里燃烧了起来。爆炸了吗？那人没跟我说起过。那个人有说过火焰的颜色是什么样的吗？有，他说是紫色的火焰。紫色的火焰？店家，你有没有琢磨出什么来？我基本上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手段了。小三哥，你去袁氏家里搜查，应该是能找到一个煮金枝的瓦瓮，还有一些粮食、绿菜燃烧成灰的残渣。寻到这些东西，你就同那妇人说，你已经知道了他的手段，还是自己招了吧，他多半就会伏法认罪了。找到这两样东西就行了吗？相信我，这两样东西就行了。店家能不能给某解惑？某实在是好奇，为何这样就能让他认罪？还有袁氏究竟用的是神通术法还是什么？哪有什么神通术法，不过很简单的两种自然界反应罢了，其中一种还是很常见的。还请店家明言。先说第一种，如果描述的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磷。这又是什么东西？你们可能不知道磷是什么，但鬼火你们应该都知道吧？鬼火某还是有所耳闻的。某一外出荒郊野岭的赶路，多半是露宿坟头，睡坟不睡庙，是我们这群人能够一直活下去的经验。都说鬼火是鬼魂作祟，其实不然，人体里是蕴含着有磷这种元素的，尸体腐烂之后，骨头里的磷就吸了出来，这种物质的燃点极低，所以常会在夏天遇见鬼火，而在冬天却看不到。这种东西燃烧起来之后所释放出来的温度，你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火焰的威力是在木炭的3倍左右，所以很简单就能够烧穿肉汁。是吗？那这个磷是怎么提取的？提取磷的方法有很多，但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煮金枝。这种法子炼制出来的磷数量不多，可供它装神弄鬼是没什么问题的。至于那个紫色的火焰，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小知识点罢了。虽然我们常见的火焰都是黄色，但就像是磷火一样，大部分看到的都是蓝色。
这同什么神通术法无关，和物体的性质有关。部分特殊的物体燃烧起来的时候，发出的火焰颜色就会产生一些小小的变化。紫色的火焰应该是钾，想要提取这个东西还是蛮不简单的，他也算是运气很好了。那这个钾又是怎么提取的？把钾作为一种单质提取出来是很麻烦的一件事，这不是一个巧合就能达成的事，得有好几个巧合才行。首先得烧制草木灰，再把草木灰水或者说杂质很多的碳酸钾溶液，通过重结晶法提纯得到碳酸钾，还得制造出盐酸，让它和碳酸钾反应，得到氯化钾。氯化钾再和钠在高温下产生反应，这样才能够得到金属钾。原来如此，你听懂了？某师没听懂，看来某注定是和读书人无缘了。不过某已经把店家的话记下来，这就去速查妖妇袁氏的家。吃完饭，李世民默默在心里记下，准备打算回去之后好好试验一下。陛下，长安县令杨纂请见。他说他已经查清袁氏妖孽一案，特来向陛下通报。唤他进来吧。陛下，臣已经彻查此事，确定妖妇袁氏究竟是用何等手段妖言惑众的。那妖妇是不是用的是钠和钾这两种东西，营造出来一种神通术法的感觉？卧槽，陛下怎么知道的？陛下天知，妖妇逃不过您的法眼，是臣愚笨，竟是此时方才查清这件事。你要是有这个本事，头一次就把这案子破了。说吧，是谁在背后助你？是我长安县不良人周小三，2日时间，他便破了这个案子。你还算老实，头一次你查案不力，大不逆之罪竟是没有查出，朕本该是治你罪的。不过念在你第2次查案有功，功过相抵，朕就不处罚你了。不过朕也不会赏你。多谢陛下。那不良人周小三查案有功，破案有力，朕要赏他赐衣一袭，布帛5匹，金钱10枚，2马1匹。臣替不良人周小三谢过陛下。第2日，杨纂叫来周小三，打今日起，你便是我长安县的不良帅了。除此之外，陛下很看重你，不几日就有祭赏落在你头上，锦衣一袭，布帛5匹，金钱10枚，2马1匹。多谢杨大人替小人在陛下面前美言。你这厮倒是机灵。行了，本官可没替你美言，陛下天恩，知晓一切罢了。你可要忠心耿耿，替我大唐办事。同福14里，虾仁正教着李立志和虾露露读书，依旧是识字、算术这2门科目。店家，多亏了您，那案子已经破了。那妖妇是如何提炼出磷和钾的？那个磷就是像店家您说的那样，它是主金枝弄出来的，但那个叫做钾的东西，说起来就有些玄奇了。那妖妇说，他是烧出草木灰后忘了这事，在那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网网里竟然是有了一些白色的晶块。后来他就琢磨起来，想着这个东西能不能和磷一样为他所用。最后他琢磨着加了水，加了氯汞一起煮，也不知道该说他运气不好，还是该说他运气好。有雷恰好劈中了他正煮这个东西的网瓮，然后他就发现了店家嘴里所说的钾。运气够好的。店家，您猜一猜，这次案子里我得到了什么奖赏？人逢喜事不过升官发财4字，看你这样子，不仅是升任了不良帅，还得到了朝廷的赏赐。店家神了，足不出户就知天下事。我不仅成了不良帅，而且得到了当今陛下的赏赐。某和店家相识不过半月有余，店家就给某指了一条康庄大道，某能有今日之地位成就，全凭店家指点。如此大恩大德，某谨记于心，不敢有忘。从今往后，店家若有差遣，某定做牛做马，上刀山下火海，也不会坠下眉头。小三哥这话严重了，你我是朋友，朋友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那今天这么个好日子，小三哥是要吃些什么？那自然是要吃些好的。劳烦店家把所有菜都上一遍，还有昨日客人吃的稻米饭，也给某上2碗来。店家，童娃的案子我也有眉目了，不过想要给他们定谋杀罪却是有些问题。某找到了被快活林掌柜雇佣的那个人，也撬开了他的嘴，可那人却一口咬定自己是受快活林掌柜的差遣，想要去问那些人要钱而已。至于死亡，只是个意外，他一时惶恐，所以才没有报案。是谋杀还是过失杀人，这很重要吗？重要的是你破了这个别人不愿意去接手的案子，谋杀也好，过失杀人也好，这个案子都已经破了。定案容易，只是想到一个这样对店家怀有恶意的人，却不能砍了他的脑袋，多少有些可惜。大家都是大唐人，要和和气气的，不要喊打喊杀，也不需要把每件事都做得那么绝，大度一点，胸怀开阔一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店家的胸怀还真是让人钦佩。毕竟我不希望人和人之间的仇恨一直蔓延下去，我希望的是仇恨能够得到永久的消除。不过这个人啊，最难得的就是在犯错了之后能认知到自己做的是错的。我虽不计前嫌，不会记着快活林掌柜对我做的那些事，可是衙门不能就当做这件事没发生过，这也算是我的一个请求。我希望衙门对快活林掌柜罚铜的时候能多罚一些。多罚一些？
铜钱不过身外之物，多一些日子过得好一些，少一些日子委屈一些，但以快活林14的家底，也不至于饿着肚子，多罚一些，让他知道肉疼，日后引以为戒，让他知道自己做错了，这才是处罚的目的，不是吗？原来如此，店家所言甚是。某回去后便同杨大人这么说。真是奇怪，不良人咋对童娃那几个地痞死亡的事儿这么感兴趣了？哟，这不是快活林的掌柜，怎么坐在这里？你来做什么？我来是和你做一个买卖的。你和我做买卖？你这家14不错，15贯我买了。你在开玩笑吗？15贯，做你的白天春秋大梦去吧。还生气了？前些日子你这么同我狮子大开口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生气过。这次的价格是15贯，等你主动找我，可就卖不到这个价格了。虾仁干脆利落的离开，他也清楚掌柜不可能这个时候卖给自己，他过来只是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单纯的想要气一气快活林的掌柜，第2个目的就是为了说价，提前告知他自己会狮子大开口，到时候再砍价也就会轻松一些。虾仁刚离开，何姓男子就过来了。蔡爷，您又来了，今个是准备在我这吃些什么？有人检举说你雇凶，导致童娃几人过失死亡，跟我走一趟吧。蔡爷，您咋能这么说？我可是清白的，虽然和同府实事有一些纠结，可我咋会？你冤不冤？跟我去一趟衙门就知道了。某今日心情好，不想动粗，你可不要逼我。掌柜进了长安县衙，并没直接审讯他，每天要处理的事很多，总要分个轻重缓急。像是这种已经尘埃落定的案子，一时半会不会轻易提审。周大人又来了，莫不是又有什么事要劳烦我这把老骨头了？我来是带小酒走的。赎身可是要20贯，某已经凑齐了。你倒是攀附上了了不得的贵人，只是为了见及女子，也能掏出20贯来。这些钱都是某查清案子那大唐皇帝赐我的奖赏。替九儿赎身的是你，现在你是他的主子，卖去青楼也好，送去做童养媳也好，他都任你处置。那某就先行告辞了。今个来这么晚，准备吃点什么？店家，某有一个不情之请，还望店家能够收留这个姑娘。哟，理由？她是我一位故人的女儿，论起身份，也是王公贵族家的小姐。不过可惜，她这一家死的死，没死的也都遭到大唐朝廷的清算。或许那些个大人应该受到惩罚，可这孩子毕竟是无辜的。昨日我领了赏赐，布帛换了些铜钱，今天又去礼部把她从焦私房赎了出来。我是一俗人，不会照顾人，再加上我这一家也只有一个，照顾起她来也不方便，所以某就壮胆，想要请店家收留她。你为何觉得我会收留她？今日起，某奉店家为主，生死皆由您定。这孩子的母亲是焦私房女眷中的大子，青楼、勾栏、宫中乐师、王府妾室，他都能打听到消息。某之所以能在1天之内摸清妖妇的手段，也是多亏了大子。这是这孩子的卖身契，今日往后，这孩子的命也全由店家做主。有点意思，既然如此，我就应下来了。虾仁看了一眼卖身契，竟然发现是一个不寻常的姓氏。宇文九，虾哥哥，来一份金香芋，1份辣椒炒肉。今天有一个新的菜式，你要不要来试一试？来一份。对了，虾哥哥，新菜是什么？价钱多少？新菜叫做地三鲜，价格倒是不贵，30文钱。那我就来1份辣椒炒肉，1份地三鲜，还有1份稻米饭。第一眼看过去卖相并不怎么样，茄子入口，酥脆软糯，蒜香和茄香融合在一起，相辅相成，香味成倍的激发了出来。半盘子1碗饭很快见底，再来1碗。打破了记录，李立志足足吃了3碗饭，才满足了自己被地三鲜激发出来的胃口。我好像吃撑了，下次自己注意饭量。现在知道自己能吃多少了吧？你又看我笑话，你早就知道我会吃撑了，对不对？打牌，打牌，上次输的我还没赢回来呢。叫露露带着九儿和你打牌吧，我就算了。今天下午我要研究一个新的菜谱。九儿，这几天自己几乎是天天白天都待在14里，没见虾哥哥和什么姑娘来往的，难不成是什么不干净地方的女人？哥哥，我现在就可以玩啦。玩吧，这几天你多带着九儿玩一玩。哥哥太棒了。你就是九儿？他是那个小三叔叔的亲戚，叫周九九。他家里出了点事，被小三叔叔接到长安来。只是小三叔叔是不良人，事务很忙，所以就安排到我们家住下啦。他是乡下孩子，所以性格有点怕生，不太喜欢和人接触，也不喜欢说话，是个普普通通的孩子。你记住了吗？幸好虾仁现在不在，不然他都有把虾露露揍一顿的冲动。这些话都是昨晚他交代王氏和虾露露的。好在虾露露这一阵被台词式的解释，并没有引起李立志的注意。我记住了。前面那汉子，你且留步。这位贵人，您唤我有什么事？我唤你不是要水，而是有一件事想向你请教。您言中了，贵人有事吩咐便是。
你娘的厌食症是如何好的？是不是吃了什么少有的美食？我不能说，我答应了店家，不能说出去。哼，你可知我是何人？不知道。我父段志玄。段志玄是谁？我父是樊国公，左骁卫大将军。你觉得你能得罪得起我吗？要杀要剐任由你来，小人答应了店家，不能说就是不能说，只求大人处置我一人便好，饶了我的妻儿老母。你若是肯告诉我那家14在哪，某给你100文。不，言出有信，我不能说。200文。不行。250，最多了啊！你别太过分，我警告你，逼急了我真的会让我父亲好好惩罚你。不，我答应了店家，不能说就是不能说，你给我再多铜钱，我也不会说的。算了算了，要不这样如何？你去问问那个店家，我能否上他那间14用时，若是他容许的话，你再带我去如何？只要你愿意这么办，我就给你50文辛苦费，若是那家店家同意了，我再给你加50。是真的吗？我们说好了，我去找店家，你可千万不能尾随于我。你娘的身体好些了吗？承蒙店家关心，我娘身体已经好了很多。那今天是来吃点什么？店家，我这来是有一件事想要请教您。说吧。方才我正准备出门打水，在门口遇见一位贵人，他猜出了我娘可能是吃您的饭菜，治好了厌食症。可您叮嘱过我，不能把您14的消息透露出去，我便没同他说。不过他给了我50文，让我来问您能不能让他知道您的14。您放心好了，我一路小心得很，确定没人跟在我身后。所以打你回去之后，你就没和别人提起过我这14吗？没错，店家您就放心吧，我这张嘴巴严实得很，我婆娘和我娘都叮嘱了好几遍，让他们不要说出去。还真是要好好夸夸你呢，真的好棒棒哦。算了，就这么凑合着吧，回去把那个人带来，我这是14，是开门营业的。你不必把我这的食物救了你母亲的事说出去，可若是碰见想要在外吃饭的，也可以介绍一下我这里。我知道了。你可算是回来了。店家同意了，愿意让你去他那用餐。那还等什么？请先前领路吧。是我太激动了一些，这就把那50文给你。店家，我把这位贵人给您带来了。您就是店家？没错，客人您吃点什么？本店的菜式都是大堂独一份，暂且有金香芋、金丝肉、脆椒肉、地三鲜这4样，具体滋味的你吃进嘴里才能体会。不过本店能够担保，这挂在门外的天下第1楼的牌子，并非是夸大其词。那就劳烦店家全都给我来一份。好的，一共140文钱。小店规矩，先前后菜。不多一会，4道菜就新鲜出炉，放在了段冠的面前。哇，美味！段冠落快飞快，很快便吃光了所有菜。店家，不知道能否替我引荐一下贵店的卓岸师傅，做得如此美食，我想见一见他是何等模样。我就是。您就是？卧槽，长这么好看，竟然做饭这么好吃。不知客人找我有何贵干？不知道店家愿不愿意跟我回家？这位客人是什么意思？大堂是挺开放的，但也不至于开放到这种程度吧？2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就因为吃了口饭菜就说出来这种话。店家，我不是那意思，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您愿不愿意成为我的家厨？不了，我自己经营一家14挺好的。店家，你可知我是何人？不知道你是何人？我是樊国公段志玄的儿子，你若为我家厨，那便是我樊国公府上的人了，这于你而言可是一个平步青云的好机会。段冠自信满满的抛出来这么一个大杀器，可屋子里的动静有点出乎他的意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他的身份而产生什么情绪上的波折。这个樊国公就是大唐最顶尖的贵族，比当今陛下差一些，可也很厉害了。你是做14的，春江楼、明月楼总该是知道的吧？我父亲樊国公就类似于春江楼、明月楼的那种地位。不了，我经营自家小店挺好的，你的好意我先领了。店家，做我樊国公府的家厨，那真的是平步青云的好机会，我给您1个月开2罐的俸禄，2罐哦。客人，你可知我上个月赚了多少钱？多少？30贯。我岂会抛去这些营收去国公府做一个所谓的家厨？我在这逍遥自在，来来去去无挂碍的，何必想不开受负枷锁？客人若是过来用餐，我自是欢迎的，可若是再说这些无厘头的话，那我可就要把你拉入黑名单了。店家，这黑名单是何物？上了这个榜单，就代表自此以后本店不再接待你。国公家厨的身份对虾仁没有诱惑力，可黑名单是真的对他有很大的威慑力。这4道菜已经将他征服。
虾哥哥，你一个月真的挣了有30贯呀？没错，真厉害。这么好看的姑娘怎么就这么傻呢？赚的那30贯里，除去酒水的价钱，剩下将近20贯，可都是你贡献出来的啊！如果能颁奖的话，那一定是会给你颁发一个优秀冤大头奖。虾哥哥，你会选择做别人的家厨吗？我怕我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饭菜了。在想什么呢？我是不可能去给什么人做家厨的，就是皇帝来了也不行。那就好。等到夜色渐渐降临，李励志恋恋不舍地离开。回到皇宫，李励志找到兰陵公主。妹妹，你看到了吗？姐姐真棒！姐姐，这段时间你常常出宫，是去哪了？宫外有一家14，做的东西特别好吃，店家也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教会了我好多东西，像是打扑克、算术，今天给你看的小孔成像也都是他教给我的。对了，现在去问问母后，看看明天能不能把你也带过去玩。好好的，为什么要把兔子和鸡塞到一个笼子里去呀？不怕他们打架吗？我听说兔子打架可凶了。不怕，他们再凶都没我凶，他们不敢打起来。店家，我听姐姐说您对墨经还有所研究。墨经？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了？店家不是在墨经中学到的小孔成像？我的确是知晓一些物理知识，不过并不是从墨经上学来的。难道店家是自己琢磨出来的？可以这么说吧。那店家的算学也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没错。那店家对经学、测问一道可否精通？测问还算略有一些心得，至于经学，那就真是一窍不通了。不懂经学倒也没什么，考算科一样也能入朝为官。虾哥哥才不会去科举，他都说了自己不愿意入朝为官的。因为一些私人原因，并不打算入朝为官。不过姑娘的好意我心领了。那店家为什么还要读书？读书还需要什么理由吗？不想成为一个无知的人，学到的东西可以不去用，但不能没有选择，一直做一个无知的人。既然是不想做一个无知的人，那为什么要学习墨经那种无用的知识呢？无用？这种知识怎么能说是无用呢？怎么就有用了？这样吧，我们打个赌，怎么样？你想打什么赌？我们就赌力气，怎么样？店家，你是当我和姐姐一样吗？当然不是，我和你比，等会我们到外面去挑一块石头，随便你去找什么人过来，我们就比一比谁能把石头搬得更高，而且还不是我动手，是露露动手。你确定？当然了，我找什么人过来都可以。你该不会说我欺负小姑娘吧？随便找。那输了的人有什么惩罚？你说。如果你输了，你就要去参加科举入朝为官。行，那就依你。不过你要是输了，日后就要天天来我这儿，跟着我学习这些在你嘴里无用的知识。没问题，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哥哥，我才不要和别人比力气，我怎么可能比得过嘛？放心好了，哥哥还能坑你不成？我可不想入朝为官。虾仁虽然不懂木匠工艺，可是他懂滑轮，一个大号滑轮组已经准备好了。店家，我把人带来了，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比试是来搬这个东西？没错。那是店家你先来，还是我先来？你先来。是条汉子。店家，该你了。虾露露抓着绳索的一头往后院里跑去，随着绳子被绷直，虾露露跑动的速度慢了下来，这对他而言多少有些吃力。不过拉动等同10多公斤的物体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青石晃晃悠悠的离地，然后离地越来越高，很快就超过了大汉搬起来的距离。好了，露露停下来吧。怎么样？刚才石头起来了吗？起来了，做得真棒。今天下午你就可以不学习，好好休息休息。哥哥真棒。哼，奇技淫巧罢了。若是在战场上，谁给机会用这种？你说什么？店家，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那么大的一块石头，小妹是怎么抬起来的？这就用到了你觉得无用的知识了。墨经你是读过的，那你应该知道杠杆原理了。行了，我去做饭，你们打算吃什么？要地3鲜、脆椒肉，还要一份金香芋，2碗稻米饭。对了，只是干巴巴的说没什么意思，给你们布置一个作业吧。已知那一块青石重量是500斤，露露的力气是在20斤左右，请你们把滑轮组是如何组成的画出来吧。哥哥，不是说今天下午可以不学习的吗？为什么我也要画啊？不要求你们今天下午就做出来，给你们3天时间，加油吧，姑娘们。真是胡闹，他跟着胡闹，你也跟着胡闹。陛下，公主尚且年幼，等她回来，我自然是好好教育她。不过你说，你竟然输给了一个7岁的小姑娘，此事是真？是的，那小姑娘虽用了一些奇技淫巧，可臣输了就是输了。陛下，臣还发现那同福14的店家有一把好利器，臣费力才能抬起来的巨石，在那店家的手里竟是显得轻如鸿毛。这虾仁真是大才呀！你可知他是怎么做到的？用的是什么法子？什么利弊，什么利的，臣也听不懂。况且也不能渎职太久，臣就回来了。
后面那店家说的，臣也不清楚。长乐、兰陵2位公主都在跟着他学习吗？没错。那等他们回来，我再去问问他们。妹妹，我跟你说，今天是真的手气不好，王炸我才拿了几个，炸弹也没有多少。等明天运气变好了，一定要狠狠的赢回来。兰陵公主殿下，陛下请您过去一趟。父皇有唤我过去吗？没有。妹妹，好自为之。姐姐我就先回去了，天色太晚，我也该早些休息。父皇，你知道我把你唤来是因为什么？是女儿为了自己之私欲，消遣又奸门指掌。你倒是也清楚，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不过即便如此，该有惩罚还是要有。今日之后，削你3月例钱，认否？女儿认罪。你和那店家打赌，赌注是什么？女儿和他打赌，要是他输了，他就要参加科举，而后入朝为官；女儿输了，就要每日去他那里跟他学习。那店家可知道你身份了？这赌注是女儿说的。昨天晚上，黄姐同我说了店家教她的小孔成像，于是我今天同黄姐去14之后，就没忍住问了店家一些问题。她说她只略懂一些治国经邦之道，不懂经学，对算术以及她口中所言的物理极为擅长。女儿就说她可以参考算科，日后入朝为官，可那店家却不愿意入朝为官。女儿心忧父皇，一时口直心快，就说了她所学都是无用之道的话语。于是我2人就定下了这么一个赌约。那店家可说他是为何不愿入朝为官？店家未曾明说，只说是一些私人原因。既然他愿意教你，那日后便跟在他身后进学便是。不过若是有机会，你要弄清楚他为什么不愿意入我大唐为官。父皇也是对店家有兴趣吗？有兴趣，太有兴趣了。你和他只是接触1天，还不知那店家可是一个妙人，整个长安怕是找不到第2个如他那般的人物。客人，你又来了，今天准备吃点什么？店家，来一份加脆椒的金丝肉，再来一份脆椒肉，2碗稻米饭。卧槽，堂堂卢国公竟然也来这里吃饭，孩儿见过书。你小子他娘的怎么在这？孩儿是来吃饭的。也对，你就是一饭桶，能找到这里也不稀奇。在这吃饭低调一些，别暴露我的身份。来这吃饭的贵人不少，比我金贵的都有，不过都没让店家知道我们的身份，低调一些。我已经同店家说了我的身份。你没事，你说那玩意干啥？我想请店家去我府上当个家厨。店家没同意，然后你可是挨揍了。店家是没同意，不过是父亲揍得我。我前天回去想让父亲出1个月50贯的薪酬，请店家回去当家厨，父亲没同意，就揍了我一顿。算了，你说出了自己身份，就说出自己身份了吧。不过你小子注意一些，可千万别暴露了我们的身份。叔父，只是孩儿不懂，您为什么要隐藏身份？因为比我还要金贵的人不准备暴露自己的身份，懂了吗？比您还要金贵的人，2位是认识的？啊，这个是认识的。认识的？你们年龄相差这么大，是怎么认识的？他是我家老爷的孩子，少爷性子向来宽以待人，所以我们是认识的。原来客人你就是在樊国公府上当差，不知谋的是什么职位？我不是在樊国公府上当差，我是左骁魏州曹参军。原来如此，区官吏罢了。那你怎么称呼樊国公为老爷的？我记得刑武之中好像并没有这种说法。只是习惯。店家今日怎么想起来问这么多问题的？因为无聊啊，看你和这位国公之子好像认识，再加上出手阔绰，所以随便问问。你要是国公的，我正好可以对你涨一波价。店家这是何意？国公不应该更加好生对待，怎么还要涨价？没错，国公就应该更加好生对待，所以怎么能让他吃和其他人一样的食物？所以要涨价，要卖的不一样。涨价了卖的东西不都还是一样？金丝肉是金丝肉，脆椒肉还是脆椒肉？不，当然不一样，里面倾注了我对国公的敬佩，这种情感是别的菜里没有的。国公怎么能吃和平民一样价格的食物呢？我是国公之子，怎么不见店家你给我涨价？呵呵，店家，你这眼神是什么意思？我可是国公之子，我父段志玄，那可是陛下面前的红人，左骁卫大将军知道什么概念吗？呵呵，你这个呵是什么意思？你是在看不起我吗？我的道德标准告诉我，正常人是不应该和傻子计较的。兄长，你要的东西打出来了，快搬进来。店家，你这弄的是什么东西？酿酒的器皿。这是酿酒的东西，店家你们要诓我又不是不知道怎么酿酒的。哦，你知道酿酒怎么做的？怎么难不成大人私底下还酿酒了不成？你怎能平白无人清白？我不过一个小小的参军，我怎么敢酿酒？我是因为小时候，那时候还是前隋，家里酿酒我见过罢了。哦，那店家你酿出来的就是那种琼浆玉液了。
比不上那种酒，但滋味也会比市面上那些酒好。多久能出？稍微次一些的约是1个多月吧，但好一些的酒恐怕最快也要等到冬天。此时长安县衙快活林掌柜已经被关了1个月了。县令讲要提审你，你可知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醒得，我醒得。你雇人讨债，讨债人却失手错杀了人，此事你可认罪？认罪，小人认罪。既然你认罪，依照唐律，过失杀人可以同赎，你是主谋，罚铜50贯，可有异议？难道你有异议？既然如此，来人呐，且将他带下去，本官再做司复，重新商定此事。县令，小人认罚，小人认罚。既然如此，那边签字画押吧，与你3日时间筹铜，若是3日之后筹备不到相应罚铜，则一律论处。天色泛昏晓，同福14里的客人们都散去了。快活林掌柜3步做2步走进了14。这位客人不好意思，本店数不接待卫生状况不好的客人，您还是去别处吧。露露，取2个童子来赠与这位下人小儿，你认不出我来？哟，这不是快活林掌柜吗？几天不见，怎么这副模样了？是去哪享清福去了？瞎人小儿，我且问你，童娃几人被杀？是不是你撺掇着不良人调查的？没错。那我身上这50贯法铜也是你撺掇的？没错，我的确是劝那位不良人要在你身上重罚一些。你知道了这一切又能怎么样？你再恨我，再想用什么法子报复我，然而你只能想，你什么都做不了。我想我们之间还可以继续做一笔生意，你那家快活林10贯铜钱我买了。做你的春秋大梦，我那14、武德年间都花了20多贯，我就是再咋贱卖，也不可能10贯卖给你。那就祝掌柜你好运了，不过事先说好，等你再来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可就不是现在这个价钱了。这位琪儿，我们家要打烊了，这2文钱你就拿过去自己买些糊饼吃吧。我看你也是有手有脚的，怎么能做行街乞讨的事？我大唐儿女就应当自尊自强，靠自己双手养活自己，难道不好吗？劳动是天底下最光荣的事，行业不分贵贱，养活自己就是最大的本事。哼，哥哥，他怎么这样？露露乖，你做得很棒，他是被你感化了，觉得你说的很对，很羞愧，幡然醒悟，要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真的吗？当然了，谁会不喜欢可爱的露露呢？第2日，快活林掌柜在方氏一直走到天光昏暗，也没卖出去他的14，哪怕他一降再降，开出了10贯的价钱，也没贵人愿意接手。明日可就是最后期限了，若是凑不齐，下场自己看着办。卖吧，活命比什么都重要。自个前半辈子摸爬滚打，能从一个农户做成怀真坊最大14的掌柜，难道下半辈子就不行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哥哥，那个嘴巴会放屁的人又来了。哟，你又来了，想通了。15贯，我把14卖给你。这是我第一次找你的价格，我记得我说过，再下一次就不是这个价钱了。10贯，好，就10贯。10贯那是昨天的价钱，今天我只会出5贯。你这是趁火打劫。所以呢？8贯，只需要8贯，我就卖给你。成交，去把纸笔取过来，让他写一份文书。又是谁来了？是前不久免费送我们宅子的那个大善人，现在又给我们送了一栋2层小楼。又来？快活林掌柜怎么这么好心眼了？坏事做得太多，现在洗心革面，成了位大好人了呢。丁，宿主经验值满足要求，7级权限解锁，获得新调料8角桂皮。哟，终于可以做一些硬菜了。虾哥哥，上菜。今个本店又上了一道新菜，要不要尝一尝？我要。菜叫什么呀？满江红，是一道纯肉菜，120文。来1份，再来2碗稻米饭。好香啊，这就是满江红吗？白净的米饭和染上红色晶莹酱汁的红烧肉一块入口，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还有一小抹并不突兀的回甘。李励志和李叔吃得开心，一点都没注意到虾露露蹭着他们的菜。很快盘子里没一块肉剩下来，就连汤汁都被吃完了。店家，您这是又出新的吃食了。哟，这位客人，您怎么这副模样？哼，昨晚回去不小心招惹到了头疯牛，被牛给顶了一下，所幸没受伤，无甚大碍。对了，店家，这是什么吃食如此的香？一道叫满江红的菜，120文，要不要来一份？好，店家劳烦您给我来一份。那客人您得等到下午，这是一道功夫菜，以后若是想吃，提前打个招呼，预定一下。好巧不巧，在处理完今天公务之后，段志玄就约上城咬金，一同奔赴同福14。程参军又来了，今日准备吃些什么？卧槽，父亲怎么也来了？店家方才做了什么菜？这股香气难道又是新菜？
程参军好鼻子，够灵敏，不错，正是本店新菜，名为满江红。满江红，这名字够大气的，不错，劳烦店家给我们来上一份。这菜是功夫菜，客人要是想吃，得提前预定。就像是这位樊国公之子段冠，段公子也是中午过来提前预定，方才能下午吃到。你二位虽然今天吃不到，不过我记得程参军你是在樊国公手下当差，那这位客人想来就是程参军同僚，也是在樊国公手下当差的了。没错，那这就好办了。一份满江红是2斤肉，你们只需要讨好这位樊国公的公子，说几句好话，拍几句马屁，哄一哄他，说不定就能从他嘴里漏一些满江红出来。哼，有劳店家费心了。既然吃不到新菜，那便先来一份脆椒肉、金丝肉以及第3鲜吧，再来4把稻米饭。客人怎么样？我的手艺还算可以吧？店家手艺天下无双，好手虚活40载，才知人间真滋味。我那不争气的儿子是个饭桶，往常我还不甚理解，现在才知道吃原来是这么有趣的一件事。那是我对我的手艺可自豪了。说起来，您二人是不知道那位樊国公府上的段公子对我这手艺是有多欣赏。不会吧，不会要说那件事吧？可求求您了，店家千万别说。有多欣赏我这手艺呢？我这么和你们说吧，昨个段公子被一头疯牛顶伤了身子，可今天还坚强的一瘸一拐的来我14吃我做的饭，嘿，就是好吃到这种程度。哼，被疯牛顶伤了身子。呵呵，公子不愧是樊国公之子，身子骨真是健壮，被一头疯牛顶伤了，竟然还能来这吃饭。家父时常操练我，早就养成了皮糙肉厚、不碍事的。原来如此，看来有时间我要向樊国公讨教一下操练的法子。手下的武夫有些不听话，得好好教训一下。完了，是真的完了，自己回家又要挨一顿胖揍，而且一定比昨天的还要凶残。这炸串的事真的要交给我？这是简单的很，田地那边让那些人自己打理就是了，不用你操心。咱家现在又不指望那2亩地吃饭，再者说了，炸串和做菜又不一样，我总不能占一口灶台，一直架着这么一锅油吧。第二天，炸串的香气飘了半条街。王娘子，你这卖的是什么东西？怎这么香？价钱几何？这叫炸串，素菜1文1串，肉菜2文1串，还有我儿秘制的黄金果，10文钱1份。你这一串分量是这么小的？这都是油炸的。我说张三，你长这么大吃过油吗？王娘子，你就给我来一串肉的。同福14，天下第1楼，看来就是自己要找的地方了。不是来吃饭，看来是来找自己儿子的。我是李参军之女，店家唤我李英姿便好。家父近日公务繁忙，抽不开身，便托我把东西交给店家。李参军还有东西交付给我，是什么？家父说，他答应过店家，要给店家的妹妹弄一个入书社读书的名额。秋闱放榜之后，店家就可以带着令妹前往书社，奉上束修，就可入学了。他这是……我这个妹妹是最喜欢学习的，听到这么好的消息，一时间有些激动。那到了学塾，可要好好学习。女子虽然不能为官，可科举还是能参加的。你日后若是努力，说不定还能参加秀才科，艳压群芳。姐姐，你是个武夫吗？勉强算是吧。怎么，你对习武有点兴趣吗？想学吗？我教你啊。只要姑娘愿意教，那就叫露露跟在你身后学便是了。有一些自保之力是件好事。店家，你怎会让令妹学武的？学武怎么了？又不是坏事，女孩子才更应该学武，多一些自保之力。以后去学了学术，要是遇见欺负你的人，不要哭，第一时间警告他，让他给你赔礼道歉。他要是还对你动手，你就先躲闪一下，继续开口警告他，然后丢下一句勿谓言之不预。一般来说，欺负你的人这个时候是不肯放弃的，他们只会觉得你好欺负，这就对了。怎么一直被欺负不还手？还是对了。等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反击了，狠狠揍他。手旁有什么能用的东西，尽管招呼上，不用怕出什么事，能打多重打多重。那为什么一开始不反击，反而前面还要说那些话？反击不是精髓，前面的那些话才是精髓。你要说一开始就打起来，学术的老师要是向着那个学生，说不定还会扣一个互相斗殴的帽子，说什么你要是没什么问题，为什么人家偏偏对你动手的帽子。可把前面那些话说出来之后，这事就定性了。你看，我都警告过你，不要继续欺负我，不要继续对我动手。他不听，是他一个劲的在挑衅。奏讼中也是明文规定了，若是遇见殴击，当时杀者勿论，勿谓言之不预。同福14的生意越做越好，门口炸串铺子是看起来最火爆的。坊里的孩子们手里要是能拿到一个童子，准会来买一串炸串。
而在14里，一群人聚在一起，唉声叹气，没了往日的神采。今日秋闱放榜，我等竟是一个没中。我们中大半都是报的算科，不如这样，今日的行酒令便是以算术为题，令官出题，实悉作数，愚者依次作答，答出者吃肉，答不出者罚酒，题目再传给下一个人。诸位以为如何？这人的提议得到了认同，商议了一番，很快推举出一名令官来。今有积144步，问为方几何？方为12。今有一块方田，横长27步，竖长15步，问田的面积为几何？几位伯伯，请问可以带我一个吗？小姑娘也学了算术。哥哥教过我一些。既然小娘子有心，那便一起来吧。不过你还小，酒是饮不得的。这样吧，若是小娘子答不出来，罚水一杯如何？没问题。今有数人购买衣物，每人出9钱，盈余5钱，每人出7钱，不足3钱。问人数，物价各几何？共4人，物价31文。今有积576步，问为方几何？24。这么快？今有池1丈，肩胛生在水池正中央的位置，高出水面1尺。如果把肩胛沿着同水面垂直的方向拉向岸边，那么肩胛的顶部正好碰到岸边。求问水深和肩胛的长度？算出来啦，水深12尺，肩胛长13尺。小姑娘，你怎么不拿吃食？我没有在实习里做出来，就是失败啦。哥哥说过，玩游戏就要遵守一个游戏的规则。你们说说，这店家究竟是什么身份？店家定非常人。你这不是废话，这些天我们也看在眼里，那小娘子都是店家教育的，要是一般人谁能教出这么聪明伶俐的小娘子？小娘子都如此厉害，想来店家的水平怕是更高。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就在这开启了14？他若是去考算科，那不还是手到擒来的事？我倒是有听说一些东西和店家有关。快说。这王娘子一家本是住在枣园村，后来虾父从军，战死沙场，王娘子就带着她的儿女来到怀真坊开了一家14，靠着王夫的关系弄到了一个孤酒户的名额，本以为开一家94能够养家糊口，可结果遭到了快活林的打压。快活林可是盯着孤酒户盯了许久，这家14半死不活了很久，眼见着就要关店，也就是现在的店家。王娘子的儿子出面力挽狂澜，把自家14给经营了起来。快活林不是已经倒闭了吗？可不是，自打现在店家接手14之后没多久，快活林就没了。那你知道店家是用了什么手段？我好像听说店家接手这家14还不满3月，快活林倒闭可是1月有余的事，岂不是店家刚接手就报复了回去？我想了一下，若是让我来，恐怕我是万万做不到的。为母接手14，这是孝；敢于报复，这是勇；快刀斩乱麻，这是智。像是这样的人，此前竟是没有耳闻，真是可惜。现在结交倒也不迟。别的不说，若是能从他身上学来一些算术的本事，明年能通过算科的把握，不就又能多上几分？这一忙起来有些焦头烂额，起码得雇1名伙计来帮自己接待客人、打扫卫生什么的，自己只需要做菜、调戏，不调教一下李励志他们就好了。店家中午好。我这14里缺个伙计，你来不来帮衬一下我？每个月给你开1贯的工钱。店家能看得上，是我的福分，只是1个月1贯的工钱太高了一些，我见其他家14工钱都不过200-300文。行了，来我这就得守我规矩，每天早上尽早过来，等到晚上天色变黑之后再离开，我这还管你1天3顿的饭。客人来了问他吃什么，客人走了把盘子送到后院，等空闲的时候把餐具清洗干净。还有每天晚上走的时候，早上来的时候把14的卫生收拾一下，里外打扫，桌子上要见不到一点油腻。店家不，掌柜，我能不能明天再来做工？坊里卖水的虽不止我一个，可这附近几条街的水向来都是我在卖，若是离了我，这几日他们说不定就吃不上水，我得去和他们说一下。当然没问题，回去好好准备一下。明日我就不去卖水了，重复14的掌柜找我过去做伙计，1个月给我开1贯的工钱。他咋给你开这么高的工钱？是看我们家中有老母，可就算如此，我们也不该受人这样的恩惠。一家14方才能赚多少钱？我上次领那位段公子去14，有听店家说起过，他1月赚了将近30贯。掌柜定的规矩也挺多的，我寻思家里要用钱的地方有许多，你和娘的病虽然好了，可身子还得好好补养，就应下来了。那就更要好好给人家办事儿。这几天我也听人说起过，那王娘子是个了不得的妇人，养出来的儿子
就是现在的店家也是个有本事的，别看人家给你这么多工钱，就觉得人家好欺负。我想是哪种人嘛，咱家以后就要有钱了。我在想，你要不要换一个营生？总归是要把手里的这些衣服浆洗完，等你拿到工钱了，咱家再开一个汤米铺子。近来房里多了许多贵人，估摸着都是仰慕同府14来的。现在开一些汤米铺子，多少是能赚一些铜的。丁宿主经验值满足要求，8级权限解锁，获得玉米、胡椒粉、白糖。每周3件套，现在自己手里已经有2个了，只等什么时候能解锁出地瓜来，每周3件套可就凑齐了。掌柜，我来了。来这么早，我和你介绍一下本店的规矩。说起来，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你的姓名。我姓高，叫高铁。这都叫什么名字？一个小三，一个高铁的。我继续和你说本店的规矩。先前后菜，他们点了菜之后要把钱给收过来。其次，本店现在一共是有6道菜，2个主食。虾仁耐着性子介绍起来，高铁背了2个时辰才记住这些菜名。哈呸，走开，那是泔水，里面的东西不能吃，讨饭别出讨气。您误会了，我并不是乞丐，只是有些事想要找您打听打听。你鬼迷日眼的，有什么事想打听的？这同府14的泔水几亿一卖，1个月前是30天一卖，前些日子4个天一卖，最近他们生意太好，都是1天一卖的。他那家泔水好是好，都全都是油水，回家自己还得煮一下，不然猪羊吃了容易闹坏肚子。一个畜生比他量的人还金贵，人都吃不起的油水给他们吃还那么娇气。1天一收，那像这样的油水几天一回？每天都有那么多的油水嘞。您这泔水是多少钱收的？那家14的泔水可贵了，王娘子说价说的厉害，那半桶泔水都要10文钱。这一桶泔水15文，卖给我如何？说那些没得问题。我们做一笔生意，以后你去同府14收来的泔水都卖给我，你10文钱收，我就出12文买下来，你看如何？15文，那可是你自己开的价。我和你要做的是长久的买卖。再说了，对你来说这是稳赚不赔的一件事，13文行不？那样吧，你我各退一步，14文，你看如何？不买，那我还不卖了。你个憨胚，要是有本事，你自个上同府14收气，大路朝天，也没人拦着你。行，14就14，不过你可别告诉同府14的，我收了你的泔水。您放心，我嘴巴可怜了。咦，原来是您，不知您来有何贵干？我也是听说了快活您的遭遇，真是心痛。前段时间我还和婆娘说得掏钱帮您，毕竟您以前也帮了我们很多忙。可是吧，我儿子患了病，请郎中花了不少钱，我也是有心无力。我不是来找你借钱的，你知不知道王娘子的那家同府14是咋起死回生的？我怎知道？我要是知道，我这生意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我知道他们家的那个叫做炸串的吃食，你见过没有？这自然是见过的。那你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油吗？不知道。我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油，而且我还把他们用的油给弄到手了。你怎么弄来的？哪来的？你不需要知道，这可是我现在的饭碗。你是店家请来的伙计，14可曾出什么新菜？第3鲜满江红、半江残阳半江红，此外还有新的主食玉米。那就劳烦给我来一份满江红，1碗稻米饭，1碗玉米饭。客人，满江红是需要预定的。那就劳烦明天晚上准备一份，现在就换成第3鲜和那个汤水吧。小三哥，你可是有日子没来了。这段时间公务繁忙，所以一直没能抽出时间来。说起来，店家您这也开了一家炸串铺子，这个也是什么意思？从昨天开始，怀珍坊里出现了不少卖炸串的铺子，准备好的吃食下锅，滋滋一阵作响，香得很。听他们说，这炸串也是店家您先推出来的。没错，不过大家都是辛苦人，倒也不必拦着他们做生意。原来如此，那这么说，他们用的油都是店家卖给他们的了。昨个我手下一位不良人去买炸串，听那卖串的人说，用的都是同福14的油。我可没把自家油往外卖去，他们用的不是猪油、羊油吗？猪油、羊油我还是能吃出来的，一点骚味都没有。难道是他们自己找到了大豆油？不，如果用的是大豆油的话，没必要打着自家的旗号直接卖炸串就是了。既然打着自家14的旗号，那恐怕他们就一定是敢确定他们用的油就是出自自家14。卧槽，难道是地沟油？店家您是有什么想法了？您招呼一声，我就去把那人给拿了。
至于油是怎么外传出去的，我有了些想法，不过还需确认一下。小三哥，你要是有时间，明天早上早些过来。你有事，某一定有时间。敢问你把我家泔水收走之后是拿作何用？自然是拿回去喂猪的。邻家的泔水着实肥沃，我家的猪羊都胖了3圈。那你可知近日来访市里出现了些打着我同福14同种用油名号的炸串铺子？店家，瞧你那话说的，我只是个收泔水的，哪知道那些事？你既然不知道，那就好了。我跟你说了，其实我还真挺怕是从你手里流传出去的。店家何故担心？邻里手里天下第一。我跟你说，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其实可担心了。但不是怕自家生意被抢走，而是怕他们用的这个油是从我家14卖出去的泔水里提炼出来的。我不是说你会干这种龌龊下贱罄竹难书的事，而是怕你被奸人蒙骗。店家，从泔水里提炼出来的油，难道会有什么问题吗？可不，这油啊虽然是好东西，可烧久了就成了一味毒药。你想想，再好吃的东西在火上烧了1天会变成什么样？你应当知道砒霜吧？这反复加热使用的油，其毒性不在砒霜之下，偶尔吃1、2次或许还感受不到什么，可是吃久了会要人的性命，而且随着这种油越用越久，其毒性也会越来越大。会死人。我这不是夸大其词，我敢用我14日后的营收作为担保，我说的这些都不是假话。不知者无罪，若真是从我这流传出去的地沟油害死了人，也应当算是过失杀人。小三哥，这唐律中对过失杀人是怎么判的？以此情形，不知者可以同赎，若是缴不出罚铜，轻则流放，重则斩立决。我是说如果有人把泔水卖给了2次提炼的人，这算是同谋吧？没错，算是同谋。同谋与主谋同罪，只是罪名要稍轻一些，处置也是一样，罚铜，缴纳不上，则处以流放或是斩立决。我记得不久之前，快活林的掌柜也因过失杀人进了县衙，最后是怎么判的？快活林掌柜作为主谋，罚铜50贯，他所雇佣那位从犯罚铜10贯。金哥的泔水，我这就去给你取出来。店家，还有那位差爷，您卖给我的那些泔水都被别人给收走了，有人高价从我的守邻家的泔水，我一冲动都卖给了他。呵呵，冲动一个多么常用的借口，好像搬出这2个字就能显得自己有多无辜了一样。差爷，我是真不知情，我可不是帮凶，那一切都和我无关。只要你肯指认买泔水的是谁，可饶你一罪。我只认，他同我约好了，早上都在那条街不远处交易，现在我都可以带灵气。不急，今天你继续和他做交易，小三哥劳烦你从后面偷偷跟着，等他开始炼油的时候再把他给抓起来。为何不当场抓获？现在抓住他有多半借口推脱，贼赃要并获。听店家的。辛苦你了，金哥咋来这么迟？同福14开门你有些晚。你脸咋这么红？风大吹得。咋又黄了？天冷图拿保暖。快活林掌柜倒是没怀疑什么，只是随口一问，打个寒暄，让他们之间的交易显得没那么生硬。人能笑出这种声音，真的活久见。这位差爷，我这不卖吃的。人赃并获，你随我走一趟吧。这位差爷，您可真冤枉我了，这些东西都是我自个花钱买来的。是你自己出来，还是要我进去动手抓你？差爷，不知道您收到了什么消息，我真是冤枉的，我可没有触犯律法。少废话，跟我走。店家，那卖油的汉子抓来了，就是他。瞎人小儿，原来是你举报的，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本事，能指使不良人。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说的话吗？那时候我说你天生就是个好商人，脸厚心黑的。你什么意思？脸厚心黑的难道不是你？你用油浪费，我就不能把你用剩下的油水再煮干净，重新卖给其他人不行吗？你就是见不得我好。是你先对我家出手，如果没有我家最终的结果怕是只能贱价把14卖给你，我最终不过是用同样的手段报复于你罢了。等你从监狱里出来，把快活林卖给了我就没想过再去报复你。你是生是死，能做什么样的生意都和我没有关系了，我没想过继续报复你，更没想过要你死，你何故自己送上门来？就因为我买了你家的泔水，把你浪费的油烧制干净，卖给了别人。
说的还真是轻松。你我虽然交流不多，可你觉得我像是一个傻子吗？如果那油还能继续用的话，我又何必倒掉，不留着自己用呢？这油我之所以倒掉，就是因为不能用了，用了一天，反复炸了那么多东西，已经是它的极限，再用下去，它就是一味毒药，一味能害死人和砒霜差不多的毒药。你可以简单的将其理解成是一种变质了的食物。你小子空口白牙，这油只有你一家用，你想说什么那不就是什么？你有证据吗？现在不还没吃死人，不，甚至都没人因此生病，你这是在诬陷于我。蔡爷，他是在诬陷我，他毁我名声。污蔑？呵呵，我像是能做出这种事的人吗？我同你交锋，有哪件事是污蔑你而成的？当然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个实验，用事实来证明我说的没有错。小三哥，县衙里应当关着不少死罪之人吧？没错。反正他们都是极恶之人，就拿他们做实验吧。每日3餐都用地沟油煎炸熬煮的食物，看看他们的身体变化，最多1-2个月就能见出地沟油对人体的危害。某知道了，回去之后便差人这么去做。这位汉子，你就同我走一趟吧，这2个月就先委屈你在县衙再过一段时间。小三哥，你中午还过来不？你的满江红能赶上吃不？就劳烦店家给我留到晚上，中午怕是赶不回来。我方才听人说，你又抓了一个犯人过来，不知那人所犯何罪？那人买卖从泔水中2次提炼出的油水，原来只是这么个小罪，我还以为又破获了什么大案。我听人指点，这2次提炼的油水是一味毒性不亚于砒霜的东西，现在还尚不能给那人定罪，还需验证。某也差遣问世，日后牢里的死罪之人，皆服用这2次提炼的油水所做之菜肴。不亚于砒霜的毒性，是吗？有这种事，详细说说。周小三一言便把快活林掌柜是如何购买泔水，如何提炼地沟油，这地沟油在虾人嘴里又是如何有害处，详细的说了出来。你是说，这人已经将这个叫地沟油的东西卖给了不少食肆？没错，你办得很好，像是这种大规模恶意下毒的事件，就应当如此严肃处理。杨县令，那厮恐怕是不知道地沟油有如此危害。哼，同福14的店家清楚这件事，那厮曾经是快活林的店家，他能不知道这件事？这次案子之严重，怕是不下于腰腹袁氏的案子，这可是大功一件。若是此案破了，不日我就将升迁。不良帅虽好，可依旧势利。你的能力我是清楚的，陛下都对你多有欣赏，做一名小吏岂不是太委屈了你？我上月曾奏章保举你为县正，可朝廷批注说你功绩还尚且不够，为例太短。若是再有这么一份功绩，再加上我升迁动荡，京畿重地，向来是需要稳固的，就是朝廷也没理由不再去升迁你。周小三有些心动，县正和他现在所做的不良帅一样，都是掌管治安补道之事，甚至县正的名号还没他一个不良帅的名号好使。可县正再小，那也是从9品的官，从平民阶级跃升至士人阶级。那可是要恭喜小三哥了，以后说不定还要尊称一声县正。店家客气了，我能有这番成就全靠你的帮衬。天色渐晚，高铁收拾完屋子，正准备离开。高铁，你且等会。掌柜有何吩咐？昨天闹出个地沟油的事，我把工钱的事给忘了，你也没说。诺，把工钱接着。店家，我这才过来工作2日。2日怎么了？你的工钱你还不好意思收吗？多谢掌柜，我一定更加努力的工作。给人打工说是为了理想，就显得有些可笑。谁不是为了钱？这汉子虽然憨了一些，不过性格还好。可要说他是因为折服于我的个人魅力，从而心甘情愿的打工，这话说出来，他自己估计都不会信。丁，友情小提示：明天是9月9重阳节，系统贴心的为宿主准备了重阳限定惊喜大礼包菊花10株，价格5贯，请问是否购买？重阳节对大唐人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它和春节、中秋、清明组成对大唐人而言最为重要的4个节日。系统所提供的菊花定是物有所值。我等今日开咏菊酒会，知店家素有才名，不知店家可否做一首咏菊的诗？我对诗词一道是一窍不通，还是算了。店家，我等实在是想请您赐教，您能培育出如此菊花，想来您才能写出菊花真意。行吧，那我就装个杯，你们听好了。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是唐末黄巢写的一首诗，而黄巢这人是将唐朝推翻，导致其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我花开后百花杀有一种天下万物凋零都是因菊花而生的意味，而且一个我花把自己比作菊花，不就是对自己的才华有着极强的自信吗？5天之下，莫有一人能比得上自己。店家好气魄，我等自愧不如。店家还能再做一首吗？最后一首了，再多没了啊！故园三径土幽丛，一夜玄霜坠碧空。多少天涯未归客，借人篱落看秋风。
这是唐寅的一首诗，他的咏桃花最为出名，不过这一首咏菊也颇为不俗，看起来像是自喻，将自己比作了菊花，说自己是有多么郁郁不得志，是沦落天涯的文人。我知道这首诗是什么意思了，店家依旧是菊花自语，可谁又说了这天下未归客，说的就是店家自身了。你们想想店家的上一首诗，我花开后百花杀，这秋对菊花而言，真的有凄凉之意吗？这分明说的就是那些自诩自己有才华，却郁郁不得志的人，在真正的考验之下，只能长吁短叹，看着凄凉的秋天，说自己是如此的落魄。他们看的是秋风吗？不，他们看的是秋风之中的菊花。真正有才华的人，就会像菊花那样，在秋风之中傲然绽放。店家大才，是我等唐突了。店家教育的是，我等日后定会向店家学习，不再唉声叹气。你们脑补出什么东西来了？虾哥哥，预定2份满江红，是准备中午和晚上都吃吗？是爹爹中午过后会来，他让我们和你说一声，准备一下满江红。店家好久不见了，这菊花是你养的吗？我能向您讨一支根吗？客人，你这是要向我买花吗？我和你说，这菊花培育起来可不容易了，养出这种颜色、这种形态的菊花，可是花了我不少童子。为了不委屈这些花，我都节衣缩食了好一段时间。那敢问店家，这菊花要价几何？看你也是熟客，一般人我都不会卖给他。这样吧，我算你便宜一些，一支根系卖你1贯好了。虾哥哥，原来这花是这么便宜的吗？爹爹，我们就每株买1支根好不好？女儿都这么说了，我这当父亲的还能怎么办？等花期过后，我会请几位养花的好手过来分1支根系。店家放心好了，他们都是养花多年的好手，不会伤了您的花的。店家，您昨天做的那2首诗，我请一位好友写了出来。李世民看起这2首诗来，他本身也是一个爱作诗的人，对诗词的鉴赏能力也不逊色于任何一名读书人。客人，你很喜欢这首诗吗？这是你做的吗？真是写到我心坎里去了。客人，你这2卷书卷能不能卖给我？这本来就是送给店家的，能听闻您这2首诗已经是我们的荣幸，哪能写您的诗还问您要钱的？既然客人喜欢，那这1卷就送给你吧。哈哈哈，不要钱吗？都说了是送，你何曾听过送是要钱的？你要是想掏钱，那我也没办法。那我这1卷10贯卖给你如何？我方才还买了你2支根系，这就当做饶头吧。这位客人是买了1支根系吗？不知用了多少铜钱？1贯。客人真是豪气。陛下不是去14了吗？怎么还捧着画卷回来？这可不是画卷，是同福14那店家做的一首诗。那店家还会作诗的？观音币，你这话说的，那店家要是不会作诗，我才感到惊讶。你看看这诗，韵律虽说是差了一些，可这股豪情天下罕有，就是朕做的诗，比他都差了那么一些豪气。婢没见过那位店家，只是常听陛下说起，他要是做出五柳先生那般的诗句，婢还不会惊讶。可他若是有这样的豪气壮志，怎会不愿意入朝为官呢？朕还是没问出来，不过倒是清楚他是一个傲气的人，那就好办了。他若是像五柳先生那样心向田园，朕恐怕就会头疼了。婢就恭祝陛下能够驯服这匹野马了。哈哈哈！哥哥，我都要去学书读书了，每天早上就不要再跑步了吧？这是你自己要求的，既然决定要去做一件事了，那就得有始有终，坚持下去，千万不可以养成半途而废的坏习惯。哭也没用，这事可是你自己答应下来的。姐姐，学书管饭吗？学熟是学熟，又不是14。不过这的确是个问题，要不这样，中午的时候我让家里人做好饭菜，给露露送过去就是了。还是我给她准备一下吧。那等午时的时候，饭菜怕都是凉了。我妹妹嘴有些挑，怕是吃不惯别家做的饭菜，毕竟我手艺你也是清楚的。那好。咦，你家里没人给你送饭过来吗？我哥哥可忙啦。那你和我一起吃吧，我这里都是热菜。才不要，你的饭又没有我的好吃。哇，他吃的好好看，我家里的厨子怎么做不成这样？我也想要，我拿1根鸡腿和你换小狸奴可以吗？哼，我拿1块羊肉，我也想要小狸奴。我的羊肉比你大，我的比你更大。不换不换，你们拿什么过来我都不换，这是我哥哥给我做的，才不给你们。而且你们吃东西都不用筷子的，脏死的，谁会吃你们拿过的东西啊？学了一上午的书，你们都没洗手。哟，李参军，你怎么来了？我听小女说店家这出了些新鲜的吃食，只限辰时才卖，今天就起了个大早来向店家讨一口吃的，正好买过之后再去点卯。虾人按照李靖的吩咐，给他捡了4根油条，5个包子。咦，药师，你这吃的是什么东西？怎么从没见过？去，想吃自己买去，别蹭我白食。吃一口又不少你块肉，你家里肯定做不出来这种美食，这是不是店家做的？没错。这难道是店家单独给你做的？
你也不想想店家是那样的人吗？我女儿教她妹妹武艺才能混一顿免费的早食，你当我有我女儿那么大的面子吗？也是，那你这些吃食是？店家最近支了个早餐铺子，开始卖起了早食，这些就是店家出的早食。听我女儿说，还有叫拉面、蛋炒饭的食物，可惜还要朝会，是没那个运气吃到了。要是你这是做的就不地道了，这种好事你也不知会我一声。我也是昨天晚上听女儿说起，怎么知会你，还差人去你府上吗？两位国公真是好兴致。现在又没到入宫的时候，吃个早食应当无事吧？礼仆夜所食之物是那家同福14的吃食吗？没错。李靖包子还没吃完，朝会就开始了。香气还是食物的香气，又有人带着吃食上殿了。想必李靖啃着的那个就是油条吧？他突然有些羡慕，如果按照目前的朝会制度，自己似乎是永远都没办法吃到这种吃食。自朕登基以来，心免勤政，这于朝政是件好事，只是过犹不及。日日朝会未免太过疲累，不少奏章中也反复提及休沐一事。朕以为，当今海晏和亲，也何该是有休沐？至今日起，该10日一休沐。诸位爱卿以为如何？陛下所言极是。陛下，臣以为不妥。魏征这个小老头，竟然连休沐都不要了。那魏世忠觉得有何不妥之处？休沐自是好事，劳逸结合，方才张弛有度。若是往日陛下提出，臣不反对。可陛下今日提出休沐，仅仅是因为想要休息吗？臣早有听闻，陛下近日常去怀真坊一家名为同福的食肆，今日朱雀门前也见李仆夜毫无尚书右仆夜之形象，狼狈啃食。你大爷的，不就是早上没分你一个包子吗？这小老头至于这么记仇的？对一对陛下也就算了，把自己拉出来算是怎么一回事？陛下身为天子，应当以身作则，切莫贪图口腹之欲。若是因贪图同福14之美食而意图休沐的话，臣以为陛下出发之意已经违背休沐之意。唉，想去14吃饭怎么了？吃你魏征家大米了，这小老头。等朝会结束，李世民把魏征留了下来。陛下若是想要处置微臣，那便尽管处置，臣只不过不想让宫中多饿死的事发生在我大唐罢了。我留玄成公下来，是想请玄成公吃个饭，是去那家同福14吗？正是。侄儿，今日你2人点满江红了吗？点了。不如今天中午把这满江红让给父亲，我今日请你们魏伯父吃个饭。好吧。呵，竟然抢自己女儿的食吃！请人吃饭，请人吃饭。这人和自家陛下之间竟然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倒谈不上尊敬不尊敬，反而是像极了朋友之间的打骂。玄成，你觉得这家14如何？不同凡响。二郎，那手咏菊也是店家写的？没错。志气如此之高，怎甘心做一名私厨？我也不知道，我让2个女儿旁敲侧击，也还没问出缘由。玄成啊，你真以为我是贪图这一口美食吗？这位店家是位大才，我与他相处月旬有余，可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藏着什么本事。一开始我以为他只是有不错的手艺，后来发现他在农事上颇有建树，再后来发现他有断案之能，再后来发现他在算学一道上极具才华，再后来发现他有诗才。这样的大才一时荒野，隐于大事，未免太过浪费了一些。他现在还不愿入朝为官，我来这呀，其实是想效昭劣地之举。怪不得陛二郎的身子最近发了福态，原来您一直吃的都是这些东西吗？让我先替二郎试试。这个小老头虽然说话难听一些，心地还是好的，知道替自己试毒。怎么样，店家的手艺还算不错吧？哪里是不错，门外挂着的那道天下第一的招牌一点都不为过，就是二郎家里请的那些庖丁也比不上这位店家。哈哈哈！二郎，这若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时半会还显现不出来，二郎就且先再等一段时间。若是我还无事，二郎再吃不迟？魏征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要脸。他们这次外出，在虾人面前是要隐藏自己身份的，像是李靖、侯君集，甚至程咬金那个憨货，都还会顾及一下藏起来的君臣关系。魏征就完全不放在眼里，厚着脸皮占李世民的便宜。即便二郎不说什么理由，只是为了这家14的美食，臣现在也能理解了。当然最关键的，你不觉得那里的环境很让人放松吗？你觉得那位店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是见了一面，要说太多，臣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这店家傲气得很。你形容得很对，店家那人傲气得很，全天下的人在他眼里好似都一个模样。朕虽没暴露自己的身份，但在他面前多少是个官绅。可在他眼里，朕这个官绅也好，他家伙鸡那个白绅也好，往来的客人也好，他的态度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是官绅就高看你一眼，也不会因为你是布衣就看矮你几分。所以在那家14，朕不用像是在朝廷上那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维持一副帝王的模样。和朕的2个女儿，还有店家那2个妹子打扑克、画乌龟，算是朕为数不多的一个消遣了。做皇帝可真是累呀！店家，今个给我捡4根油条，6个包子。昨个早上那些吃食没能填饱肚子。店家给我捡20个包子，10根油条。你要那么多做甚？你能吃得了吗？本店可不欢迎浪费粮食的客人。
侯参军早上脱不开身，这不劳烦我给他带一些过去。我不能卖给你那么多，你自个能吃多少就买多少吧。你往后看一眼，这些都是来我这买吃食的。买卖的规矩是说先到先得，可我这毕竟分量不多，你要是一个人能吃得了包圆了，我没意见，后面的客人也没意见。可你要是给别人捎带一份，这人都不来，就占了一份吃食，对得起这些早起过来排队的客人吗？那店家您给我来10个包子，5根油条。侯尚书，您的那份没买到。卢国公，您在开什么玩笑？侯尚书，某可没骗你，店家说了，往后您要是想吃，自个早起去买，要是卖给了您，对不起其他早起过来排队的客人。侯尚书，这个给你，不过别和店家说我分了你一个包子。真香，包子真好吃。陛下，臣有2事启奏。准奏。朝廷之上理应庄重肃穆，陈弹劾左领卫大将军卢国公程咬金一门。朝堂之上吃食有违礼法，而且香气太重，易扰乱朝堂，臣请陛下处罚。朕以为你说的有理，不过区区小事，也不必惩罚太重，便削去1月俸禄。程将军以为如何？臣无异议。陛下，臣第2件事说的就是休沐。臣昨晚回去之后再三思考，陛下虽贪图美食，不过只是微服访问14，并未劳民伤财，不窃君王之举，但尚情有可原。朝堂上诸公为我大唐也是心勉勤政，凡事过犹不及。臣以为陛下昨日提议之休沐是上上之策，是臣昨日唐突了。那休沐之事可有人反对了？除了魏征，也没人会反对这件事。休沐的事就此敲定下来。你说什么？2户人死了8个。起因是因为深夜里陈家失火，火势蔓延到王家，导致2家都葬身在了浓浓大火之中。要是都死完也就算了，可偏偏这2户人家都还剩下一个活口。陈家剩下来的是一个女人，王家剩下来的是一个男人。他们并非是奸夫淫妇，官都是王家男人报的。他认为是陈氏害了他的家人。查，一定要查！我记得你先前在查快活林一案的时候，得到了同福14店家的帮助。那位店家是一位聪明人，我没有头绪的事，或许你可以向他请教一下。哟，何不良来了，可有日子没见到你。店家，许久不见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我近日出城去往临安里调查一桩案子，可那是蹊跷的很，我有些不解，所以想向店家请教一下。我不怎么会断案，不过你且说说，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一些提议。何姓男子把自己在临安里的见闻详细说了一遍。你是怎么觉得这是一桩命案的？那陈氏一点都不伤心，脸上也看不到任何愁虑之色，披麻戴孝，甚至还有些高兴。而且我有听到传闻说，这女子似乎有与人私通之嫌。自古以来，私通都是大罪。秦以来，若是发现私通，男女双方都会被处以极刑。到了汉代，私通者抓之必杀，男子可以不被杀，但还是要被收缴作案工具。那天晚上，王家男人为什么不在家？他到城里去卖柿子，入夜太晚，就在玄都关凑合了一晚，有居士可以为他作证。那陈氏呢？他说他想自己娘了，那晚回了娘家。我也去问过他的娘家，也的确如他说的那般。他娘家在哪？这也是很奇怪的一点，他娘家在丰台乡，距临安里至少20里路，可他一个妇人独自走了过去。按他的说法，是下午去的，等他到临安里都已经天黑了。店家，您这是有什么头绪了？是有一些，不过还不明确。那2家人的尸体是怎么处置的？已经入殓，还没下土安葬。你去查查他们尸体，看看有没有伤痕。请了仵作，但并没在他们的尸体上发现任何伤痕。口腔呢？那里检查了吗？没有。你就去查查这个破案的关键，说不定就在他们的嘴巴里。店家，那我就告辞了，趁着宵禁还没来，城门还没关，我得快些出门，不然又要等到明天。第2日，魏征处理完一天的公务，就迫不及待地赶到同福14。来一盘满江红，还有那什么金镶玉。客人，满江红是要预定的，您好像没预定。那就1份金丝肉，1份金镶玉，再来1碗米饭。店家，我检查出来有不对劲的地方了。那妖妇袁氏的案子，就是在这位店家的指点下破获的。现在不良人难道又遇到什么自己破不了的案子，不得不过来请教店家了？查出来什么了？我去检查了那8具尸体的口腔，除了陈氏的丈夫之外，其他人的口腔里都有灰尘。那陈氏丈夫的口腔里有什么？有没有泥沙或者是血块？店家，您真是神了，还真是在陈氏丈夫的口腔里，我发现了一些泥土，没有被烧过的草根，还有一些血块。那火就是陈氏放的了。嘴巴里有泥沙、草根、血块，就直接判定一个女子放了火，这是什么奇怪的逻辑？这2件事有半文钱的关系吗？店家，您怎么敢这么断定火是陈氏放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陈氏丈夫和其他人的嘴巴不一样？不知。因为那个男人早就已经死了，而且还是淹死的。一个已经淹死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家里？为什么又恰好发生了火灾？如果不是为了隐藏男人淹死的事实，你觉得会起这么一场火吗？
店家，您是怎么知道那个男人是被淹死，而不是被烧死的？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是会呼吸的，除非是特殊情况，否则他在什么地方死的必定会留下痕迹。他如果被烧死的，那他的嘴里也应该是和其他人一样有积蓄一些草木灰，可他嘴里没有，反而是有泥沙、草根以及血块，这些都是淹死在水里的特征。你去查一下，火灾当天陈氏和她丈夫去了什么地方，有没有去水边？若是有人作证最好，若是没人作证，你就炸一炸那娘们，就说你已经查清楚了，她和奸夫私通的事被陈家男人发现，争执之间误把男人推下了水，导致她淹死。为了掩盖自己错杀丈夫的事，更是为了想要和奸夫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于是就起了杀人灭口的心思，把一家都烧死了。他有那么狠的心肠吗？最毒妇人心嘛。这小老头怎么什么话都敢说，一屋子那么多姑娘，也不怕被冲，不怕李英姿一棍子捅过来。但你要记得，不要提及王家人的事，不要说什么失火不烧了王家的话。您是说和那陈氏私通的是王家男人？猜测，只是猜测。你说乡里一直捉风捕影的在说陈氏和人私通，可没人发现确凿证据。我们先立一个假设，假设这个陈氏真的和人私通的话，一个乡不大，几十户人家，为什么一直有传闻却没被人抓住呢？要么他们手脚都干净得很，一直都没人能发现。可如果他们真的能做得很干净，这种风声风雨也不会传出来。要么就是他们有充分的条件能够做到不被人发现，比如说他们在同一处地方劳务，他们的家很近。店家说的是，我现在就赶回去问问。店家，某有一事不解。什么事？您说这泥沙、草根能判断这个人在烧死之前就已经淹死，这我能理解。可您怎么就能判定那男人就是被奸夫淫妇失手推下水，而不是故意按头淹死的呢？你说的也有这个可能，但我敢下这个判断，就是因为男子嘴里的血块。请店家赐教。如果是被人强行按到水里，脸部最容易受伤，树枝、石子都有可能划破他的皮肤，但唯独嘴里是不可能有伤痕。那他嘴里的血是怎么来的？被人强行按头淹死都不可能留下伤口，总不至于自己失足落水，嘴里会出血吧？个人说对了，正是因为失足落水，他嘴里才会有血块。说起这件事，不得不提起一个叫做压力的东西。随着水的深度的增加，水下的压力也会增加，入水越深，压力越大，就像是有人在用力挤压着一样。虾哥哥，如果一个人用力在你肚子上打一拳，你肚子会烂吗？不会，可你会吐血。为什么会吐血呢？因为你的皮肤和脂肪能承受得住这种冲击，但是内脏不行，它们脆弱得很，所以会吐血。水下的压力可比一拳的力量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店家，这压力是什么东西？我怎么此前从没听说过？我知道。还请请小娘子指教。压力就是两个物体接触并产生挤压时的作用力。比如现在我站在椅子上，我就对椅子产生了一个向下的压力。魏征没追问下去，他只是觉得这些知识很有趣，没觉得有什么用。何不良，您怎么来了？我知道你丈夫是怎么死的了。怎么死的？你丈夫不是被火烧死的。何不良，这是什么意思？是落水淹死的，是不是？看来我说对了，你与人私通，奸情被你丈夫发现，争吵之间起了一些小冲突，你丈夫落水，然后不通水性的他被活活淹死。看着丈夫死亡，你便生了邪念，想要和你奸夫逍遥快活，又怕婆婆反对，于是就把丈夫搬回家里，放火烧死了婆婆，还有你那一个孩子。何不良，这不是我的主意呀，都是那死鬼的主意，都是他想出来的这些点子，我是无辜的，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奸夫是谁？陈氏吐出一个人名，正是那王家男人的名字。果然是他。何不良，您要不要现在就去把那奸夫给抓落？我去喊我汉子起来。不用，毛贼而已，我一人足矣。任期之内破获2起10恶之罪，再算上快获林掌柜即将敲定的罪名，那就是3起10恶之罪。这已经不是在履历上镀金，而是用金子做了履历。杨纂忙着写奏章邀功，在奏章中洋洋洒洒好好称赞了一番周小三以及何姓男子。我这些日子没来，14竟然出了这么多美食，错过太多了。捡了这么大个功劳，你就偷着乐吧。饶了我吧，这几天我跑坏了3双鞋子，受这种苦，拿这份功劳，三哥您要是要，您尽管拿去。对了，店家，你是怎么做到足不出户，仅仅凭借只言片语就判断出结果的？这是推理的运用。店家何为推理？所谓的推理，就是从已知的前提去推导出结果的方法。还请店家指点，如果掌握了这种方法，对我们办案而言，就等同于握住了一把名刀。
不过想要掌握推理这门技巧，首先你要有一个基本的逻辑思维，其次就是对你的知识广度有很高的要求，不一定需要在每一项知识里钻研很深，但至少对每一项知识多多少少都要有些了解。我这掌握2种推理的方法，一种叫归纳法，一种叫演绎法，它们2个截然不同，又相辅相成。店家，我能同您学这种推理的方法吗？可以，当然是可以，只是某从今日起便同三哥一样，店家有所言，某必有所为，还请店家教我。哟，枯燥乏味的学习开始了。当然，更枯燥的事还在后面。等天色渐黑，虾人结束课程，给他们布置了一个课业，让他们去收集长安不同地区的不同泥土，然后比较有什么不同。段公子可有一段日子没来了。掌柜，我倒是有听客人说起过，说是段公子近日来总是往怀真坊去。段公子去那做什么？我是听那位客人说，段公子好像是在怀真坊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石寺。我记得怀真坊唯一一家能拿得出手的石寺，不就是快活林吗？他能比得上咱明月楼吗？掌柜，您这都是什么猴年马月的消息了？那块活林早就倒闭了，连块活林的掌柜都因为杀人被县衙抓了去。现在整个怀真坊最好的石寺，好像是一家叫做同福的石寺。掌柜您不用担心，段公子去那也就是图个新鲜。怀真坊能有什么好东西？最多不过是和汤婆的水盆羊肉、郑家糊饼差不多的东西。真要吃好的，不还是得看我家明月楼。再说了，咱们明月楼还有 VIP 服务哦，只要998就能爽到家。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若只是些小吃，段公子吃个几日也就腻了。往常又不是说没这种事，可这次不一样。段公子11月没来了，若只是小吃，哪能留得住他1个月？段公子嘴刁得很。这食肆和经营商贾生意其实是一个道理，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们就应该早些提醒我的，我还是亲自去试试那家食肆吧。客人，我们这的招牌菜是满江红，软糯根硬，入口滋味可好了。我虽没吃过，可来过的客人都说好。其次还有菜品金丝肉、金香芋，主食是稻米饭和玉米。此外还有一种叫炸串的小食，过来开市会的读书人们最是喜欢。且都给我来1份。客人，满江红是需要预定的，您今个预定了，明个再过来吃。那就先预定着，明日我再来吃。其他菜包括主食，还有你说的那什么小吃炸串，一样都给我来1份。客人，一共是306文。多少？306文。我们这的规矩都是先钱后菜。你这菜品的价格还真是不便宜。物有所值嘛。那就来1份脆椒肉，1份金丝肉，1份玉米，1份稻米饭。一共是99文。客人，您的满江红还要吗？算了，暂且不要了，就这些吧。我是兴华坊明月楼的掌柜，今日拜访是想和店家做一笔生意。你是想和我做什么生意？我想求店家手中做菜的法子。你要我做菜的法子？先前有些人过来，想要的不是珠玉果，就是玉米，要不然就是黄金果。你还是第一个提这种要求的人，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店家您手里的那些食材的确是世间罕见，不过我也是开食肆的，自然清楚那些食材不过是锦上添花。真正决定这些菜肴之美味的，还是您做菜的手法，不是水煮，也不是灼烤，偏偏又兼具了2者优点，这是让菜品脱胎换骨的关键。你倒是挺有眼光的，不过不卖。店家，您是贵人，食肆对您来说不过是消遣，可对小人来说至关重要。谁同你说的我是贵人了？谁又同你说的食肆对我不过是消遣？我不过白身，父亲曾是大唐的百夫长，不过征讨外敌牺牲了，现在我家也就孤儿寡母，指望着这家食肆养活自己呢。是我冒犯了店家，不过我是真心想要，还请店家开个价吧，20贯、50贯，哪怕是100贯，只要店家您开口，我现在就差人把钱给您送来。吃饭的家伙事，你说能卖出去吗？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你若是肯与我来一场厨艺比拼，只要你或者你明月楼的厨子能胜过我，我就把做菜的法子交给你。当然也不算我欺负你，比试厨艺的主题是什么由你来定，不管你比什么，我都会应下来。真的吗？没错。那我就答应下来，今日我回去之后同四厨商议一下，明日再来同店家说一说比是什么。丁，恭喜宿主有了一颗争强好胜的心，触发竞技任务。赢下与明月楼的交锋，任务奖励500经验值，指定解锁任意一种食材。任务期间，宿主可以购买厨艺比试主题有关的食材，请宿主加油，披荆斩棘，在成为厨神的路上越走越远。哟，
要是早知道系统对厨艺比拼能有这么大的支持，我早就这么干了，不就是上门砸馆吗？这是我擅长的很。我说叔啊，我的手艺你也是清楚的，把我做出来的比做猪食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别怪我说话难听，合适，太合适了。你没吃过，所以你不知道那位店家做的菜有多好吃。既然他做的那么好吃，那还比什么？明个我就让小狗蛋在门口挂一块木板，就说咱明月楼做的都是猪食，想吃饭就去怀真坊的同福14。你他娘的！别生气，别生气。他之所以做菜好吃，不一定就是厨艺胜过你，而是因为那种特殊的做菜法子。咱现在的目的就是琢磨出来怎么能够胜过他，把那个做菜的法子拿过来，这样不就好了？既然是做菜法子的问题，那咱就限制住他，咱就比水煮，而且只能煮菜。越简单的菜，其实才越能看出水平的差距。听三叔你描述，那不过就是个小年轻厨艺能有多好？你说的太对了，是这个道理。哥哥，今天是不是又做了什么新菜？我闻见好香啊！是做了新菜。咦，虾哥哥你变了，现在有新菜都不告诉我们了。新菜不是对外售卖的。对了，今天早上有杨县令过来拜访我，感谢我前段时间对他的帮助，顺便送了一些小礼物过来，里面给我准备的是2只山鸡，其中1只已经在锅里炖着，另外1只在后院养着，你等会去后院看看，尾巴可漂亮了。九儿也收到了，是一把特别漂亮的刀，现在他已经开始和你的英姿姐姐学习怎么用刀了。我呢？我有没有礼物？当然是有的，在我们几个人里，最贵重的就是你的礼物了。他给你准备了一整套书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还有诗书礼义春，有些是我以前想买都买不到的，喜欢吗？本来读书练武，再加上哥哥的课外辅导，已经让他痛不欲生。来了这几本书，在孩子本就不富裕的休闲生活中，又占去了一部分。店家，今天想和您商议一些厨艺比试的事。你已经想好要比什么了？没错，昨天晚上回去之后，我和自家厨子商议了一下，最终决定比试的主题定为2个，一个是水煮，另外一个是菜。还请店家见谅，只有出此一策，我才有几率胜过店家。你确定比这2个主题？对，没错。那行，就比这2个。多谢店家宽宏大量，不过我尚且有一个疑问，这比试该如何判定胜负？这很简单，你请3个人过来，我请3个人过来，在比试当天再找一位你我2人都不认识的人过来，由这7人品尝后投票，最终得票多者获胜，你觉得如何？店家此举甚好，我无异议。我待会便请不良人在怀真坊路口处搭2个临时的灶台，5天时间用来筹备各种材料，然后我们便在那里进行比试，你觉得怎样？没问题，店家，那我就先告辞了。你说这人选什么不好，偏偏要选水煮菜这个主题，这不是自己送上门来吗？提到水煮菜，虾人脑子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国宴名品开水白菜。虾哥哥，你要和人比试厨艺了？没错。那我能去当评判吗？当然可以了。伙计，我听说你们明月楼好像要和怀真坊的一家同福14比试厨艺。对，是有这么一回事。客人您是怎么知道的？我是听我以前一位友人说起来的，他说怀真坊那边动静弄得可大了，我还不信。嘿，没想到竟然是真的。长安城有怀真坊这么一个坊吗？有，怎么没有？玄都关西边那个坊就是怀真坊。那不是挺偏的吗？那种地方能有什么好的14？明月楼怎么想起来和那种地方的14比试？这不是有些欺负人了？就是谁不知道明月楼的大师傅那都是能入上10局的水平，除了春江楼和上10局，谁还有可能胜过他的？我倒是听说段公子，就是那位常说自己是樊国公之子的小郎君，近日常往怀真坊去。所言是真，段小郎君常去怀真坊。你们也不想想段小郎君是多久没来明月楼了？那他这段时间一直去的就是那家同福14了。没错，看样子的确是这么一回事。能被段小郎君看中，那家同福14怕真的是有些东西。伙计，你们明月楼为什么要和那家14比？这我哪知道？这价钱是什么鬼？1只母鸡要1罐，1块火腿要2罐。亲爱的宿主，请您相信系统。系统提供的食材都是最优质的食材，鸡是清远麻鸡，饲养在海拔300米的向阳山脊上，它们在宽阔的草地上、茂密的梧桐树林间壮硕生长，不使用饲料，吃的都是天然野生肥硕的生物，饮用的都是最清冽、无污染的山泉水。你他娘的是在养凤凰吧？鸭是巢湖麻鸭，生长在巢湖边，它们在清澈的巢湖水中嬉戏成长，食用最鲜嫩的鱼虾、水藻。火腿选用的是虾好火腿中的正东腿，系统给您适配了最合适的带骨火腿。算了，你不用介绍了，总之就是卖这么贵，但一定物有所值是吧？没错。
虾仁心甘情愿的掏钱把这些材料取出来，随后开始熬煮最关键的汤。欢迎诸位啃上脸来观看这一场厨艺比试。此次比试的双方，一方为长安城最大酒楼明月楼，口碑极佳，都说其水平不在上市局之下。另外一方则是我怀真坊的同福14，想来大家也应当没有少吃他家的炸串、包子、油条。本次厨艺比试的主题就如诸位看到的一样，一是水煮，另外一个是菜。不知道在这样的条件限制之下，两位大师傅究竟能做出什么样的菜肴？我宣布，比试现在正式开始。比试正式开始，明月楼的厨子就飞快的行动起来。虾仁探着头，没有去做自己的菜，而是兴致勃勃的观看起来。汤已经煮好了，剩下的步骤就相对简单一些。我看旁边的厨子都已经动手许久了，怎么店家只顾看着，什么也没弄？店家怕是有些拖大了。才不是，虾哥哥昨天晚上就开始准备了，熬了一晚上的汤。今天早上过来，我和姐姐都没能吃上饭，就连露露去学熟的便当都是虾哥哥昨天晚上准备的，他才没有拖大。我昨个去上食局了解了一下，水煮菜的关键就是在于汤汁。虾哥哥已经把汤煮好，菜已经完成一大半了，现在把菜做好，可还没到评判的时候，等菜凉了，那菜也缺了一大半滋味，哪能做出这种事来？原来如此，倒是我不了解了。怎么回事？同福14那店家还不动手，明月楼的厨子都已经开始煮汤了，该不会是认输了吧？不会吧，弄出这么大的阵仗来，若是认输，岂不是太没重了？他娘的，他要是认输，这不就是把咱当猴耍了？大老远跑这怀真坊一趟，就是看他认输的。他要是敢认输，我就卸了他一条胳膊。不良人就在那边候着呢。不良人怎么了？你觉得我会怕他们吗？我听说明月楼之所以要和同福14比试，好像是看上了同福14的一个秘方。你们说这会不会是明月楼仗势欺人？嘿，那汉子，你磨磨蹭蹭的，菜做完了吗？当然。经过一个上午漫长时间的烹饪，两家14都已经做出了最终的菜品。接下来就是最为重要的评判环节。或许其他几位评委你们并不相识，但樊国公之子段冠，段小郎君的名号，我想你们大部分应当都是听说过的。他是大唐的美食家，吃遍天下的山珍海味，所以有他在，就足以证明这一次评判人员的能力以及公平性。这是我在水煮菜上的精华之作——羊汤波斯草。菠菜的风味很浓郁，可不知道为什么，舌尖依旧被羊汤占据着，就像那一群浩浩荡荡、气势恢宏的羊在滚滚尘土之中奔腾行进。店家，您做了什么菜？一根立起来的白菜，外面一圈甚至就只剩下白菜帮子，连叶子都没有。诸位，请品用吧。哇！一小口汤里有着勃勃生机，软嫩爽口，连一点菜筋都没有，汁水充盈，舀一口汤汁就在口腔中爆发。我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汤。那么，请诸位评判投出自己的选择吧。所有评委都指向虾仁。我输了，自己最志得意满的一道菜竟然输了，还是以这种被碾压的姿势，怎么可能？你尝尝吧，你尝过之后就知道你为什么会输了。哇，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我输了，这道菜您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小店就在街角，客人们若是有兴趣，可去小店吃个食。只是小店价钱不便宜，还请诸位准备好铜钱。店家，恭喜恭喜了！几位贵人今日来得够早啊！今日休沐，孤儿有时间早起过来。听小女说，店家这个早市不错，可惜没能遇见。不过能碰着这么一桩盛事，倒也不错。休沐，自客人上次来我这得有2月有余了吧？怎么之前没见客人休沐？难道你们是2月才有一次休沐的？当然。当然不是，只是之前尚无休沐，今日来出了一道公文，说我等日后10日可休沐一次，以后少不得要常常光顾了。原来如此，真是太好了！你们要吃些什么？我去给你们做。我听女儿说，店家您方才在比试中做的菜十分鲜美，我们想吃那一道菜。算了，那道菜你们吃不起。是吗？一道菜能有多贵？店家怎知我们吃不起的？那一道菜要价30贯，你们不过参军，1年俸禄才多少？半年多俸禄就吃这么一道菜，不合算。店家，不会吧？这道菜怎么能贵到这种程度？光是煮出来这一锅汤，所用材料之多、之精、之贵，可是把我大半家底都折进去了。那敢问店家，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你又吃不起，你问名字干什么？行了，等以后我琢磨出降低成本，再把它端到菜谱上吧。现在你们就凑合吃其他的菜吧。也好，那就辛苦店家，就给我们所有菜都来一套吧，再预定个满江红，等晚上的时候食用。来一套，李世民就是阔气。行了，输了就是输了，
技不如人就是技不如人，倒也不用这么垂头丧气。掌柜，今日可没来多少客人。我们是靠那些客人吃饭的吗？还是掌柜英明，我们都是靠 VIP 套餐吃饭的哦。咱明月楼虽然被同福14当成了垫脚石，可并不影响咱明月楼的生意。别忘了同福14的菜再好吃，那也只是一家14，他是办不了宴的。这东市的宴还是得由咱明月楼来办。叔啊，我不干了。不就是输了，至于不干吗？以后磨练厨艺，再把场子找回来不就行了？放心好了叔，最多10年，我一定会回来的。我要去同福14拜师学艺了。那位店家，不对，是我师傅的厨艺太高了，你让我一辈子自己琢磨，我也琢磨不到那种程度。等我出师，学会了师傅的手艺，我一定会回来的。你给我回来！叔啊，你不用劝我，我意已决，你就是把俺娘找过来，我也一定要去拜师。瓜总，我没打算拦你，但现在他娘的要宵禁了，你是想被抓进万年县衙，被杖刑吗？叔，您不拦着我，为什么要拦着你？你想去学更好的厨艺，尽管去学就是了。我是你叔，是你的亲人，当然要支持你。等你学艺归来，明月楼依旧会有你的一席之地。叔，您真是太好了，等我学艺回来，咱们再创辉煌。今个14出了3种新的吃食，一种是和炸串一样的小食，另外2个则是新菜。是昨天虾哥哥比试的那道菜吗？那道菜的成本我还没降下来，是其他2道新菜，一道是油爆肉，一道是火焰山。那中午就要一道油爆肉和一道火焰山了，一共要多少钱？油爆肉是和脆椒肉一个价钱，都是60文，火焰山要稍微贵一些，得要150文。火焰山也是需要预定的吗？这倒不是，火焰山只是食材成本高一些，但并不像满江红那些费功夫。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什么情况？你怎么一进来就磕头？师傅，我是来向您拜师的。你不是明月楼的厨子吗？师娘好眼力，没错，我就是明月楼的厨子。你来拜师，你家掌柜能同意？同意，他同意的。不过很遗憾，我不同意，你还是请回吧，我现在没有收徒的打算。师傅，我懂，您是怕我是三叔派来偷学技艺的，放心好了，我是真的想要来拜师的。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收徒的，还有别叫我师傅。师傅，我会向您证明我自己的，我这就是先给您打个招呼，待会我出去寻个房子，以后就留在您的14里帮衬您。这人不用管他。虾哥哥说的那种和炸串一样的小食是什么东西？是一种叫爆米花的食物，10文钱一碗，要不要来一份？要，来2份。虾哥哥，这能吃吗？当然了，我想你一定会喜欢上这股味道的。比辣椒炒肉还要汹涌数倍的辣意，舌苔像是燃烧了起来，辣意滚滚，汹涌澎湃，肉嫩，几乎到了入口即化的地步，舌头和牙齿轻轻一压，就把肉的滋味融入到香气里。店家，您这是又出新的吃食了？段公子，你这又是怎么了？昨个还见你好好的，今天怎么又这副模样？又被疯牛给顶了？这次不是疯牛，家里有匹烈马，昨天不小心被他掀翻，狠狠踩了几脚，今天我可要好好补补。咦，那是程参军，他来这么早可不多见。哎呀，看错了，那汉子和程参军真像。店家，你那是什么眼神？那人比程参军瘦多了。半日不见程参军，想念的紧，倒是客人怎么听到程参军的名字这么激动？我也和店家一样，对程参军想念的紧，他让我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没想到我们竟然会这么投缘。不如这样吧，等程参军来的时候，我们同他结拜为兄弟，你觉得怎么样？不，我觉得不行。放心好了，若是咱结拜成兄弟，以后我给你们打5折。我觉得这件事还有待商榷。也是我唐突了，您那是高高在上的国公之子，怎么会瞧上我们这种白身？店家，我哪敢有这样的心思？您有这手艺，是了不得的大师傅，我不过国公次子，哪能跟您比？您愿意同我结拜，还是我高攀了您？只是这件事还是应该慎重一些。对了，店家，您这是又出了什么新菜吗？没错，我这又出了油爆肉、火焰山这2道菜，味道美得很。就是客人你现在的状态，怕是有些不太适合吃这2道菜。店家，哪有不合适的？您且给我上来，再来2碗米饭。这些东西就分给你们吃吧。不过不许多抢，大家要公平分好。你是说真的？那个小女孩手里的东西特别好吃。没错，你没看其他人都围了过去。抢一个小姑娘的食，会不会有些不好？若是被先生知道了，先生知道了又怎么样？我父氏是御史，区一个先生，敢惹我父亲吗？可我听说那小姑娘好像也来头不小，颇烦得很。你要是再劈刀下去，咱可就自己去了，吃食也不带分你。别，我跟你们去干就是嘞。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女娃？就是她。你的饭我们几个要了。不给，这是我的饭。今天你不想给也得给。那你就是要抢我的饭喽？废话，小碎块拿来吧。我警告你们，抢别人东西是不对的，而且这里是学堂，等会先生过来，你们讨不了好。你觉得我们会怕先生吗？我再一次警告你们，抢别人东西是不对的，你们再这样，我就反击了。碎怂，哪那么多废话，再不给我就揍你了。抢人饭是不对的，打人就是更不对的。怎么回事？他们过来想要抢我的饭吃，我说了我不给他们，他们就要抢我的饭，然后我提醒了他们3遍，不要抢我饭，抢饭是不好的，先生会生气的，但他们还是要抢我的饭。那个人他甚至想动手打我，然后我就反击了，我把他打倒之后，确定他不能再打我，我就没再动手打他啦。这位小娘子说的不假，的确是这样的。小娘子的确是先警告了他们3遍，那个人真的要动手打小娘子了，也亏是小娘子机敏。我知道了，你们把他们俩送到他们的斋房去，等会继续上课。怎么了？今天有人想抢我的吃食，中午哥哥给我做的饭全都浪费掉了。谁欺负你的？不认识，是别斋的学生。虾哥哥，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件事？毕竟是小孩子，做出来这种事也不应当太咄咄逼人，让他们遵循礼节，好好的给露露道个歉，然后按着堂律，强盗该如何处罚就该如何处罚，倒也不是不可以原谅他们。按照堂律办事，自然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是不是有点太不给那些官员面子了？大郎，我们的孩子怎么了？好好的在学塾读书，就别人给废了呀。我儿是哪里废了？请大夫来看，说我那可怜的儿子，从今以后就只能做个阉人了。阉人？怎么可能？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学塾里，我儿见一小姑娘带的吃食不错，想要讨要一些，可谁能想到那小姑娘不给还就罢了，还很心废了咱那可怜的儿子。哼，明日我亲自去学塾问问，定要讨一个说法过来。陛下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他们2个都这么要求了。朕哪有时间去处置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陛下就是不会帮那位店家了。没错，不仅朕不会帮，朕还要告诉李仆射、程段2位将军，告诉玄城那个小老头，谁都不准帮他。陛下不是喜欢那位店家喜欢的紧，对那露露不也喜欢的厉害，怎么就不愿帮他呢？朕是个皇帝，朕就不能按照喜好去做事了。朕也想看看那位店家会怎么处理这件事。4五品的官员虽然不大，可对白参而言是一座巨山。他若是能处理得好，不就证明他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对朕而言，那是一个极好的消息。他若是处理不好，指导抑制权力最好的东西就是权力，因此步入朝堂，哪怕是为了追求权力，对朕而言不也是一个好消息？不管怎样，对朕来说都不是坏事。那马周、刘季虽有才华，可比不得店家来的有趣，就让他们做那位店家的试金石吧。陛下就不怕常太宗对那位店家做什么？他若是想做，那就由他做去，不用猛火，怎么断出真金？若是那位店家受不住，朕当个救人于千钧一发之际的英雄，不更是一件美事？李娘子，本官马周，不知令尊安好。你拦我作甚？昨日犬子同这位小娘子好似有一些冲突。原来就是你的儿子。回去之后，我儿子一言不发，捉襟嘴笨，又说不得不甚清楚，所以本官想了解一下，昨日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李英姿复述了一遍事情经过。这事虽是犬子不对在先，可小娘子下手也未免太重了一些。若小娘子向犬子道个歉，此事就此结果，如何？你让露露给你儿子道歉。难道李娘子认为本官说的不妥？露露的哥哥说了，要你3人的儿子以正理向露露道歉，而后依照堂律以强盗罪论罪，这事就可以勉勉强强原谅你们。李娘子，犬子可是从此断子绝孙了，还要我等道歉，是不是过分了一些？断子绝孙，还有这种好事，干得漂亮！这段时间没白教你。李娘子，您这么说怕是有些过分了吧？过分？3个10多岁的孩子欺负一个小女孩就不过分了，连着3次提出警告了，要求住手了，却依旧还要抢劫下去，甚至还要动手打他，这就不过分了。被逼到这种份上，他要保全自身，需要反击，难道还要顾及要欺负他的人的身体安全？虾哥哥就是这孩子的兄长，让我给你们捎带一句话，做了什么错事就该认什么处置。如果你们不愿意，还一心想要包庇自己儿子的话，那他就会帮你们一下。郎君，你处理好了吗？害了咱儿子的那小贱人现在怎么样了？就应该把他卖到教司方去。胡闹！我去书院问了先生，也遇见了那位小娘子，分明是他挑事在先，在你嘴里他怎么就那么无辜了？就算这样，也不应该下这般重手。我们的儿子
他可是废了呀。你去差人到刘氏中宅上常太中府上，请他们今日事毕之后来我家一叙。我侄儿身体如何了？淹了，真是狠毒，伤了我侄儿的是哪家的人？马周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不过小孩子之间的打闹玩笑罢了，那小娘子心肠倒是歹毒的很。兵王，你可知道那小娘子是哪家的？我只知道她似乎是和代国公之间有些关系。李仆射的女儿。李仆射哪有那么小的一个女儿？昨天我儿把这事同我说了之后，我就差人去打听了一下，虽不知她是如何同李小娘子扯上关系的，可她应该是同代国公没有关联。常太中，您应该还记得李仆射、魏世忠他们朝会之前常常会吃的餐点。马周有些茫然，他的品级不够，上不了朝，对这件事不甚了解。马士玉或许不清楚，怀真坊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14。近日来朝中几位尚书、大夫都会在朝会前去那购买吃食。今日我家门客查了一天，那个害了马士玉公子的小娘子，就是那家14店家的妹妹。我今日可是去见了那个小娘子的，看其模样，可一点都不像是白参家的女儿。我也有些不信，但查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既然只是14家的女儿，那就简单了。他还想要我们3日内将儿子送到县衙认强盗罪，也不知哪来的底气。兵王，这事就交给我吧，3天之内我让他们一家跪在侄儿床前磕头赔罪。刘给事，您是说那些大人物都常去那家14？倒也不必如何担忧，虽说他们常去那家14，可从来不用明面上的身份，就是李仆射都不过是自称一位参军罢了。刘给事，你这气口流的可真够吓人的。既然如此，那就按我说的那样去解决吧。大来兄长，恐怕有些不妥。犬子虽在也不能人道，可这件事毕竟是他不对在先。那个小娘子再三警告，犬子依旧还向他动手，有这一点在，也挑不出对方半点毛病。那家14背后虽无贵人，可毕竟是几位郎君常去的地方。我们要是仗势欺人，您说说他们会怎么想？魏世忠也会去那家14的，对否？没错，魏世忠眼里是揉不得沙子，此事若是被他听去，大来兄您有恩情，倒还好说，可我和刘给事的前途可就没了。那兵王的意思是？我们要好好处理，明日差人去请那人，我们赔礼道歉，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等此事过了，再慢慢想法报复回去便是。今天这是怎么了？昨天姐姐回家之后，想要父亲帮露露出口气，但父亲一直都是敷衍过去。今天早上，姐姐又去缠着娘亲，娘一口回绝，说父亲没想着要帮露露，父亲往日那么喜爱露露，结果都是假的。哼，露露被欺负了，竟然一点都没想着帮露露报仇。行了，不委屈了，我也没想过要你们父亲帮忙，这种小事我一个人就能解决了。那可是几世忠和侍御史，区官吏罢了，信我不会让露露受委屈的。店家有个好消息，那地沟油已经确定结果了。那些死囚前几天还好，现在试1天，拉1天，吐1天的，有个玩意昨晚就吐死了。那恭喜了小三哥了，我有一件事想要麻烦你一下。店家您吩咐就是了。明日我休息1天，你带我去见见九儿他娘。店家，您见大子作甚？那3个人不乖，不想听话，我向大子求个鞭子，然后训狗。店家，您怎么不请那几位出手？您先前说过那几人是国公，那时我还不信，只当您是唬他们的。可这几天跟你学推理，倒是觉得他们肯定不只是参军那么简单，说不定还真的就是国公。虽然同他们关系不差，但这时候他们肯定不会帮忙，就算请来了，可请神容易送神难。那明日我就带店家前去。从一开始，虾仁就没想过要程咬金他们帮助自己，甚至哪怕程咬金他们主动开口，虾仁也都会一口回绝掉。自己差遣周小三他们做事不欠人情。这不是周不良吗？怎又来我这了？莫不是又要食言？有什么事要求到我头上了？我是领人来见大子的。娘，九儿你怎么来了？你就是把宇文九买去的贵人。没错。我有2件事要你去做。你请说。第一件事，帮我查清太中大夫长河、给事中刘季、侍御史马周的所有资料。我想你应该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明日你让小三来取。第二件事，待会我要和小三去吃一会花酒，烟花柳巷之地，女眷不方便进去，你帮我照看一下九儿。怎么不能做到吗？能，当然能。怎么他娘的还有进门费？店家没来过这吗？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来这种烟花柳巷之地？没有酒，倒是有不少花。你们也收到了信吗？他们3个人在昨天晚上都有一封信笺摆在了他们的床头。长河收到的信还要稍好一些，他没有明显的派别痕迹。可刘季和马周他们俩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就是因为他们俩现在都是明面上亲近于太子李承乾，可暗地里却是亲近晋王李治的人。派别之争虽不好听，但在朝堂上尤为重要。哼，他娘的，这小子太嚣张了，这是你们能忍？不过一个有些微末本事的厨子，他敢这么威胁我们，我今晚就差人去。太平兄长，如此不妥。有什么不妥的？放心好了，这事我来，用不着你们俩掺和。老子他娘当年是给陛下守门的，现在已经是县伯了，
老子现在已经40有6，也没指望以后还能当多大的官。太平兄长，现在已经不是前途不前途的事了，是那个店家压根就没想和我们在现有的规矩里玩。刘给事说的对，那位店家从来就没想过要主动报关，他这么做是想告诉我们2点，第一点就是他要在他制定的规矩里和我们掰手腕，这第2点他想告诉我们他的手腕比我们想的要粗，而且要粗很多。自我给那位店家送去请柬，这才过去多久，不到3天的时间里，他就能把我们调查得如此清楚，还能不动声色的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脑袋旁。这说明要么是他手眼通天，是在这短时间里调查出来的，要么他早就在调查我们，朝堂上滚滚诸公的情报他都掌握着。所以一律论处也是在情理之中，本就是他们做错，受些惩罚倒也没错，秉公处置，不徇私情，也能留下一段美名佳话。我倒是没打探出来那位店家喜好什么，明日送一些金银玉器过去吧。也罢，明日我就跟你们俩走一趟。此事是犬子挑起，等此间事了，仆定当去常太中府上请罪。于是御史马周见过店家，于几事中刘基见过店家，老朽吴水县博长河见过店家。几位贵人来我14作甚？难道是来吃饭的？店家说笑了，于是林犬子向令妹赔罪的。于教导无方，骄纵犬子，让其做出了强盗之举，实属不该。今日赔罪之后，于便会亲手将犬子送到府衙，定其罪，施其罚。于也一样，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就替妹妹原谅你们。多谢店家宽宏大量，那我3人就告辞了。若是有时间，常来小店坐坐，我这手艺冠绝长安，亏不了你们的。虾哥哥，他们就这么认错了？不然啊，做了错事，认错改正才是好孩子。陛下深夜召臣，不知所谓何事？我听说你今日把你次子亲手送入县衙，定了一个强盗罪的罪名。确有此事。发生了什么事？臣教子吴方，臣次子伙同刘几世、马世玉的儿子劫持同福14店家妹妹的食物，本欲私下和解，那店家不愿接受，只想依唐律处置。臣等3人再三思考，臣等既然是朝廷命官，机要大员，理应做万民之表率，更要遵循唐律，故而臣等亲自将不成器的儿子绳之以法，以儆效尤。是吗？真的是这样？臣不敢说谎。不错，你们有这份心，朕很欣慰。朕的官员就应该是这样的。朕赏赐你们3人，每人捐100匹，望3位日后能够恪守内心本意。臣谢过陛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明天得让他们再去打听打听。我听说店家最近有一些烦心事，劳烦客人牵挂已经解决了。客人是怎么解决的？大家都是读书人，都是讲道理的，好好说一下不就好了？那可是县伯、县男，他们真有那么好些？难道客人你是觉得我大唐的勋贵都是欺男霸女、不讲道理的粗鄙人士？他们怎么就不能那么好心了？多谢几位客人牵挂，不过是已经完美解决，何必要关心他是怎么解决的呢？我这家14叫做同福，大家一起高高兴兴的不就好了？怎么办？咱的生意都被同福14抢走了。不良人不是说那油有毒吗？我们就胡闹。我问过不良人这个问题，人同福14用的油没问题，那瓜怂是用了同福14用过的油，再经过什么手续，导致那个油藏了毒。那么多人在同福14吃了这么长时间，别说中毒，就是闹肚子的能有几个？而且你们忘了，昨天有贵人，那是比礼堂、比县令都还贵的贵人，向夏先生道歉。就咱们这几条贱命，能比得上那些贵人？贵人道歉，还把孩子伏法认罪了，那落到咱们头上，你觉得咱能保住脑袋不？夏先生是个好人，你们知道那高铁不？高铁才在同福14忙工多久，家里已经添了2头猪仔，老老少少都换了一身衣裳，听说还要请人修缮房子里。夏先生肯定给高铁开了很高的贡献。你们去看过同福14早市摊子吗？每天早上人都有好多，还有好多人都买不到。还有，你们听说了吗？夏先生现在收了一个徒弟，就是那个明月楼的厨子，现在天天都在同福14里。所以夏先生是好人，买早餐的人很多，同福14兼顾不过来，所以我们去拜他为师，学他的手艺不就好了？妙啊！朋友，你们听说过加盟吗？店家，何为加盟？就是你们给钱从我这里学技术，每个月的营收也需交我一份，我准许你们在一定程度上打着同福14的名号，但相应的你们也得遵循我的要求。不知夏先生要求多少钱？1人1罐，以后每个月你们早餐铺子的纯收入要支我1成，我准你们在自家招牌下挂上同福这2个字。其他食材我不提供，不过炸货的油我可以卖给你们，但用了我的油就得遵守我的规矩，油要1天1换。你们中应该知道，用久了的油就会变成毒吧？知道。明天带着铜钱过来，和我签订契约之后，就可以学我的手艺了。师傅，我也能跟您学吗？我能掏钱。首先不要叫我师傅，我不会收你为徒，然后不教，掏钱也不交。
对了，高铁我听你说过，你家里想做什么营生？明天让你妻子过来，我也教她早点的手艺。你毕竟是替我卖力，钱就不收你的了，每月只需搅拌成纯粒就好。大郎是酿出新酒来了。没错，新酒酿了出来，新酒就叫它郁金秋，50文1两，每人1天限购3两，要不要来试试？大郎，那就给我来3两。虾哥哥，酒真的有那么好喝？小娘子，酒那可是粮食中的精华，你说它能不好喝吗？尤其是店家的这郁金秋，酒如其名。这么说吧，1两郁金秋和1个婆娘，那我一定选郁金秋，给2个婆娘我都不换。你婆娘来了。三哥，你吓唬我。虾哥哥，我也想尝尝。不行，你要是想喝酒，再过几年。为什么？你这个年纪还在发育，肠胃还都是幼年期，过早喝酒会对肠胃造成损伤。小孩子毕竟没成年人那么皮实。二郎，你怎么了？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虾先生。陛常听说同福14有多好，也有了一些好奇之心。陛下不如明日带婢去见识一下。也好，观音逼你长居深宫不是一件好事，也该带你去看看。对了，今天虾哥哥还酿酒了。店家的酒酿出来了。没错，今天有2个人点了新酒，一个人还说婆娘和郁金秋之间，他一定会选郁金秋。酒这个东西真有这么好喝吗？这新酒郁金秋和之前那琼浆玉液相比怎么样？父皇还记得那位周小三吗？当然记得。周小三说，这酒虽比琼浆玉液差了一些，但也依旧是了不得的好酒。50文1两的价格一点也不高。父皇，您要去尝一尝吗？真的不贵哦，只要50文1两。哈哈哈！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就去14看看。太好了，母后我和您说，同福14真的是一个好地方，里面菜可好吃了。虾哥哥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有时候会欺负人，不过他还是很温柔的。哥哥，那条小黑你准备什么时候做呀？你个小馋虫，想吃鱼了吗？那行，今天给你做一道红袍报喜。小黑你放心，我哥哥的手艺可好了，一定能把你做的特别好吃。店家，我听说您这又有新酒了。没错，郁金秋1两50文，每人限购3两。这酒也限购吗？没错。算了，限购就限购吧。我听说您这也出了不少新菜。对，打你上次来，多了油爆肉、火焰山，还有红袍报喜这3道菜。虾哥哥，红袍报喜是什么菜？我怎么都没吃过。今天才推出的新菜。虾哥哥，你都没有和我说。你又没问嘛？哼！那就劳烦店家给我来3两郁金秋，1份油爆肉、火焰山，还有红袍报喜。虾人把菜品端上去，看到这一盘菜，几个人都有些愣住。红袍报喜原来是一道鱼，店家，你这是什么鱼？你猜？大唐因为国庆称鲤鱼为赤鲤公，禁止食用鲤鱼。若是发现有人沿街卖鲤鱼，杖刑60。放心好了，这是鲫鱼，你该不会以为这是鲤鱼吧？哈哈哈，店家真幽默。放心好了，我没那么黑心。鲤鱼那种土腥味最重，肉又不够嫩，刺还不少的鱼是河鱼里最难吃的一种。我把那东西拿上餐桌，不是糟践客人吗？这鱼也是店家你养的？这鱼有名字吗？有，这鲫鱼叫香云鲫。是吗？那我来尝尝这香云鲫。哇，滑嫩、紧致、绵密，酱料的味道并没有压抑住鱼的本味，反而在层层叠刺之后，最终留在口腔里的就是鲫鱼的本味。好吃，真好吃！让我再尝尝这个郁金秋。不辣，好酒，好酒啊！夫人，你也尝尝这个酒。这酒好辣，二郎怎这么使坏？我还以为自己的嘴巴要坏掉了。哈哈哈！我刚才没尝好味道，让我再喝一口。你身子骨不好，少喝一点。这一家人又不是说买不起第2份郁金秋，用长孙皇后的名义就是了，干嘛这么秀恩爱？真的是。店家，你年纪不小了吧？还挺年轻，再活几10年应该不成问题。你问这个干啥？一真家的孩子看上去比你小，可都成婚了。店家，你可有中意的女子？你问这个干啥？咱俩都这么熟了，我也是关心你。我像你这么大年纪，娶了都不止1房了。我现在还没考虑这种事。男子汉大丈夫，成家立业，这是有什么不好考虑的？现在年龄太小，还不能成家。女子15、16岁便能出嫁，怎么就年纪太小了？呵呵。虾人呵笑2声，开始给李世民科普生物学的知识。李世民一开始还不怎么往心里去，可听了几遍之后，脸色渐渐慎重起来。还有这种事？没想到店家在医道上也颇有建树。略懂略懂。陛下，你是真想把店家收了做女婿？店家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可惜朕还是没问出来他对商贾的看法。不过以他的本事，日后便是不能为相，也能做一部尚书，依4之卿，配得上朕的女儿。倒是我有些对不住你，平白让你遭了这么些年的罪。一家之言哪能尽信？就算不能尽信，信一信也无妨。迟几年出嫁也正是好时候。朕现在是越来越喜欢他了。你说等日后他和朕的女儿完婚，朕再突然和他说，其实朕是大唐的皇帝，
那段参军、卫士仪什么的，其实是我大唐的栋梁之臣，你说会不会把他给吓一大跳？哈哈哈！无趣，无趣，去把多比小儿唤来，姑要看他跳舞。协力可汗是我大唐之臣，太上皇不应如此。哼，姑就要看多比小儿跳舞，难道堂堂大唐天子连一个区区的突厥蛮子都指挥不动吗？如此，那便请多别为太上皇献武艺去吧。臣不善舞蹈。姑说你能跳，你就能跳，只是一人跳舞，未免乏味的很。冯志岱，你来咏诗。随后，在诗声、丝竹声中，协力可汗笨拙地跳着舞。你这突厥臣子跳舞倒是不错，留在我这当个舞娘如何？父皇想要，拿去便是。算了，要这臭汉也无用。第二，你怎一口菜也没吃？莫不是我这未央宫的吃食你不满意？这些饭菜不得胃口，和朕往日里吃的差得太远了。你我范氏不都是经上10局之首？难不成他们怠慢姑了？朕近日在长安城里发现了一家14，手艺冠绝天下，便是上10局都比不上那位店家的手艺。若不是朕着实繁忙，是恨不得天天去那家14吃饭。那就宣他入宫，姑要尝一尝他的手艺。怕是不行，父皇若是想吃，只能是自己去了。姑是太上皇，就是朕也得亲自去。那你明天带姑去尝尝。店家，这是我父亲，以后他就是店里常客，还请店家多照顾照顾。我父亲脾性有些不好，有时候若是有一些冲撞之举，还请店家看在我女儿的面子上，多担待担待。成，你都这么说了，店里今日可有新的吃食？对，本店又有新吃食了，是一种叫火锅的食物。锅底分为辣油、羊汤这2种，辣油的是30文，羊汤是100文。另外有涮火锅的菜品，一盘羊肉是20文，猪肉是15文，像是紫瓜、黄金果、红薯这些素菜都是10文一盘。那就来个羊肉火锅，再多一份羊肉。让我来尝尝这个火锅。哇，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店家，你这14不卖酒水的吗？你儿子没跟你说吗？我家是卖酒水的，只是前些日子刚刚卖完。我明白了，一定是客人，你想自己多喝一些，所以才一直没带自己父亲过来。到现在酒卖完了，你才把自己父亲带来。大郎是想喝酒了吗？是想喝上一些。瓜怂，去买1斗酒来。凭什么我去？你这怂货不去，咱这几个人里谁去？难不成你让店家去？我去就我去吗？快去给我买酒来，今天我就要痛快的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算了，我这里还珍藏着1瓶五粮虾，给你们喝吧。不辣，好酒啊，这才是男人该喝的酒。店家，我这不争气的儿子，怕是没少给你带来麻烦吧？还行，除了有时候会问一些不合时宜的问题，酒喝多了，动静闹得有些大，会影响到别的客人，不时还会顺走一些东西，像是酒壶啊、电机啊什么的。其实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人。那他还是给你惹了不少麻烦。能咋办？毕竟是客人，收了他钱，那又只是一些小毛病，只能哄着呗。店家还没婚配？是还没，怎么了？你也想催婚？我膝下还有几个未曾婚配的女儿，不如你做我女婿如何？父亲，你喝醉了。我没醉。你醉了。你说父皇常去一家叫同府的14，禀殿下，的确如此。今个奴听大安宫的人说，陛下带着太上皇一同去了。那家14有什么出彩的地方，竟是让父皇常去，甚至还能说动祖君一同去？那家14，奴听人说过，是一家厨艺极好的14，就是城中的春江楼、明月楼也比不上他。最关键的是，奴听说那家14的店家是一个生得极其俊俏的男人。现在父皇他们正在同府14，你说我现在是去还是不去？殿下的事，奴怎敢发言？只是奴听说了，陛下也好，朝中诸公也好，他们去那家14都是藏着自己的身份，就是陛下都只打着7品官的旗号。你是说父皇都只打着7品官的名号？奴不敢撒谎。既然父皇都这么做了，那自己这个做太子的也不能例外。3天之后，李承乾梳洗打扮好，乘坐马车前往同福14。客人，您准备吃些什么？李承乾看着高铁，手脚有些发冷，他想要的不是这个男人。你这都有些什么吃食？客人，这寒冬时节，来一份羊汤火锅是最为不错的了。见您身强体壮，再多来一份羊肉。您是第一次来，再来一份红袍，报喜如何？我们这饭菜实在，您一人的话，这2道菜是足够了的。主食的话，我是推荐您来一份稻米饭。那就要这些。卧槽，这个男人头上还插花，怎么老是盯着我看？一个正常男人会在戴花的同时不停地看别的男人，看来一定要远离这个男人。菜上齐了，李承乾飞快地吃完所有菜，虾仁却不见了踪影，他也没继续留下来的理由，于是便离开了。虾哥哥，你这是怎么了？你们不觉得刚才来的那个男人很奇怪吗？
那是我们大兄。大兄，太子李承乾，龙阳之癖，果然不是什么好人。对了，你们父亲好像是一个喜欢养花的。我也不知道父亲喜不喜欢养花，但是家里有一个好大的花圃，里面什么样的花都有。父亲从虾哥哥那买去的菊花就在里面种着，小心翼翼的养着哩。那不知可有棉花，就是白蝶子？当然是有的，但是白蝶子的花期是在8、9月矮，现在的话，白蝶子都枯死了。能否替我讨一些种子来？我打算来年开春之后种一些白蝶子。当然没问题，虾哥哥要多少种子？先给我称个30、40斤的。虾哥哥，你要这么多做什么？我不是从城参军那弄来了2亩良田吗？打算开春之后就在那2亩田地上都种满白蝶子。虾哥哥，若是养花，在院子里种一些陶冶情操就好，土地还是种一些粮食比较好。我当然知道土地的珍贵，不过种白蝶子不是单纯用来赏花，它有一些别的用途，我需要用它来做一些事。虾哥哥，什么用途？等种出来后你们就清楚了，这东西拿出去可是能造福整个社稷的好东西。既然虾哥哥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去给你要一些种子过来，30、40斤对吧？你最好了，为了报复，不是为了报答你们，我决定给你们开几门新课。接下来我要教你们的是一种很危险、很厉害，但是也很好玩的东西——一硝二黄三木炭。接下来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东西的破坏力，也省得你们自己心里没数。看到了吧，这就是这个东西的破坏性。这么快，这么短，嗤的一声就没了的东西，能有什么危害？威力虽然看上去不大，勉强只能炸死一只鸡的样子。这个东西虽然危险，但掌握了它的构成逻辑之后，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危险。火药这个东西，其实它本身是没有爆炸属性的，而它之所以会把瓦瓮炸开，发生爆炸，其本质是因为火药在燃烧的时候，会在一瞬间放射出大量的热量和气体，体积会在一息之内膨胀数千倍。存在火药的容器不能容纳突变的庞大体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爆炸。能引爆瓦瓮，瓦片乱飞，你说的是真的？没错。店家教你们这东西怎么做了吗？虾哥哥的确是把配方交给我们了，但女儿也只是见虾哥哥做过，也不知自己能不能做出来。你说要什么东西？一硝、二黄、三木炭。无确，你让太医把这3种材料碾成粉末，然后全部放进瓦瓮，抓几个死囚过来，让他们围在瓦瓮旁侧，再点燃火药，看看杀伤力如何。陛下，那几位死囚中并无一人死亡，不过受伤颇为严重，瓦片深嵌入他们体内，另有2人被瓦片弹中眼睛，此后眼睛便是废了。难道这就是火药的威力了吗？店家不过是经营14，长得俊美，厨艺天下无双，能写一首好诗，算术一道上冠绝天下罢了。毕竟是个没上过战场的厨，怎么能指望他研究出来一种厉害的武器？父皇，虾哥哥说了，这个东西的威力是和数量有关的，数量越多，它的威力也就越大。店家真是那么说的？没错。无确，按照配比，配置5公斤黑火药出来，将它们塞到一个稍大一些的瓦瓮里面，再将刚才那些死囚赶在一起。陛下，死囚中有3人死亡，2个人炸断了腿脚，剩下几人中全都昏厥了过去，只有1人尚且还清醒着，并且地砖裂了。哈哈哈！店家说这东西叫做火药，虽然的确是通过药材研磨，然后点燃出火，不过火药这名字倒有些委屈这个东西了。店家菜品取名向来有水准，怎么这个东西却取了这么一个名字？朕觉得这东西就叫神机雷好了。硕儿，你好生跟在虾先生身后学习，争取把所有和火药有关的东西都给套过来。儿臣遵命。三哥，快，前厅来了位郎君，手里捧着圣旨要来找你。上书长安城不良帅周小三勤恳为政，屡建大功，经考功思义序，吏部司考校任周小三为长安县尉，揽司法、司户之职，官居从8品下。谢陛下。周县尉，日后我等就是同僚，你又是破案好手，说不定我等以后得多打照面，还请郎君多多关照。司中还有繁忙公务，便不多叨扰，祝周县尉前程似锦。郎君辛苦了，一点薄礼不成敬意。哦，虾哥哥，你研究那个叫火药的东西，想来用了不少心思吧？是挺不容易的，怎么了？那虾哥哥，除了昨天你展示给我们的火药，还有没有其他的火药了？当然是有，威力更大的火药了。真的？是什么样的？你问这个做什么？好奇嘛，我想知道其他火药是什么样的。我给你们玩的黑火药是火药里威力最低的一种了，剩下的火药威力基本都是在黑火药的3、5倍以上，而且更加不稳定，稍不留神就会爆炸。那点分量的黑火药炸了，无非就是烧伤罢了。可要是其他种类的火药炸了，那可就不是烧伤那么简单了。
虾哥哥就告诉我吗？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考虑，那就等你们什么时候算术、物理、化学加在一起，能在我这拿到270分的时候，我就带你们看看新的火药。今天你是怎么了？心不在焉的，好多你已经掌握的题目都算错了。话说25加31等于多少？56呀。那你看看你写的是多少？25加31，你得出了一个46的结果。大郎，今天你怎么过来了？大郎，我过来是有一个好消息想要和你分享。好消息？难道又升官了？没错，方才上书省的指令下来，打今日起，我便是县尉了，从8品的官职。恭喜！看来今天周县尉是要吃一些好的了，正好店里出了几道新菜。县衙琐事缠身，来得晚了，新菜等明儿再吃。晚上我还要宴请诸位同僚。所以你晚上准备在别处设宴？没错，准备请他们去平康坊去。我过来也是想请大佬一同前去。平康坊那可是一个好地方啊！平康坊就算了，我是一个正经人。再说了，你那些同僚我又不认识，和他们见面也聊不到一起去，只是徒增尴尬。我还是不去为好。等你回来，我这边再给你庆祝一下。傍晚，李世民在御书房等了很久，自己2个女儿才姗姗来迟。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女儿今天学了许多知识，稍微耽搁了一些时间。是吗？那今天又学到了什么？李叔把今天学到的东西说了出来。店家教你们的就是这些东西。好好的火药，不去琢磨着它怎样能有更大的威力，反而是琢磨了起来，怎么能让这个东西炸得更响，放出来的火焰更漂亮。这些东西有用吗？除了能讨自己2个女儿开心，还有一些别的用处吗？既然一时半会没法从虾仁嘴里打探出来更好的火药配方，那自己也算是个聪明人。虾仁能琢磨出火药这个东西来，难道自己就不能琢磨出来了吗？好像磷那个东西也是在一瞬间能放出更多的热量，还有大量的火焰，那自己在黑火药原本的配方里加入一点点磷不就好了？李世民第2天是灰头土脸的去同福14的，他就想不明白了，明明设想的那么好，可真的实践起来却能闹出来那么大的动静。要不是那位太医年纪不大，才50多岁，还能跑得动，怕都是要闹出人命。店家，我有一件事想要向您请教。你说。店家，您近日是不是在教我那2个女儿火药的事？没错。我琢磨了一下，觉得这东西用于战争之上或许会有不小的用处，只是您教给我那2个女儿的火药威力平平，我便想着能不能改进一下火药的配方。可是昨天晚上我让人去试验，结果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你该不会把磷给加进去了吧？没错。你怎么想到的？磷的燃点那么低，你还摩擦生热，这不是找死？话说那人还安全着不？人还挺安全的，只是撩了袍子，所以在火药里加磷是错误的了。谁说是错误的？但想要做到这一步很难，你还是不要折腾了，人命赔进去不说，你还折腾不出来。那店家不知道你这火药的配方卖不卖？火药的配方不都交给你女儿了吗？我说的不是您拿出来哄他们开心的那些东西，而是您嘴里所说的那些威力更大的火药。不卖。店家您随意开价，不管多少。不卖。虾仁很清楚，他现在最好和李世民和整个大唐的朝堂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金钱交易。14店家和客人的关系最好，自己没必要掺和到朝堂里去。李世民没有强求，和火药的技术相比，李世民更想要虾仁这个人，毕竟在虾仁身上除了火药，还有许多其他优秀的地方。有客官里面请，您打算吃点什么？我不是来吃饭的。不是来吃饭的，那你肯定是来体验 VIP 套餐的哦。我来是想同明月楼切磋厨艺的。去年我就在想这些事，没成想还真有一些魑魅魍魉跳了出来。真当我输给了同福14的店家，我明月楼就落魄下去了。说吧，切磋的菜头是什么？这位掌柜，您是不是有些误会？我不是来找您麻烦的，我是益州人。听往来商客说长安城您这一家14手艺是天下无双。我是一个向往庖丁之道的人，在益州也经营着一家14。存了些钱后，就想来长安向明月楼讨教一下厨艺。也就是说，你来长安的目的是想要见识一下更为高深的厨艺。如果这样的话，你倒不应该来我明月楼。您的意思是明月楼比不上春江楼，我应该去春江楼？不，春江楼还比不上我家明月楼。你不是长安人，所以有些发生在长安的事，你并不清楚。我家明月楼也好，或是春江楼也好，我们都输给了一家14。如果非要说哪家14能够代表整个长安城里最高的厨艺水平，那就一定是同福14了。在怀真坊。这位伯伯，你是过来吃饭的吗？小娘子，您叫下你家掌柜。哥哥，有客人上门啦。店家，我想拜您为师，跟着您身后学习厨艺。不，我不收徒。那店家，不知您是否愿意和我比试厨艺？你与我比试，还准备比试的主题由你来定。如果你赢了我，你还准备从我这把那些厨艺都学过去。我明白了，我可以在您这做工，任劳任怨。丁，任务触发，赢下与一星的交锋，任务奖励500经验值，指定解锁任意一种食材。不，我可以答应和你厨艺比试的请求。
你会种地吗？种地当然会种了，我可是一把好庄稼汉。既然你会种地，那就好办了。我手里有2亩地，开春了之后打算种一些东西。你要是输了的话，就给我种地如何？工钱嘛，我是不会给你的，这也算是你输了的惩罚。不过1日3餐，我还是会给你提供的。没问题。所以你想好了厨艺比试的主题是什么了吗？店家，我们比汤饼如何？你确定要比这个吗？没错，我确定。时间就定在3天之后，还是老规矩，就是在街口外的灶台上比试，如何？没问题。你说那位店家很容易就答应下来了？没错。算了，他答应下来那就好办了。这段时日我就把厨房借给你用，希望你能够拿下同福14。那就多谢掌柜了。欢迎各位来到第2届厨艺比赛现场，我们同福14的店家，整个长安成为手艺最好的店家，又一次迎来了他的挑战者，一名从益州远道而来，追求厨艺，有一颗赤子之心的男人。要说我们最常吃的是什么？没错，就是汤饼。所以这一次厨艺比试的主题就是汤饼。我宣布比试开始。店家会做汤饼吗？应该会吧，店家的厨艺摆在那，不至于连汤饼都不会做吧？别说汤饼，就是面食，你们在同福14吃过吗？油条、包子那些不算，只是些早餐小食罢了。我是说，像店家的拿手菜品那样，摆在14里正大光明去售卖的。好像还真是这样，会不会是那些我们吃不起的菜品里有面食做的？没有，看到评判的那个小娘子了吗？我常见她吃那些我们吃不起的菜式，看上去美味可口，但没一个是面食做的。这么说店家岂不是很吃亏？呵，这些来挑战店家的怎么都爱玩这些阴谋诡计？就是用这种手段赢了，也能算赢得了店家了吗？也不能这么说，忘了前2次厨艺比试的事了。明月楼和春江楼不还是自以为抓住了店家的缺点，可结果只是店家没把他那一方面的手艺给拿出来而已。往好一些的地方去想，兴许不是店家不会做汤饼，只是店家懒得去做呢。你先还是我先？你的面似乎还没有做好，还差了最后一个步骤，得趁着新鲜吃。那就我先来。这一碗面让段冠感到了惊喜，不仅是汤汁的鲜味，就连面条里也带着一股浓郁、拨动舌尖的鲜味，就像是一尾鱼在他们的唇上游动着。你是怎么把汤饼做成这样的？是鱼肉，我用了鱼肉。我在和面的时候把鱼肉剁成肉糜加了进去。但只是面条里加了鱼肉，似乎并不能做到这么鲜美的效果。没错，煮汤的时候除了鱼肉之外，我还加入了冬笋、干菇。我老家是益州，一个山里的苦寒之地，一年往复吃不了多少肉，就更不要说羊肉、鱼肉。但是我父亲每年都能煮出来鲜美的汤，最关键的就在于菌子上，菌子煮出来的汤也是能如羊肉、鱼肉煮出来的汤水一样的鲜美。原来如此，受教了。这汤饼的确是我有史以来吃过最美味的一碗汤饼。我也曾吃过店家做过的名为拉面的汤饼，不得不说，你这一碗胜过了那一碗拉面。虾仁面色不变，让高铁把面摆到7个人的面前，自己则是用无情铁手把烧油浇在香料和辣椒面上，把它拌匀，然后趁热，小心一点，别烫着舌头。 7个人一起吃了起来，鲜、香、辣，尤其是宽薄的面条上还带着一丝丝韧性，一口咬下去就像是咬着一根实质化了的香气。店家，你这面我怎么从没在14里吃过？之前不想做，有意见吗？7位已经品尝完了2位大师傅的汤饼，现在就做出评判吧。和之前比试不同，这一次评判中都有些犹豫，迟疑了好一会才投出他们的票数，1星2票。 前2次厨艺比试的菜品，因为成本的问题不好在14售卖。但是今日我拿出来的这一道油泼面，将会加入同福14豪华早餐。诸位客人若是有意愿，可以赶早来，我这吃一碗汤饼。虾哥哥，你这是怎么了？无甚，昨晚有些累。为什么晚上会累着？睡觉不是会让人缓解疲劳的吗？难道你哥哥昨晚有没有离开家？昨晚哥哥一直在家里的，九儿姐姐也在家里，没有出去。 昨天你九儿姐姐在哪睡的呀？在屋里睡的呀。我是问在哪个屋里？后院的屋里。不是，我是想知道你九儿姐姐是不是和你哥哥睡在一起了？九儿姐姐昨天可是跟我睡的。你为什么会这么关心我哥哥昨天晚上有没有出门？是不是和九儿姐姐睡的问题呀？不许再问，等下次我带一些干衣给你吃。不吃，你家里的肯定没有哥哥家里的好吃。那我给你抱一只小兔子过来。好吃吗？不是吃的。 是用来养的，不要，家里有狗啦。你帮我把今天的卷子写了，我就保证不把这件事说出去。真的吗？真的。那好吧，就这么说定了。大郎这是怎么了？肾水不济？呸！你才肾水不济！昨天晚上研究了一下菜谱，睡得不是很好。也是，大郎力大如牛，肾水不济这种事也不可能发生在您身上。今天吃点什么？
何兄今日升任不良帅，是要好好庆祝庆祝，就来一份金丝肉。金丝肉就算了，这道菜暂时不卖了。也是，店家的食材储备也应当是用完了，那就换做火锅，再来一份火焰山。今日上元节，不如等店家忙完了，我们请他来作诗。此意甚好，店家在算术一道上极有成就，他那妖媚，现在在算术一道上已经胜过我等诸人。店家不收徒，我就在琢磨，要不要请夏露露做我们先生，让他来教我们算术，只是一直没能定下主意。店家，您若是愿意写一首上元诗，学生愿做一篇天下第一楼赋。那你听好了，去年元月时，花街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这韵脚有些不对吧？便是平仄不押，这就不是一首好诗了吗？我倒是觉得，反而是不押平仄，让这首诗更有风味一些。怎么说平仄不押，怎么就更有风味了？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这是这首诗的精髓。想见相爱的人却不得，就是因为没押着平仄，让这古意难平的心意藏在了诗句之后，随着最后这一句一同吐露了出来。店家，不知您思念的是哪家的姑娘？随便说一首诗而已，我哪知道思念的是哪家的姑娘。店家，你再做一首呗。你们先把应下的赋文写出来再说。店家，您昨日做的诗，我写出来。不错，想来费了你不少心思吧？还行，店家的诗是值得的。不知道赋写的怎么样了？要加油啊！我很期待你会写出来什么样的赋文。店家，您放心，我一定会写出来一篇配得上天下第一楼的赋文出来。去年元宵，虾哥哥和哪家姑娘一起去看的花灯？去年哥哥没有去看花灯呀。那虾哥哥有什么交好的小姑娘吗？没有，哥哥一直都寒窗苦读，才没有和其他姐姐勾搭来勾搭去的。李励志低头继续看着这一首诗。作为虾人的妹妹，虾露露的话还是有可信度的。店家，您的院子按您的吩咐已经装修好了哟，终于可以搬家了。虾哥哥，乔迁宴准备什么时候办呀？3天以后吧，我先写几封请帖。正月28日吗？店家请了多少人？李叔把人名逐个吐出来。那些叔伯是什么来路？是虾哥哥父亲的同泽，现在被虾哥哥请来做酿酒的事。店家准备扩大酿酒的事了。没错，父皇有口福了。虾哥哥说新酒快要酿好，后天就能搬出来了。哈哈哈，得想一个法子，把那天给糊弄过去，找个说法停了朝会，去参加虾人的乔迁宴。往日里喝酒的掏钱不说，还得限量，乔迁宴上总不至于还限量了吧？第二天朝会上议政之后，李世民轻轻咳嗽一声。诸位爱卿还有什么事？陛下，臣今年60有4，年岁已高，一生忙碌征战，不得清静，然到花甲之间，只愿做些赏花玩乐之事。臣愿告老还乡，还请陛下恩准。我操，太狠了吧！为了找个理由去参加虾人的乔迁宴，不至于做到这种程度吧？爱卿何故如此？爱卿若是累了，朕便准许你多休息几日。臣是真心实意。爱卿不是说笑，你真的这么决定了？还请陛下恩准。公是天下少有的良才，父皇曾说过，古之名将韩、白、魏、霍，岂能及公？平萧息，安岭南，灭傅公时，定突厥，哪一件不是古今少有的大功大劳？公若是告老还乡，等同断朕一臂。不过公既然心意已决，朕也不好强求。公居高位而不骄，品性端良，朕理解公告老还乡之情，可天下不能一日无功，朝廷也不能一日无功。朕谢公尚书有仆射之职，另调金子光禄大夫爵位，军职照旧不变，公以为如何？臣恩谢陛下。公给朝廷百官做了一个表率，急流勇退，亦不失为勇士之举。朕赐公肩帛1000段，金1000贯，公还可去太仆司领2匹骏马，任公挑选。谢陛下恩赐。臣以为代国公之举为百官表率，臣等应当用心学习，故而下次休沐，臣恳请多休1日，为代国公作赋，以表陈情。俺老程觉得魏世忠说的太对了，就应该这么办。哈哈哈，好，那就依为爱卿之意。那一天你父亲竟然还真的有时间。那可是虾哥哥的乔迁宴，听娘说爹爹是特意抽出了时间。正月28日那天正好是雨水，大家都送来了乔迁的礼物。今早我正愁该送店家什么礼品，还没想好，仆人就同我说家里的牛又打架了，一死一伤。我一琢磨，不如索性就把死了的这头牛送过来。程参军家里牛不老实的很，怎能天天打架？看来我得给你请一个兽医过去。不用，咱家的牛我能驯好。回去和你家牛说一声，别打架了，就算打架也别弄出牛命，天天也开心一些，别动不动就把自己气死，不然京兆里就有人要过去索命了。店家，今天的酒总不至于还限量了吧？管够，我准备了50斤五粮虾，随便喝。店家，正得如此良辰美景，乔迁之喜，不如做一首诗庆祝一下如何？
不做，倒是吴兄答应我的父做的怎么样了？再做了，再做了。店家，话说药师最近告老还乡了，店家你要不赠他一首诗？借着酒劲，虾仁也的确想为李靖说一些什么。作为整个历史上排得上号，甚至能争一争第一这个位置的军神，他还是敬佩的。那你们听好了：赵克曼胡鹰，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直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试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纵死峡谷乡，不残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店家好诗，当饮三江之水。店家呀，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我女儿就托付给你了。店家请了我皇爷爷，请了父皇，请了我那些个妹妹，甚至连那些个没功名的读书人都请了，就只有我没收到请帖。奴请门房彻查，并未收到同府14的请帖。能收到就有鬼了，他又不清楚我的身份，就是给我请帖，那也多半是托付妹妹送给我，哪可能送到府上来？店家呀，店家，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就不愿意和自己亲近亲近？难道自己就是那么的没有魅力？他名字叫麻将，也可以叫麻雀。玩法嘛，也很简单，108张牌，算上字牌、花牌，一共是144张，每人13张，碰吃杠，看谁能先做出对应的牌型，就算是获胜。你琢磨出来的这个游戏还真是够有意思的。店家，你倒是一个妙人。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掏钱作甚？我这可是正经14，不准赌博的，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店家，何为大赌？何为小赌？什么叫大赌？带着钱的了都是大赌。就拿这些竹签代替吧，等输的人到时候请客吃饭喝酒不就好了？那店家倒是让我们痛快的喝，每天都有限量，这还怎么请？你们要是赢了，那我今天就不给你们限量了。真的，就这么说定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随后他们4人便开始打起了麻将，2圈下来，被虾仁做成功了一个清一色，做了一个小3元之后，这几个人也开始上手熟练起来。你们继续玩吧，客人来这么多，我得去做饭了。别呀，店家继续玩一会呗。就是店家你继续玩呗，我们不着急，多玩一会呗。吴兄，看明白了吗？会了，这可比下棋简单多了。那你来陪他们玩一会。好嘞。店家虽说不准赌博，但咱可说好了，谁要是输的最多，那可是要今晚请客吃饭的。没问题。妖姬，胡了，清一色，大单调。不打了，今个运气不好，想要他来的时候不来，不想要了他就扎着堆来，他娘的，算老子倒霉。你小子想吃什么尽管开口，老夫给包了。吴有道报出了菜名，就只这些，要不要点条鱼，或者再多点一些酒水？老先生客气了，这些酒菜我是足矣，多些菜食吃不了也是浪费。再说了，您怂恿我多点一些酒水，那是为了我好吗？嘿，你小子不错，等哪一天我孙女嫁给了店家，我就让我孙女把店家治得服服帖帖的，然后带你免费喝酒，有多少喝多少，喝到喝不下为止。李老头，明天你酒没了。卧槽，隔着一个厨房，虾仁怎么能听见的？别啊，我就是开个玩笑，药师，我明天就指望你了。敢问店家何在？我乃曲阜孔家子弟，速让店家来见我。这位客人有什么事吗？你便是这家14的店家。吃饭点菜找伙计，要是不吃饭就还请离开，我还有事。我是孔家子弟，此次来便是受祖宗长辈的吩咐。听说你还没婚配，只要你肯入赘，我孔家倒是愿意许配一位姑娘给你。你生的倒是俊俏，也还算有些偏才。我方才来的路上，还在担忧会不会委屈了我孔家的姑娘，你倒也勉强配得上。你让我入赘，你是糊涂了？你要是不入赘也行，但我孔家就不能将嫡女嫁你，你只能娶我孔家庶女，且这些产业日后就交给我孔家来维系打理吧。你只管读书，考功名就好。你他娘的，你个寡货，你这种玩意还想抢我孙女婿，滚蛋！哪来的无礼老头？我可是孔家人，竟是对我这般无礼，真不知礼仪为何物。原来你竟是有婚配了，不过倒也无妨，休了便是。有我孔家招福，便是无期出之时，唐律便也不敢苛责于你。在大唐，休妻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休的，想要休妻，那得是妻子犯下妻出之罪的情况下。如此是唐律为儿戏。你怎能这么说话？我孔家自然是遵从朝廷的律法，只是以我孔家之德望，朝廷应当会卖我孔家一个薄面。孙女婿，这玩意交由我来处理，如何？随意。店家，你是不是太不把我孔家放在眼里了？你孔家若是夫子在世，才能让店家高看一眼。至于现在，就是不把你孔家放在眼里了，又如何？不仅店家不把你孔家放在眼里，我也不把你孔家放在眼里，你能奈我何？我也如此。某也是。把这玩意给我丢出去！他娘的，我的孙女婿也是他能看得上的，打麻将的心情都没了。您要是没那个心情，那让我来。去，
回去后我要跟我儿子说，有人要抢他的父，他的女婿了。至于现在，来，打牌打牌，哈哈哈。虾哥哥，你会把荔枝姐姐给休了吗？你在说什么话？我和他还没成婚，哪来的这个步骤？你个不知羞的小蹄子，说的都是什么话？我和虾哥哥清清白白。你们还真担心我因为孔家的名声跑了啊？没有，我们就是有些好奇。我还以为你们是关心我，没想到只是好奇。哎，这真是……算了，我就知道我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学习工具人罢了。虾哥哥，他才不是的呢。刚才就属妹妹最担心了，她就是口嫌体正直，这些话不好意思说出口。是你姐姐说的这样的吗？姐姐也可担心了，刚才差点把我的袖子给拽了下来，我才没有。你看，上面的丝绸都已经拽得有些变形了，那是你在纺车上挂的，才不是我弄的。哟。虽然说这几颗青苹果还不能吃，但守着也还不错。就算孔家是真的白送我一个姑娘，谁知道那个姑娘是不是也是青苹果？说不定还是芭乐、香蕉、莲雾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父皇，您怎么来了？怎么不欢迎我？父皇，您是有事要同朕说？是有一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对大唐皇帝而言不大，对你李世民而言不小。还请父亲告诉孩儿。今个孔家人过来了，不知犯了什么病，想要招店家为赘婿。我开口认了店家这个孙女婿，他也不知趣，反而开口说让店家休妻。唐律责罚的话，他孔家会让朝廷给个面子，不会落在店家身上。店家答应了没？店家让我做主，我给他丢了出去，店家的名声都传到曲阜去了，其他几家没动，反倒是孔家先动了。我这倒还真的有一些和孔家有关的事。说下去。孔颖达这个人，父亲应该是知道的吧？前些日子，孔颖达请辞还乡，和他有人说他此次回曲阜是要革孔家的命。朕知道这个消息时还挺诧异，没想到他竟然有这个胆子。现在想来，应是受了店家的影响，只是对外没这么说。他倒是一条好汉，他们倒是挺聪明的。你不如这么应付，直接让他们完婚得了。只要虾仁和李立志一完婚，李渊就能名正言顺的自称爷爷了，都做爷爷了。那时候免费吃几顿饭，喝几斤酒一点都不过分吧？店家觉得他们年纪还太小，想再长几年，这样对身体也更好一些。再说了，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个机会，不钓几条大鱼出来吗？观音壁，店家的妹妹是在哪家书院读书来着？我哪记得这些事？我想让智奴去店家妹妹的那个书院读书，你觉得如何？陛下是有什么主意吗？朕想跟店家亲上加亲。这事好办，等露露再大一些，必去同王氏说，定下一门婚事就是。店家也不会愿意，他向来宠溺露露，我和他打听过，他还是希望露露能够找到一位两情相悦的郎君，店家才不会把他妹妹嫁给一个他妹妹见都没见过的人。亲却不是更好一些吗？他常在14，年岁没大他几岁。店家可是长那样的呀，胎儿胖的走路都成问题。智奴年岁和露露差不多，正好是青梅竹马的年纪，正好智奴性子柔弱了几分，让露露带着他，朕也放心。也是，眼前这个孔家后人想要招我为赘婿，被我拒绝后，竟然找了一个青楼女子来14碰瓷。你这个负心汉！你是什么人？你难道不记得我了吗？你侵占了我的身子，还与我许下山盟海誓。你虽然年老，但性子也好，我当你是我良配，就等你来迎娶我。可那一晚之后，我苦苦等了2个月，始终不见你的人。后来又向人打听你的姓名、你的住址，可等我找上门去，才发现那些都是假的。好不容易让我现在找到你，我只想要一个说法。这位姑娘，我们恐怕没见过吧？我们曾经恩恩爱爱这么多个夜晚，你现在就不认我了吗？他娘的，竟然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污秽我的名声！但现在这种情况可不好处理，除非是暴露自己的身份，不然这口烟杂物我就得吞进肚子里去。等一等，这位姑娘，你确定他就是骗了你的那个人？当然，我和他曾经恩爱过那么久，又怎么可能会记不清他的脸？那说说你和他恩爱过多少个夜晚？都是些闺房私事，你问这做什么？难道你是想侮辱我吗？哦，你误会了，我只是调查而已。这小老头虽然人品不太好，打牌经常赖账什么的，这种亏心事他应该是做不出来的。但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道他私底下会不会做出来这种缺德的事？仔细一想，他这种小老头干出来这种事也挺正常。所以你把情况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你不会不愿意吧？你可要知道，诬告可是大罪。同你说了又有什么用？此事还是说给官家比较好。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可知长安城的周小三、何日这人，他们缉捕推理的本事还是从我这学来的。你说这些事说给我听有没有用？那你要为小女做主。那就说吧，你们恩爱了多少个晚上？大约是3个多月。
3个月，每次恩爱都是什么样的？细节就不用说了，你就说一说他大约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之类的信息就好。他每次都是亥时来与我欢愉2、3次后，到了丑时就走。2、3次可以啊，没想到你身子骨竟然还这么管用。去，老子没干这种事。亥时、丑时那可是夜半了，他是如何绕过宵禁的？他说是打通了不良人与金无畏。那夜半你是如何看清他的脸的？灯火幽暗，说不定你还认错人了。有时他也会白天来，欢愉时我就看着他的脸，自然是记得清清楚楚。所以你们的姿势就是这样面对面的啦？那这小老头时间怎么样？大约是半刻钟左右。身体保养的不错啊，那你可知道这小老头的胸口有多少痣？不会吧，你们都面对面，还半刻钟的时间都不知道他胸口有多少痣？我倒是知道他胸口有痣，可谁会去数这些东西？你他娘的就知道你是诬告于我，我胸口没痣。说吧，是谁让你来诬告这个小老头的？你要是供出身后的主谋，你就是从犯，处罚可以轻一些。可你如果是主谋的话，流放、绞刑、绞四方，哪个是你能受得了的？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我知道他住在哪。李老头，剩下的就交给你自己办了，我就不帮你找何不良了。这是多谢店家了，等此件事了再回来好好道谢。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干嘛这么客气？就是他。你们竟敢对我动手！你们知道我的身份吗？知道，你是孔家人。你们既然知道，还敢？这时候放狠话有用吗？我们都已经把你给抓来了，更何况是你先对上皇初的手。若不是店家机敏替朕解决了危机，不然怕是要自曝身份才能够保住朕的名声了。你是商皇，看来你是看出朕的身份了，不愧是孔家人，手段厉害，眼光竟也不差。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哈哈哈！朕让人把你抓过来，是让你死的时候不做一个冤死鬼，也让你知道你还有你身后的那个孔家究竟招惹了一个什么庞然大物，你知道吗？店家那人可是凶起来能指着我骂的人物。我没想到对付区区一个14店家，竟然还能招惹到你们这一群人，但你不敢动我。为何朕不敢动你？你是大唐商皇，可知道这个消息的也就只有我一人，孔家不会知道你的身份，孔家也想不到我会惹上你这么个大麻烦。夫子在上，只要我孔家不举谋反，大唐就不敢对我孔家出手。我来长安的任务便是劝说那位店家，你说我死了，孔家觉得幕后凶手会是谁？他们会觉得是你这位大唐商皇，还是说会觉得是那位店家？我死了，孔家会替我报仇，你们看中的那位店家将会得到整个孔家的报复，我死，那店家跟着一起死，所以你敢杀我吗？很好，你是为数不多能威胁到朕的，你们可有什么好的法子？可发书函一封去往孔家，让孔家人知道他得罪的人是谁便好。此举不妥，一来会暴露身份，毕竟孔家要向外有一个交代；其次，这是件丢人的事。我去问问李二，看他有没有什么主意。现在他已经欺负到你老子、你女婿的头上了，你给拿个主意。父亲倒是多虑了，直接杀了便是。不都说了，孔家店家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若是让他给您打个主意，多半是和我说的一样，直接杀了就是。再者，有些消息您不知道，玄城他们也不知道。孔颖达现在回了曲阜，多半孔家分家的事已经尘埃落定。以孔家日后的局面，他们分身乏术。况且孔颖达和店家的关系还算不错，店家之所以被孔家惦记上，孔颖达可算是居功至伟。到时候孔颖达不还得护着店家？有半个孔家站在店家身后，那又会有谁帮另外一半孔家呢？说得对，那我现在就放心了。你把我带过来是想做什么？你说朕不敢杀你，再看看吧，这可能就是你仅能看的最后几眼了。你们真敢杀我，就不怕那个店家？一开始我还真被你们吓住了，但就凭你们孔家现在的样子，还能动得了店家？你们不行，你们没有那个能力。别杀我，我错了，我回去让孔家什么都听朝廷的。没志气的东西，拖下去吧。头颅用蜡封好，寄去孔家。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消息，竟不能和店家分享。多亏大郎教我的那些本事，这些日子虽忙碌了一些，又破获了几起千岁野案，只等年后那些人便都要尽数处理了。那我可要恭喜你，又要升迁了。大郎排挤我了，您不都说了，我这不过是提前预支奖赏，又怎么可能会再升迁我？周小三竟已查清了前隋一孽所有人的名单，店家还真是有本事。朕虽不能用店家，但用他交出来的人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朕把你们招来，是有件事想同你们商议。朕打算让周小三这人入刑部，从刑部郎中之位。会不会太快了一些？他有这个能力，
不仅如此，朕还打算让他兼任朝议大夫。陛下打算摊牌了吗？朕当然还没打算让殿家知道我的身份，只是你们觉得周小三是谁的人？他是朝廷，是朕的人吗？朕要的不是殿家的人，朕要的是属于朕的周小三。卧槽，陛下这是吃醋了。若是那周小三选择了殿家，把陛下的身份告诉了殿家呢？若是周小三依旧是选择殿家，那也是好事，正好让他知道朕的身份，看看打那以后他该如何对待朕。朱四成，我此次来是传陛下和门下省的谕令。门下令依旧是罗里吧嗦的那一大堆，大体就是说他这个4成的位置都还没坐热，就又被升迁至刑部，司职刑部郎中之职位。不仅如此，还封了个朝议大夫的文散官职位。另外，陛下说要亲自见你，让你即刻觐见。见到朕感觉如何？臣拜见陛下。朕把你叫来，一来是嘱咐你，你虽从殿家那学得了一些本事，但为官之道不过2年，你需好好打磨一下。这二来也依旧是嘱咐你，朕不希望你把朕的身份告诉殿家。陛下，臣敢问为何要瞒着殿家？你既是知情人，那朕也不瞒着你。一开始朕只是听说殿家有趣，手艺不错，就想去看看，但后来一接触，你也是知道的，殿家是个有本事的人，但他又不愿意入朝为官，朕就想知道为什么他会不愿意。天底下没有可以忤逆朕的人，但朕要他心甘情愿做朕的臣子，要他心甘情愿做朕的女婿。诺，大郎，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害怕。你说吧，我胆子大，不会害怕的。你未来的老丈人是当今的皇帝。老丈人是哪位？他不是哪位，他就是那个跟在你身后学东西的几个小娘子的父亲，大唐的天子皇帝。不要急，你说的这个东西我一早就知道了。陛下告诉你的吗？可我离宫之前，他还同我吩咐，让我不要把他的身份告诉大郎。不是他告诉我的，他们从没跟我说起过他们的身份，一个个都觉得自个能瞒住我。可打李世民来的头一天，我就看出他的身份来了。你是觉得我对他有些不够尊敬吗？可在你知道他身份之前，你会有这种感觉吗？他是皇帝，跟我有什么关系？他瞒着自己的身份，那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食客，就是一个小小的八品官。我又不想入朝堂，干嘛那么提心吊胆的把他放在心头上？我还替大郎担忧了许多，看来是白费功夫了。你有这份心就很好了，你这么高调的来，门外那些牵牛卫回去后必会禀告李世民，你得继续往上爬，至少我需要你继续往上爬。所以今个你来，只是告诉我你升官这个好消息，往后想要跟我学更多的东西，明白了吗？明白。可是大郎，我来寻你了，陛下会相信我没有把他的身份告诉你吗？他是皇帝，你说什么他都不会信的，唯有亲眼见到的他才会信。往前我对他是什么态度，往后我对他依旧是什么态度。他见到我什么态度了，自然也就会相信你的话。不过你要稍微表露出对我有些愧疚的态度，比如说点菜掏钱有些零头的，你直接补整，这样就能更坐实你没告诉我事实这件事了。都听大郎的。他若是让你整理从我这所学的东西，你便去整理，但别那么傻，一股脑的全都给拿出去，拆分成卷，添一些案例进去，每一卷得换一些东西来。明白。你现在是什么官位？是刑部司郎中。给你调到这个位置上去了，看来还挺看重你的。年末中评，你倒是可以考虑一下何日。好的，大郎。争取再往上爬一爬，若是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我这，咱俩可以一起合计，争取你之前学到的东西从肚子里吐出来，能够再升一品。我争取。大郎，我要不要去和陛下说一声，我今个来找你，并没透露他的身份？不用，你这么做倒是显得自己心里有愧。殿家，以后我来你这吃饭都不掏钱了，如何？你是喝多了，还是脑子给喝坏了？高铁啊，以后记下来，这人过来别卖酒给他了，他要是问别人要酒吃，也拦着他。别，殿家，我只是开个玩笑，酒水别给我扣了呀，我这事务繁忙，又不经常来。见他来2次都不要卖酒给他，到第3次才卖，记住了吗？几日不见，你脸皮倒是厚了不少。哈哈哈，我寻思我们2家都这样的关系了，就想来试一试。二郎得到满意的结果了。哈哈哈，这周小三果然是心向着朕的。不过说起来，朕还挺希望周小三能把这个消息告诉殿家的。科举虽给了天下寒门子弟一个通道，但倘若说本应给寒门一个10分的通道，但在世家的把持下，就只剩下了3分。为什么会有舞弊？那不就是因为有些人想要某些学子能够高中，想要某些学子不能高中？谁最想要这份权利？自然是世家，他们想要家世连绵不绝，想要家族亘古长存，那自然是10年出一个侍郎，20年出一个尚书，50年出一个宰相。可他们不能保证自己的后代能够像他们那样有本事，那当然是要玩弄一些小心机、小手段了。好家伙，这玩意是能随便说出来的吗？这小子还真是无法无天。
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你，有些事你就可以去做了。先生的意思是让我拿着科举改制的奏章呈议朝廷，为天下寒门子弟说话。没错，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你也是最适合提出这种说辞的人。你的祖先是夫子，子曾经曰过有教无类，为天下读书人谋福利的事，不就正是应了有教无类的那句话？哈哈哈，冲远还真是给了朕一个很大的惊喜，这不像是冲远能做出来的文字。昨日他刚回长安，便是去14请教店家了，尤其是这句科举一事非为朝廷而为天下，这就不是冲远能说出来的话。天底下除了店家那个小子，还有谁敢说出这种话来？哈哈哈。不过让朕不甚了解的是，为何店家会如此强调这么一件事？孔颖达的这篇奏章里至少有5、6处提及了科举并不只是为了选拔官员，更是为了天下选拔各行各业有用的人才。陛下，臣以为能当好官和能办好事并非是相同的一件事。从店家所学、所说、所做之事，尚且能看出我们或许是走错路了。一名好官或许能让一方水土平安，没有盗匪、马贼之患，百姓安居乐业，但他能管的也就只有人事，天命难违。若是生了蝗灾、旱灾、水涝，那他再怎么是一位好官，他也没办法让百姓吃饱肚子。臣以为店家此意便是在说，大唐需要的不仅是当官的人才，还需要能弄出火药和各种作物的人才。朕知道了，就先且说说科举改制之事吧。有孔家牵头，怕是那些世家没什么好说的吧？怕是屈服孔家那边会有异议。屈服孔家？孔家不是已经迁至长安来了？屈服还有什么孔家？吴阙传朕旨意，孔家家主曲阜县男改制科举有功，朕册封他为曲阜县侯，10亿封千户，守秘书监，加并光禄大夫。秘书监是从3品的官职，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位，没什么实权，但地位摆在那。更不要说光禄大夫这个文散官的职位。金子光禄大夫是正3品，而光禄大夫虽然缺了金子这2个字的名号，但这就是从2品的官职，几乎是文散官里最高的官位，在之上就是特进、开府、仪同3司，整个朝堂上也就只有告老还乡的李靖占了这么一席位置。仅仅从地位上而言，孔颖达就几乎可以与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相媲美。第2日朝堂上，孔颖达提出科举改制，考卷便要糊名，而且要用楷书，不准有涂改痕迹，如果有大团墨点或其他记号，一律按舞弊处理。答卷的格式也定了下来，题目、摘要、正文，总之就是把世家大族在科举上做的那些小手段、打的那些小心思，几乎全都给掐死在腹胎之中。若是无异议，此举便这么定下来了。臣以为不妥，科举乃国本之事，此事应当再商榷一二。哦，卿说的有理，若是商议起来，怕又是1个时辰、2个时辰耽误过去。朕给你们一个机会，3天之内，每位大臣都得给朕呈交一封奏章上来，无一例外。我就是有些纳闷，按照朝堂上的那个架势，陛下只要态度再强硬一些，这件事不就定下来了吗？陛下为何还要折腾一下我们？就是为了看有多少能和那些世家大族站在一起吗？李世民的态度的确是要和那些世家大族宣战了，但哪有那么容易的事？你那个陛下想要的是不见血的将这些疑难杂症给处理了，无论是他动刀子，还是那些世家忍不住动刀子，都不是他想看到的。不得不说，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这么做才是正确的，他用的这个法子叫做香肠战术。香肠战术？讲什么呢？这是对循序渐进、得寸进尺这种作战方式的形容。我问你，你觉得如果现在你那个陛下出兵要去围剿这些世家大族，这些世家大族会不会反抗？那肯定会啊。那假如我是你陛下，这个时候只是把那些世家附近城池的兵力增加了1倍，打出演练的名号，你是世家的话，你会反抗吗？不会。这个时候，我又调换太原、清河等地的主官，开始彻查各大世家的违反唐律的事。你是世家的话，你会反抗吗？也不会。那我这个时候开始巧借名目，抓住、削职一些世家的人，但不动你这个世家的，而是别人的世家，你会反抗吗？那也不会。你看，这就是香肠战术。我直接削弱你所代表的世家，你肯定要反抗，但我这一步步来，也达到了我的目的，但你并没有反抗，不是吗？那陛下按您的这个思路去做就是了，干嘛要从科举上下手？我只是举例，只是纸上谈兵。我举的那个方法固然好，但问题就是怎么在那些城市附近增兵，怎么按照唐律去审判世家的人。你那个陛下要是能做到这一点了，还至于把世家门阀当作心头大患吗？我明白了。其实我刚才琢磨了一下，他也不一定就是想要后年的春闱能够推行糊名。为什么？他的目的是为了削弱世家门阀，只要能够达成这个目的就行了。那就看这一次世家舍得放出来什么东西来置换到他们在科举上的利益了。你要是真把自己对科举的见识给写上去，那可就太蠢了。我教你几个法子，到时候你写在奏章上，呈给李世民看看。这不会暴露我和大郎的身份吗？
为什么会？他以为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和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以为我还把你当做以前的那个周小三。这种前提下，你向我来请教，不才是物尽其用吗？好，那请大郎教我。第一个法子就是加大对世家的税收，将这一部分钱财拿出来，用以建设义务教育。蒙童买书读书只需负担一小部分钱财，剩余的都从世家门阀的税收里出。第二个法子就是你告诉陛下，你让我帮忙研究造纸的技术，把书本的价格打下来，也是间接在削弱世家门阀的垄断地位。若不是有大郎，这一次我怕是只能交上去一些匪夷所思的东西了。这是周郎中能写出来的？这乃可能是他想出来的。牵牛那边汇报，那天朝堂后，他就去找了店家，估计是从店家的请教来的。店家，他竟然有这种水平，臣突然觉得陛下对他有些过于宠溺了。这种人就该早早拉入朝堂里才是。如果他不是自愿进来，而是朕拉他进来的，那么他就是这堆里的一员了。店家可是宁愿藏着自己的本事，也不愿意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你们觉得店家的意见如何？都是不错的方法。臣是觉得大可以放弃胡明，转而换取能在清河、柏林、范阳、太原等地派遣驻兵的利益。吴国公不是正想做这些事吗？臣觉得如此就顾此失彼了，不如以此事为诱饵，逼迫世家门阀不得不同意胡明之举，再辅以税收、学术、印刷造纸之事，从根本上去削弱世家门阀。以驻兵要挟，他们最多同意科举改制，又怎可能会赞同税收之举？兵制尽在陛下手里，世家门阀敢不惧陛下之兵？如此，你还不如让敬德把世家门阀给屠了。税收之事还是暂且放一放，朝廷加大对世家的税收，他们也会从百姓身上找不回来，苦的不还是百姓？不过玄成所言的也对，科举改制万万不能放了，这才是削弱世家门阀之根本。陛下竟用这件事来要挟我们，他就不怕吗？他真是铁了心要对我们动手了。历朝历代不都有这种事？但刘宗没了，钱隋也没了，可我们不都还在？陛下是雄主，不可贸然与他交恶。撑过这段时日，等太子登基便好。他若是登基了，还不是任由我们揉捏？我倒是有一个法子。什么法子？斩草除根。你莫不是想，你要是真这么做了，我们也得跟着陪葬？你们莫不是误会了什么？不是要对陛下下手？你们想想，为什么突然之间就会生出这么一档子事？你是说对孔颖达下手？不，孔颖达身份固然关键，但这种策略是他能想得出来的吗？除此之外，莫要忘了那位周侍郎，他不过不良出身，没读过几年书，凭他的本事，能成为此事件的关键人物吗？你是说同福14的那位店家？对，没错，就是他。孔颖达之所以提出科举改制，是因为他；周小三之所以能成为此中关键人物，也是因为他。他虽不在朝堂，但把朝堂搅了个天翻地覆，把我们这些累累世家搅了个天翻地覆。只要把他平了，孔颖达也好，那周小三也好，甚至陛下也好，后手不都是没有了？直接动手？我倒是有打听过他，是个有本事但胸无大志，连个私兵都没去征募，似乎认为长安城很是安全。那么谁来动手？我出10贯。那我也出10贯好了。眼前这个中年和尚是个杀手。从前隋末年，他还只有1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从事这一行业了。20岁那年入寺修行，但没放弃自己的这份职业。老高叫我来的，他说他想吃鱼了。平生会的也就只有杀人和法师，价钱摆在这，你也知道，这次杀的不是一般人。杀谁？怀真坊同福14店家下人，听说过没有？出神吓人。杀的就是他，这个价钱是你该拿的。我家大郎除了这些童子，还有几句话托付颇带给法师。你该想想，什么人敢托你对那位厨神动手？你又该想想，什么人要借你的刀去杀了那位厨神？这钱就留在你这。我家大郎也是在心仁厚，给你1天的思考时间。明天依旧是这个时候，希望你能给出一个让我家大郎满意的回复。你们说那人会接活吗？你都这么说了，还有什么胆子不接？能活这么久，他是个聪明人，不会做出来不聪明的选择。和尚念完了经，换上一身黑衣，就直奔一个目标而去。刀娘子，平生悬疑。熟人，平生见过店家。大师深夜如此偷偷摸摸的拜访我家，是有何贵干？店家，我这次来是有件事要跟您说。方才有人找上了我，花70贯想要买您的命。虾哥哥，玄衣法师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林中霄，活了30多年的杀手，至今还能杀人。我脑袋就值70贯，这也太小看我了吧！70贯不少了，寻常杀一人不过3、5贯。我接过最大的单，是前隋末年杀一个守城将军，那也不过才30贯。那能比吗？一个守城将军，他能比得上我的一根脚趾吗？知道是谁要杀我吗？不知，来见我的是仆人，没说他主子的身份，我猜测应当也是权贵。
那单子你接了吗？自然是没有的，我现在便是刀娘子手里的一把匕首，又岂会做背信弃义之事？糊涂啊糊涂，你就应该接的70贯就不是钱了吗？你知道70贯是多大一笔钱吗？你就应该收下来，然后装作刺杀我，然后我把你抓住，再把你放回去。回去之后，你同他们说，我之所以把你放回来，是想用你当饵，把他们给调出来。另一方面，你再跟他们说，我把你放回去，有些拖大了。有时候一个杀手杀人不一定要亲自上场，你就说你还能联系到一批技艺精湛的杀手，继续来刺杀我。你就跟他们说，可以发一个江湖悬赏令，就赏他个1万贯的，让他们把钱给掏出来，尽可能的把他们给榨干。大郎，这恐怕不太行，1万贯会不会有点多？他们恐怕不会给。想要杀我的人，我姑且是猜出来了，1万贯我还是往少了说。他们杀我，想要阻拦的可不是区1万贯、2万贯的利益。再说了，砍价会吧？你说一个数，他们说一个数，再慢慢商量就是。他们一定会掏出这一大笔钱款的吗？当然，我可以给你透露一点无关紧要的信息，他们手里的财富说不定比现在大唐朝廷的财富还要多。贫僧明白了。考虑的怎么样了？我杀了他之后，你们能保住我的性命吗？昨日和尚我打听过了，那个虾人可不是一般人，且不说他亲手带出来的那位刑部侍郎，就是往来于十四的那些客人，身份都不太一般。怪不得你能活那么多年，你果真是一个聪明人。我家主人说了，要是你说出了这番话，便让我嘱咐你，只要杀了那个店家，我家主人便会保举你活命，甚至保你成家立业，子孙后代能成为读书人。我和尚这一条命无所谓，我只想要灵感寺能重现辉煌。这自然也是可以的。那我就应下来了。很聪明的选择。世家人满心期待，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下了朝会就直接调转马车去同福寺寺，但同福寺依旧正常热热闹闹的营业。直到第5天，玄义法师才重新出现在灵感寺。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个店家还没死？你来的时候，身后有跟着尾巴吗？你是什么意思啊？你们给的情报有误，那个虾人虽没有士兵，可他本身武艺非凡，我不是他的对手。你不是对手，那你是怎么活着回来的？那位虾人没有杀我，他放我回来，便是想要知道幕后黑手，也就是你们是谁，所以我方才问你，你身后有没有跟着尾巴？待会你回去的时候也需小心一些。不过那位店家头大了，他放我回来，那可就是放虎归山，我还有办法取了他的性命。你既然都不是他的对手，还有什么办法取了他的性命？不知道你可曾听说过绿林通缉令？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也属正常，这是我们绿林间极其隐蔽的消息。若是遇见什么难以处理的人，便可用自己的名望发布绿林通缉令。以我的名望，能召集来不少人，他们都是有通天本事的人。如此一来，动静会不会闹得有些太大了点？放心，他的死注定不可能闹出什么动静，而且和尚这几天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东西。你们知道在店家身边的那些小娘子，其中有当今公主，有国公之女吗？你竟然知道了。和尚，我不是蠢蛋，店家敢这么放我出来，自然是要好好查一查他的底细。这一查，没想到真查出来让和尚我惊掉下巴的事。既然你都知道了他的身份，那你还愿意去杀他？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收了你们钱，自然是要替你们把这件事办好。而且他身后的那位，我不知道你们跟脚，但你们不怕他们，和尚我可是怕得很。现在我还能活下来，可假如他们寻到了你们之后，和尚我还能活得下来吗？我没能杀了那位店家，你们恐怕也不会下力气保住我吧。你果真是一个聪明人。那个什么所谓的绿林通缉令是什么东西？怎么闹？这个所谓的绿林通缉令，其实和朝廷颁发的通缉令差不多，只是用一种特殊的法子流传于我们这个行当里的顶尖人才手里，填补钱财进去，差遣他们杀人，或单打独斗，或几人联手，谁要是能杀了目标，就能把钱财全部拿走。不过我们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一般面对这种目标都会联手，所以想要发出一个通缉令，需要大量的钱财。什么特殊的法子？天机不可泄露。你是想对我们隐瞒什么吗？非是和尚有心隐瞒，只是这种方法不能告诉别人，这是我们整个行当安身立命的底气。你会把命脉交给别人吗？
那发这么一个通缉令需要多少钱？5万贯。多少？5万贯。你知道5万贯意味着什么吗？你竟敢要这么多钱！但你们要杀的人值这个价钱。你这是坐地起价。能接通缉令的杀手都不是傻子，我处理不了的人物，他们会去调查；我能查出来的东西，他们也能查得出来。要是先前我就知道这份情报的话，我宁愿得罪你们，也不可能接下来几百、几千打动不了他们。我去向主人请教一番，希望你不要骗我们。阿弥陀佛，出去的时候小心一些，莫要被人捉了尾巴。怎么回事？那个和尚说他失手了。虾仁小身手意外的不错，他不是虾仁小的对手。不过虾仁小似乎是想用他引出几位郎君，故把他给放了回来。回来的路上也的确跟着一条尾巴，只是跟踪能力差了些，被扑给甩开了。还以为这林中霄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没想到连一个区虾仁小儿都没法解决。也不能这么说，那店家和周侍郎走得近，父亲也是韩武，早该想到他是会一些拳脚功夫的，就是没想到竟然连成名已久的杀手都不是他的对手。现在该怎么办？虾仁小儿虽不知陛下身份，可这消息估计已经传入他耳里了，我们现在可被动着了。胡同和尚交谈的时候，他说起过绿林通缉令这么一个东西。和尚说，他虽没能解决掉虾仁，但这个所谓的绿林通缉令是一定能够解决掉他的。他又不知道真正要对付的人是谁，大话说的倒是蛮响的，待会便差人去把他解决了，也省得惹祸上身。郎君，那和尚已经知晓了陛下的身份，他被虾仁小放回来之后，便去搜集了情报，打清楚这件事来了。他知道了虾仁是陛下的人，也要杀了虾仁小儿。是的，那和尚说，他若是不想办法解决虾仁，那一定会被陛下解决掉。可若是解决掉了虾仁，那几位郎君说不定还愿意保他。他倒是一个有眼力见的人，倒是让我生了保他的心思。既然都知道了幕后要对付的人是陛下，他竟然还敢说一定能解决掉他，那个什么绿林通缉令是个什么东西？男人解释起来，他把和尚说的那一段话复述了一遍，着重强调了一下他提出来的数额。还真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这可是大唐如今一年税收的2%。5万贯怕还是有些不稳妥，不如我们出价7万如何？7个家族1人1万。所有家族都同意了，他们害怕未知的变革，所以他们需要去解决掉引发这些变革的虾仁。你家主人已经做好准备了。我家郎君许了你那什么绿林通缉令的请求，并准备给你7万贯。你什么时候能解决掉那个虾仁？短则2、3月，长则半年。半年太久了，我家主人最多给你2个月的时间，你必须要在这个2个月的时间里处理掉那个虾仁，明白吗？这需要你们的支持，我不能保证他们捉不到你们，还能忍多少不对和尚我动手。放心，这些事我家主人都有安排，你只要考虑怎么发这个通缉令，怎么把虾仁小给杀了。钱到了，我就会发。明日会有人前来捐善款。朝堂上的世家只是显得优柔寡断，但在这件事上却意外显得十分干练。第二天一早，宵禁结束后还没多久，就有人赶着一群马车到了灵感寺。善款已经给你送到了，我家主人说，希望法师能早些做完法事，替我家主人解决心头重疾。阿弥陀佛，大郎，我有事找你。你倒不必要这么心急，我不是安排了人手去你寺庙，用他和我联系就是。大郎金口玉言，那些人真把钱给送过来了，共是7万贯。你来我这就是为了说这件事。7万贯固然多，但对虾哥哥来说，也并非是什么不可触摸的数字。大郎，我是说这笔钱款我不好搬来，只能请您亲自动手，把他们挪回来了。这笔钱款留着你们自己用。虾哥哥，7万贯太多了，我们不需养着他们的伙食，而且甲胄、弓弩之类的东西在长安不好去弄，只是些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几千贯就绰绰有余了。甲胄、弓弩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去弄，出老虎的胡须可不好玩。不过7万贯全部都拿去用。九儿，以后每天晚上回家后来我屋里有一些东西要交给你，那些就是花钱的地方。大郎，他们还说只给我2个月的时间，2个月之后该怎么办？他们倒是我出乎意料的富有，你要不再试着坑一些钱回来？我觉得他们不会蠢到这种程度，一而再，再而三，他们也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了吧？也是，2个月我一直都看起来这么安安全全的，可骗不了他们。那要不我们自编自导一出戏，招了14。大郎，我是觉得他们即便不怀疑我，也不会再相信我能够解决掉您的。
他们怎么能对你们这么没信心？我还想让他们一家再出5000，凑一个10万贯来着。不过这件事无所谓，钱都已经拿到手了，你们还管他们做什么？无非就是他们想要报复你。既然你替我办事，那自然是不会让你出事的。世家那些人派多少过来，我都会让他有来无回。不良人、刑部这些暂且都算作是我的人，朝堂上也能有些声音。你且放心，他们无论从哪都为难不了你。有大郎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先告辞了。虾哥哥，你要单独教我什么东西？是一种很厉害的兵器，朝廷研究出来的火炮，知道吗？比它还厉害。为什么虾仁小还没死？这位施主，你在说什么？贫僧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他娘的说我是吧？嗔心一起，于人无益，于己有损。轻易心意烦躁，重则肝木受伤。施主还是要戒了嗔念。施主若是有什么烦恼，可和贫僧说一说，说不定贫僧还能替施主排忧解难。你他娘的还跟我装啥？我问你，为什么虾仁小还没死？虾仁，施主说的是出身虾仁，像他那般的人物，鸿福齐天，又年轻力壮的，怎么可能会轻易死去？贫僧恨不能天天为县男祈福，只求他能万寿无疆。拿了我们的钱，现在装疯卖傻，你是在消遣我们？拿了你们的钱，出家人不打诳语，贫僧可没收过你的钱。7万贯，那可是7万贯，你敢说你没收下来？这位施主，你怎么能这么说话？这么平白无故污我这个出家人的名声？施主知道7万贯是多大的一笔吗？贫僧这一个小破庙，就是拆了都凑不了1000贯。施主张口就是7万贯扣在贫僧的脑袋上，莫不是施主罹患了失心疯？那应当是去医馆，而不是来我这打秋风。你存心消遣我的，便是消遣施主了，又如何？是那个皇帝和下人给你的底气，门外的刀斧手就等你衰败为好了吗？出家人慈悲为怀，况且你不回去，怎么看一出好戏？听到玄衣法师的话，男人咬了咬牙，他巴不得自己就死在这，死在玄衣法师，死在虾人，死在李世民的刀下，这好歹是为了世家门阀而牺牲死亡。苦办事不力，受了那和尚的蒙骗，他已经是陛下的人了，那7万贯尽数被他们吞了进去。那和尚是陛下的人，把你见他后的事详细说一说。男人哆哆嗦嗦把刚才发生的事复述了一遍，他也没敢添油加醋，老老实实的一字一句的复述。你想法挺多，不过倒是多虑了。虾仁那小子还不知道陛下的身份，那和尚估计也早就和那小子沆瀣一气了。这倒是，若是陛下布局，又怎么可能只会吞没我们一些钱财，却不想着如何查清我等的身份？当下最紧要的是，首先是要把钱拿回来。今晚宵禁，不好动手，明日差遣人去，把那老和尚打死，顺便把钱拿回来。可要是带着几十号人无视宵禁，那等于是在说老子要谋反。金无畏的公主会毫不留情地刺穿他们的身体，正好也试探一下这件事究竟是不是陛下的谋划。若是拿不回来，就见见血，见见人命，把事闹大一些。快些把东西弄走，这玩意要是留在这，那可就不好说了。我且给你们拖延点时间，动手把他们都给杀了。随后那10多位打手拔出了坡刀，朝着那些游侠们冲去。小半个时辰后，世家门阀的打手节节败退，倒是没一个人逃跑的，全部死亡。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刚带人巡街过来，就看到这一伙人火并，我留了几个人过来。你们是生了什么事？回将军，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按照吩咐过来搬运东西，忽然就有人袭击了过来。忽然，你们也不认识这些人？对，说不定是你们什么时候树的敌人，再仔细想一想。这位将军说的是哪里的话？自打到娘子、小爆竹教导我们要为人忠厚之后，我们可万万不敢做什么惹是生非的事。回去通报一声，有人盯上长乐县男了。这位将军，公事公办便是，哪用得着我回去？那就委屈你了，跟我走一趟吧。果然是那虾仁小儿搞的鬼，不过还真的没陛下参与进来，让人惊讶。接下来怎么办？此事暂且还不着急，这几日我们回去再好好想想对策。虾仁小儿虽小家子气，但也并非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当下之急，还是要追回那7万贯。明日我便在朝堂上奏言，家里出了位小贼，窃走了1万贯。我也应当如此，家中失窃1万贯，没想到竟是被贼人偷窃，用来做这种事。第二天朝堂上，日常商议之事刚刚落幕，臣有诗启奏。王爱卿请说。臣家中有1万贯失窃。王显马还真是家财万贯，只是丢失钱财一事，何必兴师动众在朝堂上说，去府衙报案不就好了？非但是臣府上丢了钱财，便是崔、郑、李等家里
也个失窃了1万贯，共是7万贯。陈等也是在昨天朝会结束之后才知道，原来那小贼不止偷了自己一家。可就在陈等准备质问那小贼的时候，那小贼已经死了。臣恳请大理寺彻查此案。陛下，臣有事启奏，请说。昨日下午，刑部已从金吾卫中接手灵感寺一案，有数十人于昨日清晨持械争斗，死伤数十，其中1人便是王喜马家车夫。刑部已经在调查此案，会尽快给陛下、给朝廷、给王喜马等人一个交代。办案一事向来都由大理寺做主，周侍郎怕是有些逾越了。王喜马怕是对各部职权有什么误解，不过区区见及车夫，不上七品，又何须劳烦大理寺？事关我等，自然是要交付大理寺。臣以为周侍郎为查案能手，素有名气，此案该交由刑部负责。一头雾水的李世民在朝会结束之后，把周小三给留了下来。说说吧，出了什么事？昨天晚上，何县尉过来通知臣，说是第2天会有人在朝堂上开口，想要他们部门或是大理寺揽下灵感寺一案。他让臣到时候一定要亲自去处理这个案子。臣一头雾水，便问了何县尉为何要这么做。何县尉才把这段时日的事说给臣听。2个月前，有人找上了灵感寺的玄义法师，想要请玄义法师出手去杀店家。可那人不知玄义法师是店家的手下，故而店家就吩咐玄义法师做了一个局，坑骗了那些人7万贯。一直到2个月后的今天，他们终于发现自己被欺骗了，想要对玄义法师下手，把那7万贯给抢回来。但是店家早就做了准备，配备了人手猴，在灵感寺里没能让那些人得逞。哈哈哈，店家竟然还有这么一招！那玄义法师是什么来路？一个和尚，他们去雇佣一个和尚杀人。那和尚的身份臣不知道，自从臣入了刑部之后，店家那边与臣的往来就少了许多，有些事店家也不愿意再告诉臣了。店家可知道想要他命的人是谁？昨日何县尉来找臣，臣便问他为何不早早告诉臣。臣毕竟是个刑部的侍郎，多少也算得上1号人物，不能放任别人如此欺负店家。但何县尉说，想要杀了店家的人是陈招惹不起的，也就是我们期望的人。他竟然知道是那群人，他怎么知道的？臣也不知道，不过这倒是店家的作风，他总是能做出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李世民越想下去，他的好奇心就越重，最终还是换了便装，往同服14